你是谁？宁儿，是我，抱歉，我。来人，掌灯。哦，大小姐，秦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出去。秦晏殊，你想干什么？京城以温润如玉著称的秦家公子，竟也学会了当采花贼。你说话何必这么难听？我们本来就是未婚夫妻。若我没记错，秦家昨日已退婚。那是我母亲的意思。宁儿，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只是你失了清白，母亲坚持要退婚，我也没办法。所以你半夜潜入我的闺房，是想生米煮成熟饭，让你的母亲反对不得？虽正妻不行，但我会为你留一个贵妾的名分。宁儿，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绝不会嫌弃你被土匪糟蹋过。让我做妾，秦晏殊，你配吗？沈宁，别的男人能碰，我就不能碰吗？你清白已失，还装什么贞洁烈女？你别忘了，我们本就是未婚夫妻。一个自诩清贵世家的嫡子，皇城公子，贵女们眼中温文尔雅的如玉郎君，今夜今时却是如此毫无廉耻的下三滥，深夜潜入女子闺房，当采花贼。手，我的手，怎么回事？什么动静？沈宁，这是怎么回事？姐夫，你怎么了？没事吧？沈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深更半夜，秦公子出现在我的闺房里，父亲不是应该问问他想干什么吗？怎么还来质问我呢？放肆！你清白已失，按规矩就该自裁了事，以保家族颜面。晏殊念在往日与你的情分上，不愿追究，承诺纳你为妾。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竟敢与他动粗。大姐，姐夫是真的喜欢你。秦夫人原本是要退婚的，她说秦家清贵之家绝不会要一个被玷污了清白的女子入门。姐夫无法跟他的母亲对抗，可他又实在舍不得你，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姐姐，你就答应他吧。所以他今晚的行为是你们默许的。晏殊不会害你，我绝不给秦晏殊做妾。沈宁，你不愿做妾，以为还有人愿意娶你做正妻吗？别做梦了，此次你丢尽了沈家脸面，若不是母亲念着母女情深，等待你的只有白绫一条。都给我滚出去！沈宁，你放肆！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是嫁给秦晏殊为妾，还是白绫自尽，你自己选择。没有3天可言，作为嫡女被人糟蹋了清白，已经是沈家奇耻大辱。晏殊不计前嫌，愿意纳你为妾，就已经是高攀，你还敢忤逆？来人！把大小姐绑起来，明日天亮就安排一顶轿子送到秦家去。他要是敢反抗，打死不论。祖母，请看在晏殊的份上，原谅宁儿这一次，他只是昨日受了太大的刺激，所以才……晏殊，你纵然对他100倍1000倍好，他也不会领情。一个连贞洁都保护不了的女人，活着也是浪费粮食。依我看，索性一条白绫死了算了。如果沈家半夜来了盗匪，祖母是否可以凭着一己之力保护全家安然？若不能，祖母活着不也浪费粮食吗？沈宁，你放肆！孽障！沈家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忤逆长辈的畜生？你给我跪下！跪下！沈家人德性如此，养出畜生也是理所当然。反了！你简直要造反！云林，赶紧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快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沈宁，你做什么？放开我！沈宁，你想干什么？他是你大哥，你放开他，快放开他！沈宁，你要是敢动你大哥一根毫发，我定将你碎尸万段，还不快放开他！我昨天选择回家本就是一个错误，出事之后我就该找个悬崖跳下去，一了百了。沈宁，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我没选择跳崖，而是回到沈家，这是我一生之中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天亮之后给我准备1匹马，1000两银票，我会离开沈家。你们以后就当这个女儿已经死了，从此互为陌路，此生不复往来。你想得美，就算是死，你也要死在沈家。我给你们2个时辰考虑，天亮了若还不答应我的要求，沈氏安会怎么样？我不敢保证。沈宁，滚！宁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别生气，我这就回去跟母亲说，我不退婚了，我还是娶你为妻，我一定娶你为正妻。宁儿，你相信我好不好？宁儿，
你是不是很想让沈世安死在你面前？或者说你喜欢我痛哭流涕、感恩戴德，给你来一个3跪9叩？我不是这个意思，宁儿，我不是这个意思。出去，是你配不上我，滚！沈家已经容不下你这个失贞的女儿，其他世家公子也不会娶你做正妻。宁儿，希望你好好考虑。方才祖母说我无法保护自己的贞洁，活着浪费粮食。既然如此，我倒想看看大哥这个沈家嫡长子能否在我这个弱女子手里逃出升天。沈宁，你放开我，我放你走。大哥发威的时候还真有那么几分气势，若你能把这种对待自己妹妹的气势用在他处，我定会佩服你是个汉子。可惜你只是个懦弱无能到连自己妹妹都保护不了的孬种，只会对着比自己弱的人耍威风，真是可悲又可笑。沈家嫡女沈宁是个练过武的女子。沈宁昨日去城外给祖母祈福时，不幸遇到山贼，家人找到她时，沈宁衣衫不整，一看就是被人玷污过的样子。可只有她自己清楚，沈宁清白还在，那群人不知怀着什么目的，只为了制造一个她被玷污的假象。只是沈宁性子刚烈，剧烈反抗的过程中不堪受辱，人已经没了。眼下这副躯壳里早就换了个性子，现在的沈宁不是以前的沈宁。清白还在又如何？光天化日之下受辱，足以让一个从小活在大宅子里的女子绝望求死。只是那群山贼既然不是真的要玷污，而是故意制造一个她被玷污的假象，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沈宁沉默地靠着窗框，思索着眼下的处境。当年天子年方15，按照大庸祖制，还有1年才能亲政。眼下朝政大权掌握在摄政王姬玉仓的手里，但摄政王身中剧毒，命不长久。先帝临终前把皇位传给当今尚未成年的太子，可摄政王原本就兵权在握，先皇又担心他以后拥兵自重，威胁到皇位，所以给他喂了毒，解药在皇帝手里，每月1颗。从人上人沦落为人下人，所有的痛苦和屈辱我都经历过，眼前这点挫折算什么？宁儿，你父亲心意已决，你唯有嫁给秦晏殊做妾，我们沈家才能得一分安宁。此事跟你大哥无关，你能不能先放了他？母亲只有你和燕儿2个女儿，自然是盼着你们好。可是母亲也要为沈家考虑，为你兄长和几个妹妹考虑。宁儿，母亲深知被人侮辱不是你的错，可是这个世道，你子名节毁了就是毁了，他们会看不起你，谩骂羞辱你，母亲也不想这样。我清白还在，那群山匪并没有真的糟蹋我。怎么可能？保护你的护卫和丫鬟都死了，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你？况且，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世人都知道你没了清白，他们不会相信的。宁儿，你就答应嫁给秦晏殊吧，有他护着，以后才没有人敢非议你，不会拿这件事嘲笑国公府。出去！你说什么？出去！沈宁，你放肆！我是你的母亲，你竟是如此桀骜不驯，敢对自己的母亲不敬。你的女儿沈宁早在昨日受辱之后就已经死，活下来的这个不是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以后是死是活，有没有人娶都不需要你们替我做主。你夫人，宫里来了旨意。旨意是老爷命您带着大公子和2位小姐去前厅接旨，速度要快。大姐，你先放开大哥好不好？我们都是一家人。沈姑娘，这是。周公公有所不知，沈家这是出了个孽障啊！沈公子犯了何事？不是史安，老身说的孽障是沈宁，他传旨太监了然，目光对上沈宁那双冰冷刺骨的眸子，心头微微一悸，表情忽然变得玩味起来。沈家人接旨。沈宁，跪下。沈大姑娘不跪也可以，实不相瞒，国公大人，这是一份赐婚圣旨，把沈大姑娘赐婚给摄政王的圣旨，大家就不宣读了。皇上说沈家嫡长女沈宁姑娘蕙质兰心，柔顺谦恭，跟摄政王最是般配。赐婚给摄政王。皇上以前就觉得沈姑娘特别合适，只是听闻沈姑娘跟秦家公子有婚约在身，就没好过多干涉。听说昨日秦公子退了婚，皇上觉得这是沈姑娘跟摄政王的缘分。皇上只听闻秦家退婚，没听闻秦家为什么退婚。赐婚给摄政王，怎么可能？皇上尚未亲政，就敢擅自做主给摄政王赐婚？难道他的皇位是做泥了？那摄政王呢？他会任由皇上给他赐婚？摄政王难道不知道沈宁昨日失了清白，如今已是不洁之身？国公大人，这反应可是惊喜过度。公公，赐婚一事，摄政王可知晓？摄政王自然是知道的。
那摄政王同意？同意。可是摄政王可知道沈宁昨日出门时遇袭，已经。摄政王只说3日后成婚，迎娶沈家嫡长女沈宁，没说其他的。国公大人若真不放心，不如亲自去摄政王府问问。公公稍等，我还有话要说。沈姑娘，摄政王要娶我？是啊。娶活的还是死的？自然是娶活的。如果新娘死了或者残了呢？若摄政王认为这是对他的挑衅，只怕整个国公府都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知道了，多谢周公公。不客气。沈大姑娘还真是彪悍，怪不得摄政王看中了她。赐婚真是皇上的意思吗？若无摄政王同意，这份旨意是出不了皇宫的。那摄政王到底是什么意思？摄政王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让镇国公府跟秦家彻底断了关系。秦家是太后和皇上一党的人，若镇国公府跟秦家联姻，以后也必定是皇上面前的重臣。摄政王此举直接断送了皇上拉拢国公府的可能，也断了国公府效忠皇上的机会。那我们该怎么办？父亲，我觉得不如让嫣儿嫁给秦晏殊，这样一来，镇国公府和秦家依旧可以成为姻亲关系。糊涂，赐婚圣旨已下，岂是你想怎样就怎样？或者，若沈宁突然暴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嫣儿代嫁？摄政王要的是沈宁，突然暴毙就是欺君。方才周公公说的话你没听见？沈宁一旦出事，摄政王定会借机发难，到时国公府难逃一劫。沈宁就是个祸害，要不是突然出了这么一桩变故，怎么会有如此塌天大祸？她是你的妹妹，要不是她出了这么大的事，镇国公府至于成为全城笑柄。昨晚她生生绑了我2个时辰，可曾把我当成她的兄长？总之圣旨已下，你少给我折腾阿杂事。宁儿，你要嫁给摄政王。宁儿，摄政王不是个好相与的人，他残暴无情，杀人如麻，你不能嫁给他，他一定有所企图，说不定昨日对你不轨的人就是他。你是觉得我不洁了，所以摄政王也该嫌弃我，所有男人都该嫌弃我。你愿意纳我为妾，我就该感恩戴德，3跪9叩，谢谢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摄政王带兵打仗，经历无数次战争，见证过无数次死亡，在他这种人眼里，名节只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这种认知，你们这群所谓的名门贵公子永远不会理解。宁儿，你不会喜欢他的，他根本不是个正常人，他娶你一定不怀好意。宁儿，他太危险。我喜欢冒险，我宁愿嫁给一个残暴之人为妻，也绝不给你这样的人为妾。秦晏殊神色僵住，面上哀求之色缓缓褪去，眼神一点点变得冷酷鄙夷。你是不是以为攀上了摄政王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沈宁，我告诉你，摄政王是个佞臣，他早晚要死的。别说他身中剧毒，根本活不了几年。就算他身体完好，皇上亲政之后也不会放过他。摄政王是太后和皇上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早晚要死。你会比他先死，不信可以打个赌。沈宁，你这个贱人！沈宁，你在干什么？晏殊，都滚出去，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做出什么事来。你不是沈宁，你根本不是沈宁，你到底是谁？沈宁虽然从小练过功夫，但都是强身健体，根本没有这么可怕的身手和可怖的眼神。听到秦晏殊这句话，沈时安惊疑不定地打量着沈宁。你是谁？真是可笑，相处10几年的亲妹妹都不认识，还敢称作是亲人。沈宁弄断秦晏殊手腕一事，很快在沈家引发轩然大波。沈云林几乎不敢相信，从昨日到现在，沈家就没有消停过。秦晏殊以下犯上，活该得到如此下场。放肆！你们也可对我动手，但是所有后果你们自行承担。国公大人，秦家夫人带着家丁侍卫来了，说是请沈家给我们一个交代。钱夫人，实在对不住，我没想到晏殊和沈宁会闹出这么大的冲突，是我们疏忽，只是此事着实是个意外。意外？晏殊一个大男人被沈宁弄断了手，你跟我说这是意外？这分明是故意为之。国公大人，我不愿与你过多为难，请你把罪魁祸首交出来，在我面前把他杖毙，今日之事就算是了了。钱夫人有所不知，今日皇上刚下了圣旨，把沈宁赐婚给摄政王。国公这是搬出摄政王吓唬我，你沈家女儿多的是，杖毙了大小姐，还有2女儿可以待嫁。摄政王要的只是你们沈家的女儿，何曾有大小之分？摄政王道：摄政王，摄政王驾到，还不跪下？听闻有人欺负本王的妻子，本王觉得有趣，特意过来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
摄政王，请听臣妇解释。你的解释先留着，本王没兴趣听。要不要本王把他们都杀了？一点谩骂不伤皮不伤肉，没必要杀他们。只是秦晏殊方才来找过我，不但笃定摄政王会嫌弃我残花败柳、名节已失，还对我无礼，所以我折了他的一条手臂。折得好，本王的王妃不需要心慈手软，更不能任人欺凌而不还手。我方才说的重点，你没听清？残花败柳，名节已失。日后这8个字若是再从谁的嘴里说出来，本王会割了他的舌头。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属下遵命。沈家乌烟瘴气，本王不想多逗留。今晚本王命人把嫁衣送过来，你试穿一下。母亲，我想嫁给摄政王，比起失去清白的大姐，我应该更适合。沈夫人觉得自己应该马上驳斥女儿的说法，沈岩不适合摄政王那样可怕的人，可话到嘴边滚了几句，她却还是没能说出口。万一可行呢？嫣儿，摄政王要的是你姐姐，而且摄政王权倾朝野只是暂时的，他活不了多久。等皇上亲政掌权，摄政王要的只是镇国公府的女儿。母亲，任何一个正常男人都不会娶一个不清白的女子为妻，何况摄政王跟大姐从未有过感情。可是，而且皇上不是还没亲政吗？摄政王那样的人应该有自保之道。女儿不怕。摄政王命令任何人不许再提残花败柳这些字眼，明摆着他心里是在乎的，只是想拉拢镇国公府，所以才降下身段娶大姐。母亲，万一摄政王以后想起这一茬，对大姐生了芥蒂，迁怒镇国公府怎么办？若我替嫁过去，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等女儿成了摄政王妃，定给镇国公府挣一个风光显赫，让父亲位极人臣，让大哥仕途顺遂。我去找你父亲谈谈。嫣儿，你先别轻举妄动，等我们商议之后再做决定。你去给秦晏殊的小厮递句话，今晚夜半3更，让秦公子派辆响一点的马车到沈家后门，他会得偿所愿。二小姐，这叫你去就去。是。大姐，你今早就没吃饭，我特意让厨房做了中补汤，还有你平日里爱吃的几道菜。大姐尝尝这汤，再拿一个碗过来。大姐，这个补汤不多，是专给你补身子的。我不想重复第2遍，陪我吃。大姐，怎么有问题？这汤是厨房特意为你做的，再者我方才用过饭才来的。需要我喂你？我只需要吃1小口，让他放心，应该没什么大碍。大姐，你怎么不吃？你先吃，你把汤喝完再说。大姐，我真的吃饱了，这份补汤是我特意让小厨房为你做的。大姐，吃。大姐，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心疼你昨日受了委屈，昨晚到今天都没能好好休息，好好吃饭，所以才特意吩咐他们做了你爱吃的菜。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何非要如此？吃不吃？放开我！沈宁，你对嫣儿做了什么？把方才发生的事情重复一遍，我留你性命。二小姐给大小姐送来了午饭，还有补汤，大小姐把补汤分给了给二小姐。就这样？是，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就算你做了摄政王妃，沈家也是你的娘家，以后想在摄政王府立足，少不了家人帮衬。收拾一下。傍晚时分，摄政王命人送来了一套嫁衣。沈宁换好嫁衣，站在铜镜前，望着镜子里这张绝艳容颜，修长纤细的身段，像是专门为了这套嫁衣而生。王妃，这套嫁衣您不喜欢吗？不是，我挺喜欢的。摄政王说，若您不喜欢，可以命人重新赶工，再绣制一套您喜欢的样式。2天的时间来得及？来得及，所有人一起赶工，2天足够了。这套就可以。接下来2天，奴婢2人会留在这里伺候王妃，听王妃使唤。奴婢名为兰芝，她叫兰华。王妃有任何需要，吩咐奴婢即可。我下午要补眠，不许任何人进来。大婚时间虽仓促，但排场一点都不小。摄政王府里，婚宴更是隆重非凡。沈宁全程依着礼官的指示，随着最后一句礼成，送入洞房。这一切宣布结束。王妃娘娘，这个要等摄政王来了亲自给王妃取下。很重，可是参见嘉禾公主，参见嘉玉公主。都让开，本公主来看看沈家嫡长女生得什么模样，竟能迷得堂堂摄政王神魂颠倒，连他失去清白身子也不顾，就把人强行娶了进来。沈宁，听说你被山匪糟蹋了清白，不知能否与本公主说说他们是怎么糟蹋你的？嘉禾公主，你们都闭嘴！一个不洁的女子，不但有颜苟活于世，还敢妄想嫁入皇族，你真不怕世人耻笑？沈宁坐在床沿，表情漠然而平静，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沈宁，本公主在跟你说话，你哑巴了。李嬷嬷，公主殿下，长她的嘴。公主，她现在是摄政王妃，不能。怕什么？摄政王又不是真心娶她，不过是为了离间沈家和秦家的关系。一个不洁的女子，根本不配做摄政王妃。是。以下犯上是死罪。你放肆！沈宁，你简直胆大包天！我胆大包天，未经摄政王同意，你擅自带人闯入新房，命奴才掌国于我，到底是谁放肆？你想干什么？来人，快拦住他！沈宁，你放开我，我一定会杀了你！皇上和太后一定会杀了你！来人，保护嘉禾公主！沈宁，你死定了！今日摄政王大婚，太皇太后和皇上皆在，你敢谋害公主，杀害嬷嬷，太后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来人！沈宁抓着嘉禾公主的头发，面无表情地望着眼前众多宫女侍卫，眸光森森，看得人心惊胆战。沈宁，你放开我，母后会杀了你的，母后一定会杀了你的。作为摄政王妃，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还望你笑呢。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我或许可以留你全尸，否则我一定让你受尽酷刑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来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拿下，生死不论。他若敢反抗，砍了胳膊砍了腿，本公主兜着。母后救命！怎么回事？沈宁疯了，她杀了李嬷嬷，还要杀嘉禾公主。什么？真是岂有此理！马上把她带来，哀家要问问她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新婚之日，新娘子杀人，嘉玉公主，你不是在说笑吧？皇祖母，孙儿没说笑，沈宁她就是个恶魔。我跟嘉禾公主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让皇叔喜欢的女子是个什么样，没想到她……哀家倒要看看郑国公嫡女吃了几个豹子胆，竟连公主都敢打杀。一旁的少年天子黑眸微闪，眼底划过一抹细不可察的一芒。太后去给女儿主持公道，他这个皇上自然不能做。来人，速通知摄政王，就说他的新王妃惹了祸端，让他赶紧去平息战火。放肆，简直是放肆！你别过来！沈宁，你要造反吗？来人，沈家嫡女着了魔，竟敢在新婚之日动手杀人，把她给哀家拿下，凌迟处死！哀家一定要把她凌迟处死！母后救我！母后救我！她是个魔鬼，她就是个魔鬼！本王刚成亲的妻子是个魔鬼，本王怎么不知道？摄政王，你亲眼看到了，这个沈宁残忍嗜杀，竟连公主都不放在眼里。今日之事，哀家必须秉公处置，否则。姬玉仓像是没听到太后说话，不发一语的看着沈宁，面上不变喜怒，没有丝毫情绪波动。我们已经成婚，我是你的妻子，没错。他们在新婚日带人羞辱你的妻子，你要护着他们？不会。摄政王，少年天子沉默地站在一旁，清冷的目光落在少女绝艳冷酷的脸上，眼底玉色翻涌，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新婚之日杀人，你大概是头一个。他们先惹的我。沈宁，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你已嫁给摄政王，你今日依然是死路一条。太后，沈宁是本王的妻子，轮不到旁人教训。摄政王，你要包庇他。奴才以下犯上，本就是死罪。太后在宫里没杀过奴才。母后，皇叔说的对，奴才以下犯上本就是死罪，皇神给他们一点教训也是应该。皇上，是沈宁要杀我，皇上应该把他凌迟处死才对。皇姐不在前面吃酒，带人来新房做什么？皇上，嘉禾来看看新娘子不行吗？他们若不来，就不会有这般冲突。这么说来，反倒成了嘉禾的错。若沈宁杀了嘉禾公主，皇上是不是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是公主，我不杀他们，让他们跪下来给我磕个头，我饶他们不死。你让公主给你磕头？你做梦！你这个贱人就应该被五马分尸！敢让本公主跪，我死也不会跟你这个贱人磕头！你这个贞洁不保的贱人！没问题，嘉禾、嘉玉，你们两个跪下，给你们的皇婶磕头。
摄政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嘉禾是公主，狄公主她是先皇和哀家的亲生女儿，你竟敢让她给一个贱人下跪磕头！皇叔，我是公主，是皇族公主，她只是个……本王不想重复第2遍，若不想明日就去和亲，就照本王的话去做。太后身子晃了晃，差点晕过去。她浑然不敢相信，姬玉仓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敢威胁她这个太后，她简直就是把他们母子的颜面放在脚底下踩。今日之荣，来日一定10倍100倍奉还给你。你最好日日祈祷，别落在本公主手里。好，真是好极了！哀家从没见过如此狂妄不怕死的人。沈宁，你让哀家长了见识。回宫。一身明黄龙袍的少年天子转身之前，深深地看了一眼胆大包天的沈家嫡女，眼底色泽晦暗不明，阴郁难测。新婚夜大开杀戒，你可有话说？无话可说，们自己找死，不分新婚旧婚。为什么不让人找我帮忙？你会帮我吗？你觉得呢？之前不确定，所以自己动手来得更快。现在可以确定了，你应该会帮我。你若不敌怎么办？既然动了手，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死了也是我活该，怨不得别人。如此一来，本王刚成亲就没了妻子，岂不是成了个冤种？摄政王府守卫不够森严，还是他们故意放纵？你把他们放进来，不就是为了看到这样的结果？沈宁，你真是聪明的，让本王刮目相看。聪明吗？我若真的聪明，就不会轻信薄情寡义之辈的虚伪诺言，落得一个生不如死的下场。世间男子皆寡恩，无一人值得信任。世袭，即日起，你们2人跟在王妃身边，听从王妃吩咐。是，属下参见王妃。多谢。丢下这句话，他转身入了新房。姬玉仓一语不发地盯着他的背，没有跟进去，直到他身影消失在房门内，才淡淡吩咐：王妃嫁过来之后，就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地位与本王相当。是。沈宁这个贱人，来人，让驸马立刻滚过来。不大一会儿，一个青山俊雅男子走了进来，躬身行礼，语气疏离：公主殿下。你给我跪下！贱人，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贱人！驸马沈怀安是沈家庶子，在家中本就不受宠，费了百般心思，才让父亲同意他参加科考，最终接连中榜，在殿试上被先皇钦点为探花。原以为从此可以逆天改命，不料却因容貌出色被嘉禾公主看中，一朝断送仕途，被强迫做了驸马。我离死亡真的不远了。公主殿下，驸马晕过去了。去请大夫，快去请大夫！怀叔，你醒醒，我不打你了，你快醒醒！沈宁到底是什么东西？她真是好大的胆子，竟连公主的侍女都敢打杀。母后还请息怒，皇叔如今大权在握，我们实在不宜跟他硬碰硬。沈宁是国公府嫡女时，圣旨可以对她生杀予夺，可她现在是摄政王的妻子，纵然骄纵跋扈一些，我们暂时也只能忍着。哀家一国之母，堂堂太后，还得忍她一个10几岁的臭丫头？不想忍也得忍，不管沈宁年岁多大，有什么本事，她现在是皇叔的人，代表的是皇叔的脸面。皇叔若一心护她，她甚至可以代表摄政王府的权势。最多再忍他们1年，等你明年亲政，姬玉仓和沈宁都必须死。母后会看到那一天的，暂且稍安勿躁，待到摄政王失势，以母后的身份想要处置一个沈宁，易如反掌。嘉禾今日受的委屈不小，你这个做弟弟的别忘了好好安抚一下。无需儿臣安抚，他回公主府之后已经把驸马鞭打了一顿，听说这次打得挺重，太医已经过去了。你说那个沈怀叔也是，嘉禾心情不好，他就不能好好哄一哄？姬瑾没说话，沉默的脸眸啜了口茶，少年俊秀的眉眼在灯火下泛着精致贵气，像一个温和无害的公子。然而低眉垂眼间，却从无人能窥见他眼底的阴霾和深沉欲死，以及一丝丝无能可探知的一芒。沈家嫡女沈宁与我想象中的女子还真不太一样。晏殊的手怎么样了？太医说没有大碍，母后不用担心。等他伤势痊愈，赶紧把他的婚事办了，以免夜长梦多。另外，皇上后宫嫔妃太少，不如把沈家次女沈嫣选进宫为妃。皇上意下如何？沈嫣，没错，摄政王越是要拆散镇国公府跟国舅府的联系，哀家越要镇国公府为我们所用。沈嫣进宫，我们还可以利用她对付沈宁。胆敢对公主下手，哀家必须让她付出代价。当务之急，让秦晏殊跟平遥长公主成亲才是大事，其他的母后且不用着急。姬玉仓离开之后，当晚没再踏进锦陵院，如坐在新房里的沈宁没有刻意去思考新郎官不进新房的原因。沈宁宽衣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合上眼，脑海里不由自主又浮现死前那一幕画面。同样是新婚夜，同样是凤冠霞帔，洞房花烛，满室的喜气洋洋。那个满眼深情爱意的男子温柔递给他一杯酒，眼神柔情似水，笑意缱绻绵软。然而一杯合金酒下肚，迎来的却是腹部绞痛，身体里的力气一点点流失，鲜血不停地从口中溢出来，无数把锥子在五脏六腑里追个不停。
功高震主的战神，公主从此消失。今晚之后，你只是一个低贱的囚奴，没有权利，没有武功，没有心腹，没有军队，连尊严都不再有。那一晚，他体会到了生平从未体会过的痛苦和绝望。心爱之人的背叛让他坠入深渊，生不如死的折磨持续整整1日，直到1日一早才体力不支昏厥过去。他以为他死了，却不知那只是炼狱的开始。凌厉的鞭子抽起，带尽鲜血飞溅，手指被生生碾碎的剧痛刻骨铭心，手筋被挑断之后的孱弱无力。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战神公主跌入深渊炼狱，沦为任人宰割的废物，被人肆意折辱，几百个日夜的囚禁，几百个日夜的折磨，把她的尊严和傲骨尽数踩得粉碎。沈宁缓缓睁开眼，眼神里一片荒芜孤寂，随即一点点滋生出无边恨意，刹那间睡意全无。沈宁垂眸看着自己的手，轻轻摩挲着自己的手腕，完好无损，没有被匕首扎穿，手筋还没有被挑断，这是属于另外一个人全新而完好无损的身体。上天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是为了代替被家人厌弃的沈宁继续活下去，是给我一个复仇的机会，是让我终有一日带着满腔恨意颠覆那个肮脏的皇朝，杀尽所有心思歹毒叵测的背叛者，是为了让所有负我的人生不如死，而不是为了让我继续迷失在所谓的男欢女爱之中，再体会一次被背叛的滋味。王妃，王爷方才派人传话说今晚有事，让王妃先睡。嘉禾公主是什么人？她是当今皇上的姐姐，先皇嫡女，太后的亲生女儿。那位嘉玉公主生母已故，打小养在太后膝下，所以跟嘉禾公主关系不错，一直交不离梦，梦不离交。你们都出去吧。王妃娘娘，按皇族规矩，大婚第2天，新王妃应该进宫拜见太皇太后和太后娘娘，听太皇太后立规矩，然后再去拜见皇上。王妃，老奴说的话你听到没有？这是吴嬷嬷，也是摄政王府的管事嬷嬷。摄政王府换贬了10进的王府，听的是太后娘娘的命令。简单2句话皆是重点。摄政王府换贬额时，自然是先帝驾崩之后，姬玉仓被任命为摄政王之时，而太后派来的老嬷嬷忠心自然是对着太后的。我不喜欢那位太后，没兴趣去见她。你说什么？既然知道我是王妃，你应该先跪下给我请安，听本王妃立规矩。昨晚以下犯上的那几个都死了，吴嬷嬷想下去陪他们。王妃娘娘，这是仗着国公府的事，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老奴是摄政王府的管事嬷嬷，王府内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老奴管辖。王妃固然是主子，可主子初来乍到，也不是事事都能上手的。是秦是齐，怎？吴嬷嬷挑衅并威胁王妃，以下犯上，拖出去鞭笞30，让王府内院所有嬷嬷侍女都过来，当众执行惩罚，以儆效尤。我是奉太后之命而来，管理摄政王府内院杂事是我的责任，王妃无权惩罚我。拖出去！王妃，你敢打我，太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你。吴嬷嬷是王府的管事嬷嬷，所以一大早就来本王妃面前挑衅。本王妃一向不爱热闹，不爱找茬，但有人挑衅到我头上，我也不会心慈手软。打！哎呦！王妃，我是太后派来的人，你不能打我。哎呀，太后不会放过你的，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你。原本定的是30，但是吴嬷嬷不知悔改，今日打到她什么时候知错，什么时候结束。若不小心打死了，就拖出去喂狗。王妃，太后不会放过你的。王妃娘娘已经嫁入王府，以后就是摄政王府的当家主母。吴嬷嬷恶奴欺主，以下犯上，罪该万死。王爷有令，王妃在摄政王府的地位与王爷相当，所以不敬王妃就是不敬王爷。按规矩，轻则掌嘴打板子，重则杖毙。诸位还有谁活腻味了的，尽管以身试法。吴嬷嬷，你知错了吗？若你知错了，王妃会放过你。老奴是太后的人，你无权打我。继续，住手！这是谁？这是表姑娘，王爷的表妹。沈宁，吴嬷嬷是摄政王府的管事嬷嬷，你一上来就对她动手，合适吗？你在跟我兴师问罪？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这种行为不妥。妥不妥，我说了算。摄政王府难道是你在当家做主？我是摄政王的表妹顾嫣然，那又如何？跟我有什么关系？世奇，把不相干之人带出去。王妃，我在王府已经住了5年，表兄一直都是尊重我的。可惜我不是你表兄。吴嬷嬷既然不怕死，那就直接杖毙吧。打死之后拖出去处理了，别弄脏了王府这地儿。不，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王妃，表姑娘救救我！表姑娘救救我！
王妃，吴嬷嬷不仅仅是太后派来的人，更是王府内院的总管事。你若打死了他，不但太后那边无法交代，王府下人也会对你不满。还有表兄，王妃不担心表兄治你一个刻薄歹毒之罪。顾嫣然是摄政王的表妹，亲表妹。是，王爷的生母是顾太妃，表姑娘自小在顾太妃身边长大，跟太妃感情深厚，情同母女。但太妃娘娘在5年前故去了，临终前把表姑娘托付给了王爷，之后一直在王府嫣然居住。不过王爷对表姑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请王妃放心。午膳之后，摄政王回来了，一袭深蓝锦袍抵达景宁院，身姿挺拔瘦削，容颜俊美清贵，周身流露出让人望而生畏的压迫感。有没有什么话需要跟本王说？你想听什么？先说早上惩罚吴嬷嬷一事。吴嬷嬷自己承认她是太后的人，并一而再再而三冒犯摄政王妃，难道不该死？该死。不过她在摄政王府已有2年，王府里不少人是她的心腹，所以呢，杖毙吴嬷嬷一事应该很快就会传到太后耳朵里，你不担心？你这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竟任由太后身边的人在你王府里为所欲为。本王不常回王府，他管理的是内院，虽说监听本王动向，但王府重地他们去不了，放任又如何？以后还要继续放任？你若有兴趣，可以抽空清理一下王府里的眼线，不管是明面上处置还是暗中清理，都随你的意。顾嫣然呢？谁？顾嫣然。顾嫣然是谁？嫣然居那位。他若不招惹你，你不用理他；若招惹你，你自己看着办。怎么？还有什么问题？世琴说她是你母妃的侄女，情同母女。咦，你觉得本王应该尽快送她去陪母妃？你想说什么？是不是本王问什么你都会回答？力所能及之内，毕竟你现在是我的夫君，我能顺理成章离开郑国公府，都是基于你的帮忙。既然如此，本王想知道你对郊外发生的事情怎么看？你说的是郊外山贼，我会查清楚是怎么回事，该付出代价的人自会付出应有的代价。心中可有判断？有一点猜疑。说说看。那些贼人既然动手杀人，说明本性凶残，毫无人性可言，但他们偏偏放过了我。贼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劫色，只是制造了一个我被玷污的假象。你觉得背后有人指使？自然，他们让我没了清白名声，但贞洁保住了。贼人除了手沾几条人命之外，没得到额外的好处，所以他们的目的从始至终就只是为了让我名声受损。分析得很对。想让我身败名裂的人，则有2种可能：一是跟我有仇，或者我挡了他的利益。但倘若是这个原因，那他没必要让贼人刻意留我贞洁。第二个可能就是秦晏殊本人，他想贬妻为妾，但这种行为会遭到世人谩骂，且没有正当理由，郑国公府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嫡女从正妻变成妾室，所以他需要另想办法。所以你认定是他？9成可能。宁儿很聪明，本王很高兴。这是本王送给新婚妻子的见面礼，希望宁儿喜欢。多谢。夫妻之间不必言谢，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宁儿可以让世琴和世奇带你在王府里逛逛。华言、舒阁、教场无处不可去。午后无事可做，沈宁带着世琴和世奇在王府里逛了半日。西北角是王府教场，沈宁远远看着，眼底渐渐生出一股悲凉。曾经军营也是他的天下。长公主殿下，我想做的是权臣，不是驸马，你明白吗？我想要的从不是驸马之位。他们都说我是仰仗着你的军功，才有今日爵位和权力。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就是让他们看看，以后没有你这个长公主，我能不能在朝中平步青云？从此你就做个囚奴，乖乖待在内院，别再出去见人了。你手下的那些将军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你。王妃，您怎么了？没事，回景陵院吧。回去后却没想到，一早因为吴嬷嬷被杖毙而吓得病倒的顾嫣然，会再一次来到景陵院。表兄是雍国皇族亲王，位高权重的摄政王，身份尊贵，他的名声不容玷污。你名节有损，按理说配不上表兄，但是你已经嫁给了表兄，就该学着贤惠一些，宽容一些，进宫给太皇太后和太后娘娘请安，态度谦卑恭顺，这样才能做摄政王的贤内助。我都是为了你好，希望王妃能明白我的用心良苦。既然为了我好，顾姑娘不如把污我清白的那群山贼找出来，替我讨一个公道。这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既然知道是弱女子，就别管弱女子不该管的事情，别说弱女子不该说的话。顾嫣然，我跟你不同。有什么不同？难道因为王妃被山贼糟蹋过，所以就要把不满发泄到别人身上？盛京权贵众多，各方势力互相制衡。表兄虽贵为摄政王，但雍国不是表兄一个人说了算。再怎么显赫的门庭，都需要一个贤惠识大体的妻子做贤内助，才能荫庇子孙，而不是如王妃这般只知道得罪人，不停的给表兄树敌。这些话很有道理，但你为什么不去对你的表兄说？我说了，我不是你的表兄，你跟我说没用。你表兄不操心，我也不操心，你倒是操心的不少。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说是个表妹，就算是个亲妹，你也没资格智慧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像对待吴嬷嬷那样对你？你敢吗？虽然我一向不喜欢欺负弱女子，但若你想试试，我可以成全你。我连嘉禾公主都敢打，难道你觉得自己比公主还尊贵？出去！表兄昨晚没来锦林苑吧？他若真的喜欢你，怎么可能不来新房？虽然我不知道表兄娶你的目的是什么，但世间男人没有谁会不在意自己妻子的清白。他昨晚没来，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什么？本王跟王妃之间的事情，何时轮到你来智慧？表兄，你应该待在燕人居，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表兄，我只是想跟表嫂好好相处。身为表兄的妻子，表嫂应该温柔大度、贤惠端庄，而不是像个杀人狂魔一样，这样只会给王府带来灭顶之灾。你的意思是，堂堂一个摄政王府会毁在一个女子手里？我不是这个意思。表兄身居高位，本领强悍，满朝文武对表兄敬畏有加，可越是如此，王妃才越应该知书达理，给表兄争一个好名声，否则。本王自己挑选的妻子，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回你的燕人居待着去。表兄，姑母临终托孤，你答应她会好好照顾我。待忙过这段时间，本王会命人给你挑选一个合适的夫婿。我不要，表兄，我不要嫁人。回去。后天一早我会抽空陪你回门，这2天你可以看看书，若想出去逛逛，就让世琴和世奇陪你一起去。回门？这是该有的礼节，让他们都知道你这个摄政王妃不是徒有虚名。你先在王府适应一段时间，最近朝上事务繁忙，我晚间回来的晚，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衣服会有人过来给你量身定制，用银子就跟账房支取，在王府里没有你做不了的事情。你贵为摄政王，应该什么都不缺。的确不缺。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不了多少回报。你是本王的妻子，谈什么回报不回报？本王召了几个大臣在书房议事，你先睡，若议事结束的较早，本王可能会过来与你一同就寝。朝事为主，不来也行。好。南诏派人快马加鞭送来一份文书，表达了跟雍国联姻的想法，且他们指明想把公主嫁给摄政王。南诏现在是什么情况？前些年因为有那位长公主在，内乱平定，边关相对安稳，但长达10年征战，朝中可用武将死伤较多，几乎所剩无几。那位长公主出事之后，西周又开始卷土重来，南诏已经连续吃了4次败仗，丢了3座城池。南诏皇帝急切地想寻求强国帮助。南诏国力日渐衰弱，没有联姻的价值。谁说没有联姻的价值？南诏疆土若让西周全部得了去，西周就会成为大庸的邻国，20年后足以做强做大，到时便是大庸强敌。西周资源匮乏，就算吞下南诏，也会疲于治理，20年时间应该不足以强大到跟大庸为敌。若本王想要南诏的疆土，你觉得联姻划算吗？主上的意思是给他们回话，想联姻可以，本王要看到他们的诚意。南诏正统公主2位，朝中重臣10人，亲自来雍国商谈联姻事宜。是，王爷可知道秦家嫡子秦晏殊要跟曲平遥长公主成婚？皇上昨天召臣说话，问了关于长公主出阁的事宜，让臣早做准备。看来他们都看中了长公主手里那只神秘的金甲贝。颜征最近在家无事可做？没什么事可做，只在家里看看书，划一些鸟鱼花草。最近可以在家里办个赏花宴，王妃刚嫁过来，待在王府无聊，让她有机会出去走走。放出风声，就说本王早就心悦郑国公府嫡女，只是对方数次不从，便以强硬手段毁其清白，致使秦家退婚，最终一道圣旨将她娶入王府。王爷，此事万万不可。传言一出，对王爷的名声可是……本王的名声很好。郑国公府明显是皇上一党的人，就算王爷为王妃着想，王妃也是国公府的女儿，弄个把柄在身上，对王爷有弊无利，还望王爷三思。本王不是在跟你们商议，流言发酵个3-5日就会平静下来，最多2个月，一切就会真相大白。王爷的意思是，王妃此前的遭遇可以查到幕后主使，此事交由你去查。平遥长公主最近在干什么？待在府里跟她的男宠们喝酒作乐。沈宁在王府安静的待了2天，转眼到了回门这日。世人都说娶妻娶贤，本王却觉得一张倾城容颜更会让人心情愉悦。华上配美人，此话果然不假。3日回门，非去不可吗？沈家应该并不欢迎我回去。郑国公府那样对你，你不打算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在想什么？看你休息2日，气色好了许多。多练练武，出汗，晚间早点休息，早上早点起床，精神气会逐渐改善。
有件事，本王想跟你商量一下。若本王想娶个侧妃，你会同意吗？娶侧妃？男人3妻4妾是常事，何况王爷位高权重，我能阻拦得了吗？本王还是想征得你的同意，毕竟你是正妃，跟侧妃和睦相处，才能让本王无后顾之忧。你想娶谁？那位嫣然表妹？不是，最近南诏社稷不稳，边关战乱频频，他们的皇帝想寻求大雍的帮助，打算把公主嫁过来，跟雍国达成联姻。哪位公主？沈宁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自己反应不正常，定了定神。这位公主不知性情如何？性情如何还不得而知。不过南诏如今国势不喜，自从那位战神长公主崩了之后，周边国家开始不断挑衅，他们兵力不足，武将能力不行，已经打了几次败仗，所以就算性情刁蛮跋扈，来到雍国也得乖乖听话。既然如此，为奴为婢又何妨？这是你的想法。既然王爷说南诏局势不行，并且吃了几次败仗，急于寻求帮助，那至于雍国而言，他们就只是一个有求于人的战败国，武将不行，兵力不行。若雍国不出手帮助，他们成为亡国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既然如此，他们有什么资格提出联姻？好，那就为奴为婢。我只是如此一说。你是雍国摄政王，跟南诏的联姻应该由你来做主，你不必征求我的想法。你是本王的妻子，沈宁，本王自从娶你做王妃之后，你在摄政王府的地位跟我这个夫君相当，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不许把自己当成外人。我可能不会待在摄政王府一辈子。你无需待在摄政王府一辈子，因为本王也不会一辈子待在摄政王府。参见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千岁。还有王妃，参见摄政王妃，王妃万福金安。沈老夫人神色阴沉难看，今日却哑了火似的，一句话不敢多说，只独自生闷气。沈云林很快把摄政王和沈宁迎进前厅，让他们在主位前坐下，并吩咐下人奉上府里最好的茶。姬玉仓沉默地端着茶盏，眼眸轻啜一口香茗，没有说话。不大一会儿，沈石安和沈嫣匆匆而来，在厅里跪下见礼。参见摄政王，参见摄政王妃。姬玉仓面无表情地坐着，眼神冷硬疏离，不发一语。厅里气氛有些压抑，没有摄政王发话，沈石安和沈嫣只能一直跪着。郑国公坐在一旁，脸色难看，却不敢发怒。摄政王安，王妃安，今日回门是大事，我已经命人精心准备丰盛的。本王没打算在国公府用膳。听说你给王妃下药，打算迷晕她，让秦晏殊从秦家后门把她带走，你好替宁儿出嫁？臣女没有，臣女万万不敢，求摄政王明察。张嘴，本王最厌恶被人算计。大姐，妹妹没有算计大姐，真的，求大姐相信我，你给摄政王解释解释。大姐，需要本王重复第2遍？张嘴，还是拉出去打板子？大姐，我真的没有算计你，为什么你要这么说我？我是你的妹妹呀，大姐。聒噪，世袭，帮她。求摄政王饶过妹妹，妹妹柔弱善良，绝不可能对宁儿，不，绝不可能算计王妃。求摄政王明察，求摄政王饶了嫣儿。谁在开口求情？一起打！只不大一会儿，沈嫣连叫都叫不出来，脸颊肿高，嘴角破裂，一张脸看起来惨不忍睹。姬玉仓大抵是听够了，冷冷开口：世袭，沈宁既嫁给本王，以后就是本王的妻子，万人之上的摄政王妃，谁若敢对她不敬，就是对本王不敬。日后镇国公府之人，但凡见到王妃，必须大礼参拜，否则视为以下犯上。王妃不必过问本王，可自行罚一掌嘴、长跪、鞭笞等行走。世袭、世袭，你们听清了没有？属下明白。日后王妃若受了委屈，而你们无动于衷，本王会让你们生不如死。姬玉仓带着沈宁走了出去，沈老夫人还僵硬地坐在椅子上，感觉到自己的威严被践踏得彻底。燕儿，你疼不疼？来人，请大夫，快去请大夫。燕儿，别哭，以后有机会，大哥一定替你讨回公道。你担心沈家死得不够快是不是？以后再敢冲动行事，我对你不客气。沈嫣，你是不是算计过沈宁？父亲，我没有。父亲一定是沈宁故意在摄政王面前编排造谣。嫣儿如此善良，怎么可能算计他的姐姐？再说一遍，到底有没有？我只是，那就是有了。即日开始，你给我老实待在内宅绣花，别再出去半步，否则家法处置。沈嫣死死咬着唇，眼眶红得发紫，脸上的胀痛像是热油泼过，被当众掌握的屈辱和父亲的指责更像一根根针扎进心头，疼得他无法呼吸。我一定要讨回今日之公道，让沈宁生不如死。宁儿，father，摄政王和王妃在此，秦公子还不跪下行礼？宁儿。秦晏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直呼王妃名讳！你若想死，本王愿意成全你。”沈宁本是我的妻子，是摄政王以权谋私，夺人所爱。秦晏殊，你要脸吗？宁儿，我后悔了。宁儿，摄政王不是你的良人，你以前只喜欢我。世袭，再敢对王妃不敬，本王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摄政王位高权重，就能光明正大夺人妻子。沈宁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有婚约在身。婚约是秦家退的，贬妻为妾是你所为，现在还来倒打一耙。秦晏殊，你若是再纠缠我，我也会让你生不如死。宁儿，我不会放弃的。
公子去平遥长公主府。殿下喝酒吗？光天化日之下，长公主如此行为合适吗？秦晏殊，你算个什么东西？本宫的行为需要你来智慧。我们即将成亲，我会成为你的丈夫。丈夫，秦公子说会成为长公主的丈夫，你们觉得这好笑不好笑？长公主，这就是你公主府的规矩。本宫惯的，你若看不惯，大可以现在就滚出去。长公主，别忘了是你自己答应跟秦家结亲，也是你亲口承诺太后愿意让秦家公子做你的驸马。但秦晏殊，古有娥皇女英共侍一夫，今日本公主想让你们秦家兄弟二人共侍一妻，希望你们秦家同意。你说什么？本宫话说得很清楚，秦家大房兄弟二人一起嫁过来，兄弟共侍一妻，本宫就同意这桩婚事，否则免谈。长公主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都不过分，本公主这些男宠哪个不比你长得好看？难不成你以为我会为了你一个人而舍弃这么多小宝贝？站住！牵手指使山贼算计自己的未婚妻，这种龌龊下作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秦晏殊，你问问自己，你有哪一点配得上本宫的青睐？长公主在说什么？那些山贼生性凶残，跟我有什么关系？请你不要血口喷人。秦家庶子秦雨墨貌美贴心，3日之内把他送过来，另外再择个良辰吉日把我们的婚事办一办，否则本公主不介意把你的事情都捅出去。我就是想看秦家没落，太后倒台，皇上成为傀儡，看江山大权旁落，心里才畅快。母亲，我不想娶平遥长公主。你说什么？哥哥，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子不想娶平遥长公主，她根本不是一个贤妻，儿子跟她性情不合。晏殊，这桩婚事是太后的意思，那又如何？母亲可知道平遥长公主跟儿子提出了怎样荒谬的要求？什么要求？她想让秦家嫡子和庶子共侍一妻。真是胡说八道！平遥长公主她是魔怔了吧？兄弟二人共侍一妻，荒唐，简直荒唐透顶！我喜欢的是沈宁，我只喜欢她一个。若不是母亲阻拦，她应该是我的妻子，而不是被迫嫁给摄政王。晏殊，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这件事很难办，摄政王权势滔天，太后也是过于着急，所以才出此下策。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娶的问题，而是太后让你娶，你难道要违抗太后的意志吗？平遥长公主风流荒唐，公然在府里养男宠喝酒作乐，难道为了她手里那点并不确定有没有的金甲军，就要赔上儿子一生的幸福吗？晏殊，忍一时委屈，换百年风光。只要皇上坐稳皇位，如愿除掉摄政王，你想要那个沈宁。若到时你还喜欢沈宁，我愿意成全你们的婚事。一旦失去摄政王的庇护，沈宁还不任由你拿捏。容我考虑考虑。早知道大哥如此痴情，那日母亲就不该急着退婚的。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才是王道。痴情能当饭吃，那沈家嫡女就是个丧门星。别说正妻，就算是个妾，我都不会同意让她进门。左丞相之妹颜征明日在府里举办赏菊宴，邀请摄政王妃前去赴宴。左丞相跟摄政王是敌对关系，还是不是敌对？一国之相握的是实权。按理说，在朝中有摄政王的情况下，丞相大人应该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掣肘，会不遗余力地帮着皇上，或者被皇上所拉拢，那就意味着跟摄政王敌对。可左丞相既然不是摄政王的敌对一派，那显然他是摄政王一党的人。严姑娘给表姑娘也送了一份帖子，明日一早，表姑娘可能会跟王妃一起去。无妨，姬玉仓没回王府，王爷的行踪属下不敢过问。翌日一早，气候寒凉，顾嫣然盛装抵达锦衣院，看着一袭绯色束腰长裙的沈，眸色微暗。去严姑娘家里做客，王妃穿得这么惹眼，是不是不太好？本王妃还在新婚期，出门礼该穿红，让旁人也沾沾喜气。你可以穿得朴素一点，我不拦着你。我也想沾沾王妃的喜气。王府外准备了2辆马车，一辆奢华宽敞，车前2匹通体黝黑的千里良驹，气势威严；而相比之下，后面1辆马车着实寒酸，不但空间小，且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里，都只是一辆普通马车。王妃，我们都是从摄政王府出来的，理该让人看到姐妹情深，是不是？我跟王妃同乘一辆马车可好？不好，是秦是齐，你们上来伺候着。是。该死的沈宁，凭什么她可以嫁给表兄？凭什么她一点都不善解人意，也不温柔大度，表兄却对她如此特别？凭什么这些最顶尖的殊荣和待遇，只她一个人能享受？一个失去清白的女子，她根本配不上摄政王。沈宁，你还敢来？嘉禾公主敢来，我为何不敢？本王妃今日是来做客，不愿意与人起冲突，希望嘉禾公主安分一些，别自找难看。你给我等着，等公主早晚有一天要你好看。
请两位公主殿下出示请帖。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本公主是谁，还敢跟我要请帖？本公主不请自来，给严姑娘增光添彩。谁敢拦本公主的去路试试？你是摄政王府里的那个表姑娘？是，臣女顾嫣然，是摄政王的表妹。你倒是比沈宁识趣，住在摄政王府多久了？5年啦。这么说来，你岂不是早就成了摄政王的人？回禀公主，臣女还是清白之身。是吗？看你长得不错，虽比起沈宁逊色了一些，但不至于让男人坐怀不乱吧？公主殿下，你懂个屁！摄政王根本不是正常男子，外面传言他有断袖之癖，你莫不是忘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大姐，赏花宴就这么几株菊花，也值得特意邀请。襄府不比公主府宽阔奢华，没有名贵花草，也没有珍稀树木，所以臣女没敢厚颜邀请公主前来。放肆！你的意思是我跟嘉玉公主厚颜，不请自来是不是？你邀请摄政王妃，不邀请本公主，是看不起本公主吗？公主误会了，臣女没有这个意思。颜征只是个跟沈宁一般大的少女，今日赏花宴本就是听了兄长吩咐，刻意把摄政王妃邀请过来做客。因为尚不清楚王妃的脾性，他只邀请了摄政王府表姑娘和沈宁的妹妹沈嫣，连请芷兰都是沈嫣叫过来。你今天是特意来找茬的？沈宁，你放肆！你才放肆！本王妃是你的长辈，按规矩你当跟我下跪行礼，而不是在这里冲着我大呼小叫。你做梦！沈宁，你仗着摄政王有权有势，就在这里狐假虎威。本公主最看不得你这种人。嘉禾公主不也仗着皇家的身份，在这里仗势欺人？摄政王妃、嘉禾公主，还请两位息怒。今日是严姑娘举办的赏花宴，虽说寒酸了些，但严丞相为官廉洁，两袖清风，入仕时间尚短，寒酸一些也是正常。嘉禾公主想必能理解。严征，你兄长是不是摄政王的入幕之宾？嘉禾公主，请你慎言。谁不知道摄政王喜爱男色？朝中那几个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大臣，哪个跟摄政王没有一点说不得的关系？世琴，你立刻回摄政王府一趟，把你家王爷请过来，我要当面问问他，他到底是不是断袖。是。站住！沈宁，你是不是只会告状？我只说了几句话，你就要告诉摄政王你是故意？这不是告状，只是把摄政王叫过来求证一下。若摄政王真是个断袖，且左右丞相确实是他的入幕之宾，嘉禾公主便是无罪，否则涉嫌诬陷朝廷命官，只怕太后和皇上也救不了你。简简，嘉禾公主只是随口一说，并非有意诬陷。况且女子之间一点口角，何必惊动摄政王？摄政王日理万机，政务繁忙，姐姐应该懂事一些。即便无法给摄政王帮助，至少也别拖后腿才好。同样是镇国公府嫡女，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嘉禾公主若愿意给严征赔罪，我就不请摄政王；否则涉及到诬陷朝廷命官，还是要请摄政王过来一趟的。让本公主给他赔罪。沈宁，你真是异想天开。世琴，去请摄政王。站住！我赔礼还不行吗？对不起，本公主不该对你的花园冷嘲热讽，更不该口无遮拦诬陷左丞相的人品，还妄言姑娘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计较。今天我们就不该来。你不跟着他们一块走？大姐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是应了严姑娘的邀请而来，跟两位公主有什么关系？我还以为你什么时候成了嘉禾公主的奴才，没想到并不是。不过眼瞅着你方才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倒是很像宫里狐假虎威的刁奴。王妃和沈二姑娘是亲姐妹，说话没必要这么刻薄吧？二姑娘是你的妹妹，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不能因为做了摄政王妃就自认为高人一等，连亲情都不要了。人生在世，顾嫣然，你是不是很想嫁人？要不要我跟摄政王推荐几个世家公子？顾嫣然脸色一白，瞬间止住话头。严征有些艳羡地看着沈宁，很难相信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让这些不怀好意之人败下阵来。果然权力让人有底气。原本我还担心秦家退婚的行为让宁姐姐伤心欲绝，没想到宁姐姐反而因祸得福，嫁给位高权重的摄政王。我真心为宁姐姐感到高兴。伤心欲绝，秦晏殊配吗？抱歉，我不该再提起让宁姐姐不开心的事。秦家因为我遭遇山贼而选择退婚，此事不是你们的错，你不必觉得抱歉。只不过听说平遥长公主要求秦家兄弟共侍一妻，这件事倒是让人充满兴趣。哦，2个男子共侍一妻？王妃，这是谣言。我觉得不太像谣言，原想妻妾同娶，左拥右抱，未料到是兄弟同嫁，一大一小，则还真风水轮流转，转得让人舒坦。
对不住，我不是故意的。王妃，就算你对秦公子有怨气，也没必要如此羞辱秦姑娘。何况秦姑娘真心祝福你觅的好夫婿，你怎能如此冤将仇报？难道王妃对秦公子还念念不忘？表姑娘如此帮衬着秦公子，才是对秦公子念念不忘吧？摄政王若是知道你当着外人的面如此诋毁王妃，不知还会不会让你继续住在王府。话音落地，顾嫣然脸色煞白，瞬间僵在当场。沈宁偏头瞥了世奇一眼，有些意外于一直沉默寡言的世奇竟可以如此伶牙俐齿。看来本王妃人缘不太好，一场6个人的赏花宴，5个人都对我有敌意，7个人我也算一个。所有对王妃不敬之人，我以后不会再邀请了，免得让王妃不痛快。我家花园太小，以后我只邀请王妃1人前来，我们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此言一出，顾嫣然、沈嫣和秦芷兰瞬间坐如针毡，表情如出一辙的僵硬尴尬。大小姐，大小姐，宫里来了旨意。传旨公公得知摄政王妃在此，直接把旨意送来了相府，还说请摄政王妃出去接旨。今日赏花宴闹得不太愉快，改日邀请你去摄政王府玩，到时送你几盆兰花当做补偿。多谢王妃，我一定去做客，不过送花就不用了。王妃，太后若是为难你，无妨。宁儿，你这些日子过得好吗？摄政王有没有苛待你？秦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兄长不在家，我今天只邀请了女客，你怎能擅自踏进相府？抱歉，宁儿，我是为了你而来。让开！宁儿，此前摄政王曾下令，镇国公府所有人见了我都得行礼。秦公子的身份应该不比镇国公府之人高贵到哪去，所以此刻你应该跪着跟我说话。摄政王妃，皇上请您进宫一趟。是太后请还是皇上请？皇上。不过，请摄政王妃放心，皇上召见您不是为了问罪，而是有事让王妃代办。何事？摄政王毒发，这会儿应该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前几天摄政王当众让太后和皇上难堪，这个月的解药晚了1天。不过皇上深知解药可以晚个1-2天，但不能不给，否则摄政王有性命之忧，所以请摄政王妃进宫给王爷拿解药。沈宁盯着中年太监笑意伪善的脸，没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解药送到王府，也没问为什么一定要他亲自进宫去拿。我去拿。王妃是个聪明人。宁儿，我陪你一起去。若太后或者皇上为难你，我一定为你求情。宁儿，是我对不起你，我给你赔罪，只求宁儿看在以往10几年的情分上，别记恨我。记恨你？秦晏殊，你配吗？摄政王妃，秦公子是太后的侄子，原则上来说，身份贵重，不比王妃差在哪儿？哦，因为他身份尊贵，所以就配被我记恨。时间不早了，还请摄政王妃早些进宫为好。宁儿，就算你贵为太后侄子，也无权轻薄女子，更不该冒犯摄政王妃。若是寻常男子敢这么做，抄家灭族不在话下，凭什么你例外？秦晏殊，你不是想赔罪吗？既然如此，你就在此跪着，跪上1个时辰，本王妃就相信你的诚意。王妃是不是觉得嫁给了摄政王以后就可以无法无天，连太后都不用放在眼里了？是又如何？你一个太监奴才也敢对本王妃说教？若是不听话，本王妃就不去了，你自己回去交差吧。王妃娘娘，奴才错了，奴才不敢以下犯上，对王妃不敬，请王妃原谅大人有大量，别跟奴才一般见识。太后身子不适，命摄政王妃先跪后。跪后，魏嬷嬷不如进去问问太后，她跟摄政王谁说话分量重，谁的权力大？你不过是镇国公府嫡女，竟敢公然违抗太后的命令！我不但是镇国公府嫡女，还是摄政王的正妃。摄政王给了我君前不贵的权利，魏嬷嬷是公然违抗摄政王的命令。太后娘娘，请您进去。摄政王妃方才在外面不愿意跪后也就罢了，但此时面见太后，依礼你应该跪下拜见太后娘娘。摄政王说我不必跪任何人。若哀家非要你跪呢？沈宁抬头看向太后，眼神悠悠，一芒浮现，声音竟是柔和许多。太后不会的。你说对了，哀家确实不会。母后，你说什么？你是个公主，总这么一惊一乍，成何体统？
太后娘娘摄政王妃之前打过嘉禾公主，还强迫公主下跪认错，您都忘了？太后眉头微皱，面无表情地看向沈宁，脑子里忽然划过一阵尖锐的刺痛，她脸色微白，下意识地抬手抚，正要喊，却惊觉那阵刺痛转眼消失得了无痕迹，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刚才那阵刺痛只是她的错觉似的。摄政王妃，你知错吗？太后娘娘容禀，我跟摄政王大婚之日，嘉禾和嘉玉两位公主莽撞闯进新房，对我冷嘲热讽、谩骂羞辱。作为长辈，难道我不该教训他们？你算个什么东？该，确实应该教训。母后，您。传旨公公说，皇上请我进宫给摄政王拿解药。太后娘娘，我可否现在就去皇上那儿？不知道是不是他这声太后娘娘太过温柔，温柔的就像情人间的呢喃。太后对上沈宁那双仿佛能包容万物的眸，竟不由自主的点头。去吧。不行，母后，您到底怎么了？你不是说了要为儿臣讨个公道吗？沈宁就是个目无法纪的罪女，您应该下令把她抓起来，拖出去鞭打，杖责把她的指甲一片片拔下来。母后，嘉禾公主身为太后的女儿，皇族的公主，你应该端庄和善、温柔贤淑，处处维护皇族的尊严，而不是在太后面前毫无仪态的咆哮。沈宁，你到底对太后使了什么药法？皇宫之内由不得你装神弄鬼。来人，把她拿下。放肆！摄政王妃有事在身，让她走。那我先走了，太后好好歇着。母后，儿臣今天在相府还受了她的气，沈宁当众羞辱儿臣，儿臣脸面都丢尽了。摄政王妃，您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很奇怪？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奴才的意思是，王妃出进宫，太后没有留您说会儿话。不是皇上要见我吗？给摄政王的拿解药最重要，想说话以后多的是机会。王妃这边请。去见过了太后。见过了。太后没说什么，说了几句。机警握着书卷的手紧了紧，静静注视着沈宁不卑不亢的气，甚至带着几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不由皱眉。王妃没学过参拜君王的礼仪。皇上的意思是我需要下跪，按照皇族的规矩，皇上不是应该喊我一声皇婶吗？摄政王妃，就算摄政王是长辈，但君臣尊卑的关系不能乱。摄政王是臣。摄政王是臣，摄政王现在不是替皇上摄政吗？你的意思是，摄政王见了皇上也要跪？这虽说不用，但行了，不跪就不跪吧。多谢皇上，皇上让我进宫拿解药，我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想着摄政王已是我的夫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所以就来了，请皇上把解药给我，我现在就回去给他服下。镇国公府嫡长女沈宁，以前怎么没察觉到她竟是胆大包天的女子？遭遇一次山贼，被秦家退婚，嫁给摄政王，这3件事中，到底是哪件事致使她性子大变？想到她嫁给摄政王那晚，从新房里走出来时冷厉无情的眉眼，像是从地狱里刚走出来的死神，机警心头一凛，无端泛起杀意。这个女子不能留，只是她也不能死在宫里。周芳把解药拿给摄政王妃。多谢皇上，我先告退。王妃一点都不好奇，摄政王今日为何不亲自过来拿解药？是因为摄政王有事耽搁？朕怎么觉得你对皇叔一点都不了解？皇上说的对，我确实对摄政王不了解。我嫁给摄政王才半个月，总共见了没几次面，每次见面也只说几句话，着实谈不上了解。费劲娶回家，却至今不熟。皇上，我先告退。摄政王娶她到底是为了什么？沈宁这么胆大，到底是谁给她的底气？她是真不怕死，还是仗着摄政王的权力装腔作势，狐假虎威？方才摄政王妃去寿安宫，发生了什么事？太后没有刁难她。回皇上，奴才一直等在宫门外，不清楚太后跟摄政王妃说了什么，但隐约好像听到嘉禾公主大发脾气，怒问太后到底怎么了。皇上，我要见皇上。皇上，你不能放沈宁走，求皇上千万别放沈宁走，我要好好教训她。让她进来。皇上，沈宁那个贱人呢？皇姐，你是皇族公主，不是坊间泼妇。沈宁呢？回公主殿下，摄政王妃刚刚离开了，您找她干什么？那个贱人会妖法。怎么说？今天沈宁冒犯我，我跟母后告状，母后答应我要好好教训她的。可是把人带进寿安宫之后，母后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对沈宁说话那么温和，一点脾气都没了。机警闻言，神色危急。他方才还觉得奇怪，原以为沈宁去了寿安宫，太后怎么都会刁难他一番，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你觉得是怎么回事？沈宁进寿安宫之后，可曾喝茶吃东西？可曾靠近太后？这倒是没有。稍后朕去问问母后。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他进宫，难道就这么算了？不然还能怎么办？以后机会多的是，只是皇姐以后学聪明一点，别轻易挑衅。
陈谢听完，朝中右相见过王妃，听侍骑说王妃进了宫，臣担心王妃被太后刁难，就匆匆赶了过来。王爷身子不适，王妃着实不该一人进宫。传旨太监说摄政王毒素发作，需要解药。太后那边见过了，太后很和善，皇上也很温和。还有什么事？臣想看看王妃拿到的解药。你是大夫吗？不是。那你不用看。回到王府之后，这解药是真是假，你家王爷自己最清楚。如果我非要看呢？如果我偏不给你呢？王妃请留步。我来给姬玉仓送解药，让我进去。王妃进了宫。解药交由属下拿进去吧。不用，这个解药有问题，我需要亲自进去跟你们王爷说。解药有问题，请王妃稍等，属下去请示主子。此时的姬玉仓正站在窗前，侧颜看起来苍白，嘴角一丝嫣红，给苍白的脸色增添了几分毅力艳色。姬玉仓，你一直在吃皇上给你的解药？怎么？你一直吃的这个解药？吃了几次？2次。2次？你不是已经做了摄政王1年多？本王中的毒不致命，只是会让人肺腑剧痛如凌迟。不服解药的话，会疼上3天；若是服了解药，则会昏昏沉沉睡上3天。解药的成分，本王已经让人去研究了，但暂时还没完全弄明白。沈宁沉默片刻，这才明白姬玉仓已经发现了解药有问题。庸国战神从不是浪得虚名，哪怕他不通医术，该有的警觉心还是有。沈宁眸光争冲，心头不期然闪过一个想法：是不是所有皇帝都容不下本领强大之人？你若是相信我，我可以帮你。你学过医术？以前待在内宅，没事可做，会看看医书。这个解药里有使人成瘾的成分，只是剂量不大，不易被人察觉。若服用超过6次到8次，从此再也离不开这种药物的控制。看医书就能了解到药材成分，你这个天赋挺高。本王所中之毒2年之内不致命，但2年后若无解药，大概就是死路一条。不会，我可以给你做出解药。你对我这么好，我愿意为你做了点事。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得像是交易一样？你若是能做出解药，就去做吧。需要什么药材可以让人去买，需要用银子去账房支取就好。太后没有为难你，她为难不了。姬玉仓正要说什么，熟悉的绞痛再度席卷而来，他蓦地抓着床柱，白皙的手背上泛起一根根青筋。你还要疼多久？你先出去。还要疼多久？这才是第1天。你先出去。林峰，能不能在最快时间之内给我找一套大夫用的银针过来？能。林峰很快去而复返，不但拿来了一套银针，还拿来了一柄匕首和一坛子烈酒。这1年来，本王暗中找了不少精湛的大夫，对此剧毒皆束手无策。没想到你几根银针就解决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你身体里中的毒是持续性，吐出黑血只是吐出了这个月的毒素，下个月依旧会有。而且施针解毒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血次数多了会使元气亏损，减少寿命。至少应该比2年期嘛，直接毒发身亡，活得久吧。我会为你制作解药，让你活得更久一点。沈宁，如果本王只能活2年，我会在这2年内把手里可用的势力转移到你手上，以后即便本王死了，你也会有自保的能力。不用，我说的是，如果我以后会抽空教你兵法谋略，让你拥有上战场的能力，这样一来，你手握重兵，镇守在庸国边关，从此不必理会朝廷禁令，不用理会皇帝旨意，皇上还奈何你不得。大军镇守边关，军饷粮草还需要朝廷发放，不听皇上旨意，皇帝会心甘情愿发放军饷和粮草吗？当你拥有了足够的兵力和权力，钱不是问题，边关城池有税收，重兵威胁之下，皇上亦不敢克扣。你该知道，越是迂腐忠臣，才最会遭到奸人算计，反而是不遵守规矩的人，往往能得到更大的便利。沈宁沉默不语，他此时没来由的生出一种错觉，总觉得姬玉仓像是知道他来自何处，知道他曾经领过兵，甚至知道他善解毒，否则无法解释他对方才他施针的行为没有半分抗拒和质疑，无法解释他建议他领兵上战场的想法。庸国从未有过女子领兵，郑国公府嫡女再怎么桀骜不驯，也只是个年方15、16的少女，哪来领兵打仗的本事？凭什么他会觉得我可以掌握数十万兵马大权？你不会有事的，所以那些如果都不存在。主子，王妃她今日之内应该无碍了。王妃医术高超，能缓解本王毒发时的痛苦，此事暂时不许让任何人知道。是，本王暂时不便出去，外面你照应一下。王妃需要什么，你让王府管事安排，不许任何人怠慢了王妃。是。沈宁吩咐侍秦去账房取些银子，随即便回到景陵院稍作休息。到了景陵院，才发现院子跪了一个人。王妃，表姑娘从严家回来就跪在这里了，说是给王妃请罪。知道了，你去忙吧。王妃嫂嫂，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当着外人的面不给王妃嫂嫂面子，我应该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就算表嫂的言行略有不周，我也应该坚定不移地维护王妃嫂嫂。关门。
他若继续吵闹，就把他丢出去。该死的沈宁，我都给他跪下了，他还要怎么样？真当自己是太后娘娘了吗？你过来一下。表姑娘，你去摄政王跟前说一下，就说我不小心惹王妃生气了，正跪在王妃门前请罪，但是王妃不理我。奴婢不敢，奴婢万万不敢。奴婢去试试吧。多谢。杏儿，你不好好待在王妃院里打扫，这是干什么去？玉嬷嬷，表姑娘让我去见王爷，奴婢说身份低微，见不到王爷。可他王爷吩咐今天不许任何人打扰，你玩忽职守，偷懒耍滑，就在这里跪上1个时辰，哪儿都不许去。是，多谢玉嬷嬷。杏儿是谁管？玉嬷嬷，兰华姑娘。杏儿代忽职守，擅自离开，我罚她在外面跪上了1个时辰，先告知姑娘一声。杏儿一向乖巧勤快，今儿不知是怎么了，稍后我问问她。多谢玉嬷嬷。没事，这是厨房刚出炉的点心，我给王妃送过来点。午膳已经在准备着了，王妃先尝尝点心。点心让他们几个分了吧，我有些累，休息半个时辰。方才进宫对付太后，消耗了1点元气，给姬玉仓施针，又消耗了一些体力。配解药也是个耗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需要养足精神才行。姚姑娘若是惹了王妃生气，只管拿出诚意赔罪，不必玩其他手段。我不明白玉嬷嬷的意思。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我只是个奴才，对你们主子的事情无权管问。但表姑娘住在摄政王府5年，应该明白王爷对你没有任何男女之情，否则不会等到今天。顾嫣然脸色一点点白下去，羞愤和难堪齐齐涌上心头，让她再也维持不住温柔表情。王府以前没有女主子，姚姑娘尚且没有任何机会，如今有了王妃，姚姑娘觉得自己还能争个输赢，所以为难王妃根本毫无道理可言。王妃是摄政王府唯一的女主子，希望表姑娘明白这一点。以前摄政王对我无意，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若无沈宁嫁进来，我早晚会成为摄政王的正妃。姑母曾经答应过我的，我是她最亲近的亲人，我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沈宁横插一脚，他才是个外来者，我不会认命，我绝不会认命，我不会再跟他赔罪了。沈宁有什么资格让我低声下气？我住进王府时，沈宁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等着瞧，我一定会让沈宁做不成这个王妃。小睡半个时辰，沈宁起身洗漱后，世琴和世奇已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沈宁美美享用了一顿美食，随即拿着世琴从账房支来的银两，带着他们出去买药材。有些药难买，或者大夫推脱不愿意卖，沈宁就搬出摄政王的身份，以绝对的权力压制达到目的。买完药材已是傍晚，回王府的路上，无法避免的要经过上城街繁华街道。宁儿，我想跟你谈谈。你在丞相府跪满了1个时辰。没有，宁儿，我不想跟你两不相欠。王妃凭什么让大哥跪1个时辰？王妃既然已经嫁给了摄政王，就该老老实实待在王府相夫教子，而不是故意出来抛头露面，处处引我大哥注意。秦家人果然都擅长倒打一耙，这人人可走的长街，竟是你们秦府建造的。有你们秦家人在的地方，旁人都不能走。你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本王妃出来逛个街，都有人当街拦路，还以下犯上，冲着本王妃叫嚣。是秦怎？秦家嫡子屡次在本王妃面前不敬，直呼本王妃的名讳，该如何处置？若王爷在场，当下令杖打一顿。本王妃今天出门没带那么多人，你去扇他10个耳光，告诉他以后再敢不经允许就阻拦本王妃，直呼本王妃名讳，本王妃会拧断他另外一只手。你敢？是。王妃有令，以后再不经允许就擅自阻拦摄政王府的马车，直呼王妃名讳，别怪王妃废了你的另一只手。大哥，沈宁太过分了，竟当众羞辱于你，他根本不值得大哥如此。秦家真是一家子好教养，人家摄政王妃正常出门，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拦住人家，开口就直呼摄政王妃名讳，一来不顾男女之防，二来忘了尊卑有别，反而倒打一耙，诬赖旁人勾引，真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惹人笑话。你放肆！容我提醒你一句，今日若敢碰我一根毫毛，我会让你们全家登门请罪，跪着请。
秦芷兰神色微沉，虽不知眼前这人身份，可望着对方那副从容嘲讽的表情，她怀疑这个人只是在虚张声势，却还是不敢冒险。听说摄政王早就喜欢这位王妃，只是王妃以前有婚约在身，数次拒绝了摄政王的求娶，所以才发生了郊外遇到山贼一事。坊间三姑六婆消息最多，你们去打听打听，看最近关于沈宁的传闻是什么样的风向。老奴其实听了不少，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沈家嫡女在郊外遇到的山贼，其实就是摄政王派去的。摄政王对她倾心已久，可沈宁一直不喜欢摄政王，所以摄政王一怒之下就派人给了他一个教训。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老奴以为这样也好，沈姑娘失了清白，正好嫁给毁她清白的摄政王，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大公子也不用担心摄政王会嫌弃沈姑娘了。就没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摄政王生性残暴，做出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很多人都觉得合情合理。不，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这一点都不合情也不合理。沈宁是我的，沈宁一直都是我的人，怎么能嫁给摄政王？摄政王为什么会喜欢她？他凭什么喜欢沈宁？来人，备马车，我要去摄政王府。秦晏殊，你疯了！你在大街上多人也就罢了，眼下还想闹到摄政王府去，你是生怕摄政王不杀了你是不是？晏殊，你跟长公主大婚在即，别再想着其他不相干的人了。她已是摄政王妃，不是你能招惹的。母亲，我想去一趟摄政王府，不是为了见沈宁，只是想跟摄政王说几句话。不许去！若母亲不同意，我跟平遥长公主的婚事就此作罢。放肆！秦晏殊，你到底还有没有脑子？摄政王是你能惹得起的吗？我不是去惹他。眼下天色已晚，你明天再去。去过摄政王府之后，以后必须跟沈宁一刀两断。我想今晚去。你真是冥顽不灵！给大公子安排马车，护卫好好保护大公子。请通报摄政王一声，就说国舅府嫡子秦晏殊求见。摄政王有要事在身，今天不见客。你……秦晏殊正要说什么，忽然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声音不由一卡。那我见摄政王妃可以吗？秦公子，天色已晚，你登门求见王妃不合适吧？麻烦你去通报一声，若摄政王妃亲口说不愿意见，我即刻就走。那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请示。宁儿，我有话跟你说。请称呼我摄政王妃。宁儿。秦晏殊，你是不是又想被掌嘴？我最近心情一直不太好，谁惹我，我就想暴力发泄。如果你再直呼我的名字，你今晚将不再有开口说话的机会。王妃，有什么事？我想跟你澄清一下。尊卑之别，男女之防又忘了。我只是情不自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放完快滚。寝殿之内，姬玉仓副手站在窗前，看着庭院里的画面，听着沈宁冷言冷语，嘴角勾起一抹纵容的笑。虽说秦晏殊的到来让他十分不喜，不过秦晏殊在沈宁面前注定讨不了几分，还能让他的王妃有发泄暴力的机会，这也算是秦晏殊近来仅有的用处。我想跟你澄清一件事，近日坊间有传闻说你在郊外遇到山贼一事，是因为摄政王喜欢你，但求而不得，所以才派人杀了你身边的婢女护卫，而毁你清白的人正是摄政王。这个传闻你听过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如果你是因为这个传闻而对他死心塌地，我……你想说毁我清白的人不是摄政王，而是你？秦晏殊，你真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下作之事没有人知道？不过你既然找上门来了，我也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来人！秦晏殊一次次对本王妃不敬，直呼本王妃名讳不说，还在郊外设计毁我清白。你们把他拉过去，仗打30，打完之后送回秦家，就说是我下的令。沈宁说完就起身走出凉亭，不再理会被侍卫拖到一旁的秦晏殊。不是让你休息了吗？有好戏看，自然先看好戏。王府侍卫对你态度很恭敬，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练武时，他们被我的武功震慑住了。应该是因为你的天赋。怎么了？坊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传闻，是你让人散布出去的。为什么这么想？外面都说你残暴无情，杀人不眨眼，若无你的允许，谁敢无凭无据在外面造你的谣？
其实没必要，我从不在意名节这种东西，外面人怎么议论，怎么看待这桩婚事，都是外人的事情。越是在意旁人的言论，内心就会越痛苦。本王只是为了自己考虑，我不希望那些人用怜悯的眼神看我，说本王娶了个不清白的女子回来。若他们知道本王就是毁了你清白的那个人，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在一起，因为我毁了你的清白，你只能嫁给我。如此一来，那10几条人命也会被算在你的头上。所以他们只是议论，没有证据。秦晏殊今晚就是来澄清的，他说郊外山上的一切都是他做的，所以他应该得到30杖责。秦家在盛京传了几代，怎么？秦晏殊不像是百年世家里教养出来的贵公子。盛京没有世家，那些人给自己脸上贴金，叫着好听而已。庸国开国还不足100年，到当今皇上这一代才历任3代天子。当年的开国功臣被杀的杀，贬的贬，先祖皇帝3宫6院，所有有功之臣的女儿没一个诞下子嗣的，反倒是一些官衔低的顺利诞下皇子公主。我母妃当初就是一个小县令的女儿。那先皇即位之后，3宫6院也都是低级官员之女。不是，开国皇帝杀伐过重，但也需要大量选拔人才。秦国就是先祖30年考中的状元，顺利入仕，10几年做到吏部侍郎，又过10年，女儿进宫选秀，就一步步到了今。你以前毒发都是怎么熬的？就一个人待在屋里硬熬？没找到真正的解药之前，只能硬熬。你觉得你能找到解药吗？尽人事听天命，若天有亡我，没有不从的道理。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认命的人。若你遇到了事，会认命吗？不会，这世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认命，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放弃翻盘。过几天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万一以后我有个3长2短，有他们在，照样护你安然。我会帮你，我不需要你的人护我，但是如果我能解了你的毒，以后有事请你帮忙，还望你不要拒绝。就算你不救我的命，我也会对你有求必应。为什么？你是我的妻子，这辈子要共度一生的人。最亲密的人不意味着最可靠，这世间唯有利益是最长久的。沈宁，世上之人千千万，善于伪装的人很多，有些人自私薄情，有些人虚情寡义。你不能因为看错了一个人，就认为这世上所有人都是不可信的。若看错人的代价足够刻骨铭心，让人终生难忘，我已经没有余力再去相信其他人。相信一个人，不代表要完全依赖对方，也并非完全把自己的信任交托出去。世上的人确实有好有坏，但有些人伪装的像是世间最好的人，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知道他竟是个冷血无情的小人。就像秦晏殊，若没有郊外山上那次算计，我或许真的就依着婚约嫁给了他，可谁能保证他婚后不会露出真面目？罢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天色不早了，早些回去歇着吧。夜深人静，秦家大乱，秦晏殊重伤被送回秦家。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晏殊，母亲别担心，我一定是沈宁那个贱人惹的祸。我就说那个贱女人不是好东西，让你别去，你偏不听，结果呢，就换来了这一身伤。母亲，摄政王身份尊贵，你别再多言，当心祸从口出。你也知道祸从口出，当街拦住摄政王妃的马车，你怎么不知道祸从口出？当街直呼摄政王妃的名讳时，你怎么不知道祸从口出？现在知道祸从口出了，我看你真是被那个小贱人迷得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了。怎么回事？晏殊好好的为什么会受伤？前几天刚被人折断了手腕，今天又被人打了一顿，秦家到底还能不能消停了？你说你这个国舅爷当的还有什么意思？自己的儿子被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谁想羞辱一顿就羞辱一顿。你干脆辞了这个身份，带着全家老小告老还乡算了，省得留在这里被人如此欺负。到底是谁胆大包天，敢对我的儿子下这么重的手？我一定让他不得好死。那个胆大包天的人就是摄政王，你敢让他不得好死吗？我当然。你说什么？晏殊今晚去了摄政王府，回来就这样了。这么晚了，他去摄政王府干什么？还能是为什么？国舅爷，国舅夫人，要不还是请太医过来给秦公子诊治吧。大公子的伤势太重，老夫不敢轻易下手，而且有些贵重药材只有宫里才有。你先给他清理一下伤，我这就让人进宫。昨晚没睡好，怎么看出来的？眼下有些轻盈，因为何事睡不好？解毒一事有点复杂，我在考虑要不要冒险。冒险？你中的这个毒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没研究过。但解药里的成分我能分辨得出，也可以把新的解药研制出来，提取解药里有毒的成分，做出解药不难，难的是还缺一味药引。药引？你知道为什么你找那么多大夫，一直找不出真正能研制出解药的人吗？因为这需要用到蛊，且需要用到少女的血，必须是掺杂着香蛊气味的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大夫顾忌的东西多，根本不敢尝试。皇上给你的解药里，所有成分都是对
对，只是多了一味不该有的阿芙蓉，而少了一味药引，所以他只能做到缓解你的痛苦，却让你中毒越来越深，直至回天乏术，药石罔效。姬玉苍脸眸，容颜淡漠不惊，对这个结果好似早有预料。我昨晚纠结的点在于，要不要为你冒一次风险。你要拿自己做药引？不必，本王不会让你冒这个风险。当我跟你说这件事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做了决定，且是我昨晚深思熟虑一夜的决定，你没有干涉的余地。本王不会同意你这么做。你听不懂我说的话，我已经做了决定，你无权阻拦。沈宁，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我的妻子，夫为妻纲。本王说的话，你最好听从。若我不听又如何？方才我给你把了脉，你今日身子没什么大碍，想练武就练武，想劈折子就劈折子，不过最好还是以休息为主。对了，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旁人强迫我做什么，或者严令我不许做什么，这样只会适得其反，让我生出逆反心理。王妃，怎么了？秦夫人一早进宫跟太后告状，说摄政王对秦公子动用私刑，太后闹到了皇上面前，说要给秦家一个交代。皇上于是下旨，请王爷王妃进宫一趟。没想到秦夫人竟这么蠢。准备马车，本王和王妃一道进宫。巫蛊之术在皇族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你不必找借口阻止我，你也不用以为我是为了你，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强大的靠山。你不会失去靠山，本王死之前会让你拥有自保的能力，甚至可以让你成为别人的靠山，没有人敢对你如何。车厢里的气压缓缓弥漫，像是提前进入了凛冽寒冬，森冷刺骨。可惜沈宁对这股子寒气淡定受制，还能怡然自得地与他商议。若是如此，我更要救你一次，毕竟这么大的人情不好欠。你若强硬的阻止我，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想办法，到时能不能成功，会不会发生意外都不好说。你若同意这件事，就提前找几个医术精湛、值得信任的大夫过来协助我，我会告诉他们需要准备什么，让他们一起做我的助手，确保以后发生意外时可以及时补救，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本王拿锁链把你锁起来呢？此言一出，空气仿佛瞬间凝结，沈宁浑身血液逆流，尚未忘却的记忆像是突然开启了闸门，复苏之后疯狂席卷而来，让他眼前发黑。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被囚禁的日子。沈宁，对不起，沈宁，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指甲该修了，不然不知什么时候又会伤了自己。姬玉苍垂眸注视着他的头，无比后悔方才所言，眼底有着几分自责。抱歉，我不会那么做的，只是……抱歉什么？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没资格强求你什么，你也不能要求我不做什么。姬玉苍，我嫁给你是圣旨赐婚，在我没有能力抗旨且局势对我有利的前提下，我遵旨而行。但我不想欠你太多人情，又想以后借着你的势力给自己行个方便，所以救你是一个划算的计划。我深思熟虑过了，所以你不用阻止，也阻止不了。当然，你若真想用锁链把我锁起来，以我一人之力，自然是没办法反抗的。你可以试试。不会。不会什么？不会把你锁起来，我只是觉得还可以寻找别的办法，不一定非得冒险。就算我现在做了决定，从开始下蛊到取心头血入药，至少也要2个月，这意味着你还要承受2个月的剧毒折磨。倘若继续拖延下去，你能保证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解毒之法？若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药，你打算就这么赴死？本王早在知道中毒的那天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姬玉苍，你是不是喜欢我？为什么这么问？我身上没什么特别之处，比起那些寻常世家女子，就是脾气坏了一些，性子硬了一些，做事不择手段，愿意为了练武而吃苦。这些特质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桀骜不驯的，寻常男人容不下，就算容得下，也没什么值得欣赏的地方。谁说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是你太过妄自菲薄。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自知之明。脾气坏，性子冷，嘉禾公主他们可以做到，吃苦练武，那些武将可以做到，做事不择手段，奸臣邪佞也可以做到。你不必觉得我有多特别。如果我就觉得你特别呢？那只能证明你确实喜欢我，喜欢我到了盲目的地步。既然如此，你更没有理由阻止我，不是吗？难道喜欢一个人，不想跟他白头偕老？我没想过这些。以前没想过，现在可以想想。你愿意跟我白头偕老？我只是在说一种可能，你活着才有这种可能。姬玉苍薄唇轻抿，突然间很想得到一个答案。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白头偕老。如果你不利用我，不算计我，不谋害我，并且保证你能活到那一天，我应该没别的选择。让本王考虑2天。皇上，求皇上一定要给晏殊做主啊！晏殊从小到大都是秦家的宝贝疙瘩，臣妇从来舍不得碰他一根手指头。可是摄政王真是无法无天，晏殊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温润有礼，进退有度，从不会做任何逾越分寸之事，怎么就让摄政王如此容不下？皇上，太后娘娘，摄政王来了。摄政王。
摄政王，听说昨晚你让人杖责了晏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后误会了，下令杖责秦晏殊是我的意思。摄政王昨日服疗解药，一直在寝殿内休息。你摄政王妃，你好大的胆子！太后为何不问问秦晏殊做了什么？不管他做了什么，你都无权动用私刑。别以为你嫁给摄政王就可以无法无天，刑不上大夫。何况晏殊是国舅府嫡子，可惜秦晏殊不是大夫，何况他犯下的是足以抄家灭族的大罪，区区30杖责也值得秦夫人特意进宫告状。你说什么？沈宁，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秦晏殊昨晚登门摄政王府，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郊外山贼一事是他所为，他毁我名节，杀我国公府10几个人，这笔账不知该怎么算。你说什么？沈宁，这是血口喷人，晏殊他不可能。秦晏殊亲口承认此事是他所为。秦夫人来告状之前，没有先问问自己的儿子做了什么缺德事。你胡说八道，晏殊堂堂正正，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他这么喜欢你，非你不娶，陷害你，对他有什么好处？秦夫人，总之这件事不能听信摄政王妃一面之词。秦晏殊这么做自然是有好处的，比如他想娶平遥长公主，不过就算是他亲口承认，你们也不会认下这个罪名。所以放心，我会继续寻找证据，到时还望国舅府能承受摄政王府的怒火。摄政王妃，请注意你的身。听说皇上明年就要亲政，一国之君治国要严谨，做事要公正，要明辨是非。若连是非中间都无法分辨，只怕是做不好皇帝的。放肆！摄政王妃，你竟敢指责皇上是个昏君，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周芳，去把御林军统领叫过来。周芳一礼，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皇上，随即低头领命。皇叔因何事传御林军统领？王妃嫁给本王之前，曾在焦山遇到贼袭，此事给王妃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朕亦有耳闻，本王此前担心王妃受到刺激，所以一直不曾提及。原本以为国公府的人会派人去查，但是他们并没有。今天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让御林军去查一查此事。秦夫人一怔，机警攥着书卷的手微微一紧。若想查清真相，用摄政王府的私兵岂不是更好？为什么要让御林军去查？御林军统领陆延是先皇留给机警的高手，只忠于机警一人，武功高强，性子桀骜，是个不太好对付的人。摄政王是打算借着这个机会除掉陆延。摄政王，晏殊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哀家以为不是摄政王妃听错，就是晏殊情急之下胡言乱语。他是皇亲贵胄，打小受到极好的教养，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下作之事？是不是他所为？让御林军查一查便知。皇亲贵胄只是表面高贵，私底下都做了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卑职陆延参见皇上，参见摄政王，参见太后娘娘。陆延，本王的王妃在焦山遇袭一事，今日开始交给你去查，给你3天时间。若查不出一个确切的结果，你这个御林军统领就别当了。皇叔，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该被抹去的线索只怕早已被抹去。陆统领就算尽力而为，也不一定。可以从秦晏殊身上着手，他亲口承认是他主导的这一切，本王不会阻拦你用任何手段，只要问出结果就行。摄政王，晏殊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呀。臣父承认他对王妃余情未了，可他只是太重情重义，他万万不可能做出陷害王妃的事情。求摄政王明察，求皇上明察。陆延，本王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3天之内给我结果，否则后果自负。摄政王明显是冲着秦晏殊去的，如果此事真是秦晏殊所为，查出来就是置国舅府于死地。摄政王不会放过国舅府，查不出来则是办事不力。摄政王不会放过我，甚至极有可能撤了我御林军统领一职，换成他自己手下的人。皇上只怕也会陷入两难境地，保秦家还是保我这个统领？陆延，还愣着干什么？皇叔说的话你没听到？是，卑职这就去查。王妃方才说的对，所谓一国之君，若不能明辨是非，分不清中间善恶，本王会认为皇上没有资格亲政。亲政之期，或许可以朝后再延一延。皇叔请留步，朕有些重要之事想跟皇叔谈一谈。本王去御书房等皇上。皇上，你身为一国之君，就任由摄政王夫妇如此践踏你的尊严，不然母后觉得该怎么办？秦家原本应该是朕的后盾，朕以为他们可以成为依靠，可最近朕才发现秦家只会拖后腿，只会不断的给朕惹麻烦。不如母后告诉朕，朕应该怎么办？皇上，就母回去吧。秦晏殊若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后跟摄政王府再发生任何冲突，都请你们国舅府自行解决，别再进宫打扰朕的清静。
太后，晏殊在沈宁手里遭了这么多罪，难道就这么算了？晏殊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宁已经嫁给了摄政王，他还去招惹他干什么？他心里还是放不下沈宁。沈宁已经是摄政王妃了，他放不下也得放下，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哀家也救不了他。周方传平遥长公主进宫。是。皇叔，这是朕写的字，皇叔觉得怎么样？字很漂亮，但心里还不够强大，沉不住气，藏不住心思。朕年纪还小，再过几年应该可以跟皇叔一较高下吧。寻常人家年纪小可以是个理由，帝王之家无能就是无能，自坐上皇位那天开始，你就失去了任何借口。无能之人只有一个下场。朕跟皇叔都是皇族子嗣，是有血缘关系的叔侄，若皇叔愿意，我们甚至可以亲如父子。若不是每月需要一颗解药，本王大概真信了你的话。那是父皇所为，跟朕无关。朕心里是敬服皇叔的，朕想跟皇叔和平相处，像寻常的叔侄或者父子一样。若是朕做的不好，皇叔可以像父皇在世时一样打朕教训朕，朕会觉得皇叔是为了朕好，而不是如眼下这般如仇敌。本王尚且年轻，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儿子。若皇叔真心喜欢摄政王妃，朕以后会恩待于他，可皇叔不该跟太后撕破脸。皇上是否愿意恩待于他，对他没什么影响。本王的妻子自然由本王来保护，没有人可以欺负她。区区一个女流罢了，值得皇叔如此维护。皇上是不是没别的事了？朕只是希望皇叔不要跟朕作对，朕并不想跟皇叔为敌。如果皇上能展现出一国之君的气度和担当，而不是纵容太后撒泼，肆意败坏皇族颜面，本王会考虑跟皇上和平相处。毕竟刚才皇上说了，我们是叔侄，本就没有敌对的理由。父皇没有驾崩之前，母后在后宫顺风顺水惯了，嫔妃们对她言听计从。如今突然出现一个不听她话的人，母后可能一时无法接受，朕会好好劝劝她。南诏送来的文书朕看过了，皇叔是如何打算的？南诏如今局势不太好，他们没有跟雍国谈判的资格，到时该如何？等他们来了再说。皇上既然想当一个明君，就该明白内斗只会损伤国力，给外敌入侵的机会。朕明白，把心思多用在政务上，而不是忌惮本王。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本王若真想对付你，这个皇位轮得到你做？秦晏殊需要为他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皇上想要独立掌权，治理好雍国江山，首先要做到公正严明，而不是明目张胆的包庇。否则，就算本王放权给你，满朝文武对你也不会服气。多谢皇叔提点，侄儿明。本宫比你长5岁，你嫌弃本宫吗？我不敢嫌弃公主。不敢还是不会？不敢也不会。秦雨墨抬起眸子，端向着长公主的脸。长公主身份高贵，有权有钱有貌，我只有一个庶子身份，有什么资格嫌弃长公主？那如果本宫把你捧成人上人，你会背叛本宫吗？我不想做人上人。为何？人上人有人上人的代价，并且真到了一定的高位，可能会滋生出更大的野心，更多的野望，人性经不起考验。你真不像是18岁的少年。18岁已经不是少年了。在我这里就是，毕竟5岁的差距可不小。长公主殿下，皇上请您进宫一趟。乖乖在家等我，不许乱跑。秦雨墨送她到殿外，站在殿阶上，望着平遥长公主在一干侍女和护卫簇拥下离开，嘴角掠过一抹轻潮。这世上的人生来命运不同，有些人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一辈子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做金尊玉贵的人上人。有人在泥潭里挣扎半生，也不得片刻安生，连基本的温饱愿望都难以实现。有人一句话可以轻易决定他人生死，有人匍匐在尘埃里苟延残喘，过了今日还不知有没有明日。人上人，今日高兴捧我做人上人，来日一个翻脸就能把我踩进泥里。既然如此，想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做什么？前面是摄政王府的马车，长公主殿下，我们要让马。皇叔不是一向骑马吗？什么时候也爱上了坐马车？替本宫给皇叔问个安，问问他老人家是否身体抱恙，若是抱恙，我就给他让了这个路。长公主殿下问摄政王安。安。回长公主殿下，摄政王说安。那你再去问问皇叔是否愿意给我让道。长公主，那是摄政王。平遥长公主想到皇上召自己入宫的目，再想着这会儿摄政王刚从宫里出来，心头微动，不由皱眉。算了，本宫不想进宫了，调转方向，打道回府。长公主殿下，皇上还在宫里等着您呢。你去回皇上的话，就说本公主在半道遇上摄政王，心情不好，不想进宫了。这位长公主也是个妙人。宫外的消息很快传到宫里，机警听闻传旨太监禀报，好半晌没说话。摄政王什么都没说，长公主自己就回去了。是奴才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长公主只是让侍卫替她问了安，摄政王回了个安字，多一个字都没有。长公主想了想，不知怎么的就回去了。机警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上，眼睑微垂，侧眼掩在暗光里，眸光明烈起伏，辨不清喜怒情绪。殿里仿佛有股冷森森的气流不断涌动。下去吧。黑灵卫，
摄政王昨日服了解药，属下不知，暗线只说摄政王妃拿着解药去了摄政王府主院，摄政王每次毒发都是在那里。但什么？摄政王妃跟侍卫要了一套银针。银针的作用是什么？验毒还是解毒？属下不太清楚。摄政王妃昨日还去买了各种药材，有30多种。他想研制解药吗？真是自作聪明。这点确实可疑。摄政王妃以前从未听说过精通医术，但属下昨日去查了查，虽说他买的药材种类繁多，但其中17种都是解药里的配方。他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分辨出解药的成分来，属下觉得不太寻常。他买了30几种药材，碰巧蒙对了一些，也不算什么。何况就算他配齐了所有药材，也制作不出解药。与其让他相信沈宁善医术，他宁可相信是摄政王暗中找了大夫，分辨出解药里的成分，故意让沈宁出去买药，以混淆他们的判断。周芳，奴才在。即刻拟旨，封镇国公府次女沈嫣为惠妃，挑选宫中2名教养嬷嬷去国公府教导半个月规矩，下个月初2接进宫。是，奴才这就去办。封妃圣旨传到国公府，压抑低迷大半个月的国公府瞬间热闹起来。皇上封我为妃。是，恭喜沈二姑娘。多谢公公。不敢，奴才告退。大哥，你听到了吧？我被封妃了，我是皇上的妃子了。沈宁以后见着我也得下跪磕头。嫣儿，慎言，进宫的妃子哪能如你这般莽莽撞撞，喜怒形于言表。女儿只是太高兴了，母亲，我成了妃子，国公府就是皇上的岳丈家。胡说些什么？皇后娘娘的父亲才是皇上的岳丈，你只是个妃子，不许胡言乱语。母亲不用紧张，方才那位公公不是说了吗？宫中会有嬷嬷专程过来教妹妹规矩。国公府即便不是国丈府，以后也是真正的皇亲国戚。若妹妹在宫中得宠，以我们家的家世，封为皇后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乱说。这道封妃圣旨，我总觉得有点草率。皇上明显是想让国公府心无旁骛地站在他身后，利用我们跟摄政王抗衡。可是国公府纵然风光显赫，在摄政王面前也不够看的。母亲，您怎么这么悲观？皇上是天子，是这天下的主宰，摄政王只是代为掌管朝政，何况他还中了毒，谁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嫣儿，不管怎么说，圣旨已下，等你父亲回来再说吧。摄政王能活到什么时候，那是以后的事情。至少眼下他大权在握，皇上也不得不听他的。这桩赐婚能不能成还两说呢？本王来得巧，正好跟你一起用晚膳。我今晚宿在你房里。新婚夜都没过来，今晚来干什么？本王新婚夜没来，也没见你委屈工作，今晚怎么翻起旧账来了？这不是旧账，眼下这个时候，我们不太适合有过于亲密的举止。为什么？你心里清楚，一来我今天已经说得很明白，若要给你研制解药，就必须保证自己是个处子之身；二来你若不能保证自己活得长久，就不该让我在这个时候有生孩子的风险。所以本王成亲跟没成亲一样。所以你要休妻吗？暂时没这个想法，你嫁给本王，这辈子都是本王的妻子，除非我死，否则你不会有离开的机会。所以你还是想跟我白头偕老？你若是想这么说，也无不可。姬玉苍，我们是夫妻，虽暂时来说，我还没把你当成生命里最亲密的人，不敢给你任何承诺，但我们是盟友，我希望你活着。你生命里最亲密的人是谁？没有。如果我用你的药引，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你生命里最亲密的人？毕竟我的骨血里可能流着你的血。怎么？听着像是我生了你一样啊！皇上封妃的事情不需要经过你同意，选秀封妃是后宫之事，太后做主就行，我没兴趣管问她的后宫。如果他把朝中重臣之女全选入宫呢？他不敢，他会顾及他帝王的面子，斟酌着有些女子是他不能碰的。比如严丞相的妹妹严征，左右丞相年纪都很轻，他们在朝堂上的晋升速度是不是太快？他们二人不是可考入仕，而是国子监祭酒，举荐入朝，才华出众，能力卓绝。他们从小就跟在本王身边做了伴读，学识皆是来自少父的教导，比一般人学得更好。长大之后，曾随本王去过战场，历练了一段时间，算是本王家臣。年轻臣虽年轻，但做事狠辣，有心计，有手腕，最擅长一击致命。朝中曾有反对他的人，已经被碾成了灰。谢霆兰擅长对外邦交，各国情报掌握的精准，除了礼部之外，无需跟其他大臣直面打交道，有些不太近人情。吃完饭之后，我就去配置解药。这2天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要让人过来打扰我。沈宁，真是中了魔了。平遥长公主到。大哥，您醒醒，平遥长公主来了，你别再胡言乱语了。大哥，臣女参见长公主。年里秦晏殊怎么样了？还在昏睡之中。
晏殊伤得有些重，他伤得重跟我有关系。深更半夜去摄政王府见他的心上人，被摄政王杖责也是自找的。秦夫人不必与我说这些，平白添堵。晏殊之前跟沈宁有婚约在身，此次去摄政王府也不过是为了跟过去告别，还望长公主莫要误会才好。旧情未了就是旧情未了，有什么可误会的？不过纵然本宫能忍受准驸马心里想着别人，摄政王只怕忍受不了自己的妻子被人惦记。不，宁儿是我的，她不是摄政王的妻子，她不是摄政王的妻子。大哥，大哥，芷兰，秦晏殊，你对摄政王妃如此念念不忘，当时安排那些山贼对她下手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长公主殿下，你误会了，这件事根本不是晏殊所为。我午时还让人出去打听了一下，他们都说是摄政王想娶沈宁而不得，才故意制造出那桩意外，根本不是晏殊所为。不是，外面传言都是假的。母亲，罪魁祸首不是摄政王。晏殊，你被打糊涂了是不是？外面都说是摄政王做的，何况沈宁也已经嫁给了摄政王，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多什么嘴？秦雨墨，殿下，本宫觉得你比秦晏殊长得好看，还比他识趣，不如你来做本宫的驸马如何？贱人，不知廉耻的东西，现在就滚去祠堂跪着。秦夫人，你放肆！本宫的人你也敢动？长公主殿下，秦家是国舅府皇亲国戚，亲贵门庭，就算长公主身份尊贵，也不能如此折辱我们。是吗？既然如此，本宫不折辱你。本宫跟秦晏殊的婚约就此取消。10月16，本宫和秦雨墨举办大婚，迎娶她成为本宫的驸马。不可能，秦雨墨这个贱种根本没资格做驸马。太后赐婚事，本宫的婚事轮不到任何人做主。至于你这个国舅府，呵，大概只有你们秦家人把自己当回事，捧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沾沾自喜，高高在上，却忘了宫里那位皇上都得看人脸色。你们秦家算个屁！本宫不想再带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回府吧。秦雨墨，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勾引长公主，抢你大哥的驸马之位，你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聒噪！秦夫人对本宫和驸马不敬，阿纪掌嘴10下，让他尝尝记性。从今天开始，秦雨墨就是本宫的驸马，谁要是再对他出言不逊，本宫定不轻饶。见过皇叔。秦家庶子秦雨墨参见摄政王。何事？下月16，我跟秦雨墨大婚，请皇叔皇婶去给我们主个婚。本王记得跟你有婚约的是秦家嫡子秦晏殊。本宫不喜欢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男子。臣记得没错的话，长公主所用的2个成语皆是用来形容女子的。本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能听得懂意思就成。是，臣多言。再者，太后只是想让我跟秦晏殊成婚，并无赐婚圣旨。虽然就算有赐婚圣旨，我也不一定会听她的，但没有圣旨更好，我连听都不用听。那你为什么想娶秦家庶子？想娶就娶，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皇叔去给我主个婚，我送件礼物给小皇婶。什么？父皇御赐的那条打龙鞭，我留在手里也没什么用，给皇婶说不定能派上用场。沈宁在景明院辟出了一间药房，并让林峰去郊外寻了几种毒物，忙活了一上午。沈宁出去休息时，看见了坐在花园里的颜真。颜姑娘什么时候来的？王妃，我是跟大哥一起来的，他在前院书房跟摄政王议事。我正打算送帖子给你，邀你明天过来喝个茶。不用，王妃若是想见我，派人去传一声就行，不用发帖子。大哥都是随传随到，我也是。那天在你府里赏花，最后弄得不太愉快，一直想跟你赔个不是。那件事又不是王妃的错，我一直担心王妃进宫之后会被太后刁难，没想到王妃全身而退了。以后你若是想来，可以随时过来，稍后让他们跟门人说一声，以后颜姑娘来王府不必阻拦。是。王妃平日里有什么喜好？没什么特别的喜好，平时练武，强身健体。那个，我觉得王妃还是要注意一下沈嫣，虽然她是你的妹妹，但她对王妃看起来不怀好意。我知道那天王妃进宫之后，秦公子看起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沈二姑娘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说王妃不值得他如此，秦公子值得更好的。虽然我也觉得秦公子配不上王妃，但沈二姑娘说这些话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再加上前天封妃圣旨到了国公府，我担心她以后利用宫妃身份打压王妃。两人聊的时间不长，前院嬷嬷来传达消息说平遥长公主登门，王爷请王妃过去一趟。平遥长公主来干什么？老奴不知。见过王妃。见过皇婶。不必多礼，长公主是贵客，正好午膳时间要到了，可要留下来用膳。
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何处不一样？以前是个大家闺秀，适合做当家主母，如今看着倒是跟本宫有点像。跟长公主很像。长公主的意思是觉得我不适合做摄政王妃，而是应该做一个长公主。除非皇叔认你做义女或者义妹，否则公主你是做不成了。不过既然皇叔如此看重你，不如让你做个摄政王妃。我本来就是摄政王妃。你该明白我的意思，现在的摄政王妃是摄政王的王妃，我说的摄政王妃是可以摄政的王妃，两者叫起来一样，但实权不同。长公主，这不太合适吧？合不合适，不妨问问皇叔。本王确有此意，不过朝中暂时还没有女子掌权，所以需要开个先例。本王给你主婚，你替本王掌管兵部一职。让我入朝，兵部尚书年纪还不大，这时候告老还乡是不是有点早了？没让你挂实职，带着先皇御赐给你的玉衫，你可以在兵部挂个须知，每天去兵部报道，了解一下兵部官员们每天的工作流程，挂须知掌实权。我一去，只怕朝中要大乱了，那些朝臣怕是恨不得把我撕碎了吞下去。你这么好欺负？当然不会，可是我为什么要放着好好的富贵生活不想，跑去朝中搅浑水？就算真掌了实权，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哪有我天天待在公主府享受人生来的畅快？太后一直想垂帘听政，若本王2年后出了意外，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他掌朝政大权？2年之后，皇上年纪已可以亲政，就算皇叔发生意外，也轮不到太后垂帘听政。皇上是太后的亲儿子，不管权力在谁的手里，他们羽翼渐丰之后，皇位会越来越稳固，不出5年就可以完全统治英国。那又如何？就算他们坐稳了皇位，也不敢动我。你想让太后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寿终正寝？行，我答应，但是皇叔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去兵部？兵部在战时要负责边关将士们的军饷和粮草运送，虽然由户部批钱，但兵部官员从中捞油水的也不少。当然，捞油水还不算太严重，若有小人算计，这粮草做手脚，关乎的是边关将士数万甚至是数十万人的身家性命，疏忽不得。摄政王是想有个信得过的人监督着，以防有人生出歹心。行吧，此事就这么定了下。平遥长公主没再继续逗留，很快起身离去。明年小皇帝亲政，主上的毒暂时还没找到办法，就算打压了太后和秦家又能怎么样？我已经找到了研制解药的办法，最多在2个月，他的毒就可以解，不必受制于皇上。不可能，王妃说的是真的。前几天王爷毒发，就是王妃用银针给王爷暂时解了毒。主上，王妃说的是真的，真的能解。皇上近日龙体欠安，朝政大事别让他操心了。秦国舅如今掌管着户部，找个机会弹劾一番，本王要秦家万劫不复。郊外那群山贼抓了几个？主上要亲自审问吗？送往刑部，命狱卒严刑拷问，不许有一个漏网之鱼。他们若招不出幕后主使，就每天12-10扇，不见得凶。沈夫人说，明日一早会带着沈二姑娘过来拜见王妃。沈家派来的侍女还说，王妃跟他们都是亲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以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都是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迫不得已才对王妃严苛了一些，还望王妃大度，能体谅他们的用心良苦。去跟门人说一声，我身体不适，明天不见客。接下来数日，沈宁专心研制解药，早上喝了补汤之后出去锻炼身体，午后一头扎进药房，对府外的事情一律不感兴趣。转眼到了9月底，离沈嫣进宫为妃只剩下3天。郑国公府派人来传话，说沈夫人想念您，请您回家小聚。今日邀你回家，乃是祖母授意，一是为了给你赔礼致歉，二是想念于你，想跟你好好说说话。祖母年纪毕竟大了，以前苛刻一些，也是为了家族名声考虑。宁儿，你能不能原谅我们？不管是摄政王还是皇上，都是天皇贵胄。宁儿，沈家跟皇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沈家跟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跟摄政王还是跟皇上？皇上愿意跟你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宁儿，让我回来看看可以，吃个饭喝个茶都没问题，但是其他的就别想了。先去见过你祖母吧。大姐，都是一家人，不必拘礼。宁儿坐吧。再过2日便是你妹妹入宫为妃的日子。虽说你们姐妹2人以后辈分不同，但嫁入皇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盼着你们2人姐妹情深，以后和睦相处，共振沈家门庭才好。女儿家失去清白这件事，在高门大户都是足以致命的。我那日态度是不太好，却也是从家族名声考虑。你如今已经嫁给摄政王，算是皇亲贵胄，以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注意维护皇族的尊严，也要维护国公府的尊严。沈宁垂眸盯着茶盏，不发一语。老夫人脸色阴了下去。沈宁，
既然祖母口口声声说要维护皇族尊严，维护沈家名声，怎么自己却一点都没做到？我是摄政王妃，在这里算是皇族命妇，而祖母、母亲和妹妹则是陈家命妇和女儿。尊卑礼节何在？君臣规矩何在？沈宁，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这个祖母给你跪下吗？是祖母自己说的，要维护皇族的尊严。国公府这么大的一个高门府邸，祖母教育孙女的规矩，却连自己都无法做到，说出去岂不是让人耻笑，让人觉得沈家是个小门小户的小家子做派？大姐，祖母教的是在外的规矩，今日是我们亲人说话，自然该以孝道为主。若是有外人在场，祖母和母亲自然该遵守该有的规矩。若连亲人之间也谨守尊卑规矩，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你急什么？我只是反驳祖母所谓的皇族尊严和家族名声。至于妹妹进宫之后是要继续遵守孝道，还是谨守君臣尊卑，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自是没兴趣干涉的。大姐，我们以后也是君臣，待皇上亲政，我是皇上的妃子，摄政王卸下摄政大权，不也是臣子吗？你想跟我论君臣？不是我想论，而是皇上和摄政王本来就是。那就等皇上亲政了再说吧。镇国公府若是厉害的话，可以早日辅佐皇上，夺回摄政王手里的朝政大权，到时整个庸国都听他的，不必在这里臆想。我觉得你们今天邀我回来，不是为了给我赔礼道歉，而是让我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后见着沈嫣对她恭敬客气一点，毕竟以后她是皇上的妃子，而我只是摄政王的妃子，是吗？宁儿，大姐，我们是一家人，亲姐妹，我没有理由为难你。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不管是祖母、母亲还是我，都是从家族和自身利益考虑。我也担心大姐失去名节，会让我以后难嫁。我以为大姐可以理解的。然后呢？我确实可以理解。然后你想说什么？大姐已嫁给摄政王，皇上又下圣旨封我为妃。以前因为大姐失去清白而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我自然不会再对大姐抱有怨怼。我希望我们还能跟以前一样相处，维护姐妹情深。你想维护姐妹情深，我就得依你。沈嫣，你要不要去河边照照自己？10月初2，皇帝因新妃入宫，赐祝长乐宫同一日，平遥长公主抵达刑部巡视，惊得兵部一众官员不知所措，随即是义正言辞的指责兵部重地，不是女子玩闹之处，请长公主殿下自重。朝堂上从未有女子涉足，固然长公主有先皇所赐特权，也不能。本宫只是来闲逛逛，诸位大人不必紧张。兵部尚书、左右侍郎连同各位低级官员脸色一变，齐齐注视着他手里的扇子。他们知道扇子展开时，可清楚看到扇面上“卢镇亲临”4个大字，所以就算嘴里如何义正言辞，他们也不敢真的跟平遥长公主翻脸。从今开始，本宫在兵部挂着闲职，诸位不必担心本宫有什么意图。本宫对尚书、侍郎的位子并不心动，只是希望诸位大人做事稳妥一些，别打不该打的主意，否则本宫手里这柄扇子可是会要人命的。长公主殿下，太后有请。明熙，你去兵部干什么？本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太后管得着吗？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如果太后只是要说这些，恕我不奉陪了。站住！晏殊受伤，你可去看过了？倒是去看过一次。自己的夫君被人如此折辱，你就不想着为他讨一个公道？秦晏殊受伤是他自找的，跟本宫有什么关系？本宫府里那么多美貌听话的面首，一天宠一个都宠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关心一个愚蠢还没担当的烂人？姬明熙，何况秦晏殊去摄政王府是什么？太后心里清楚，本宫心里也明白，如此没脸没皮的东西，本宫可不承认他是我的夫君。太后打消了那些念头吧。本宫今年23岁，至今尚未成亲，你该知道本宫天生是个离经叛道之人，不会受制于任何人，你也不用拿身份压我。若真惹得本宫不高兴，本宫让秦国就一家子暴毙。长公主殿下，皇上请您去一趟崇华宫，有重要事情跟长公主殿下商议。周公公特意拦在这里，倒是不容易。皇上今天是不是非见到我不可？奴才只是个传话，求长公主殿下别为难奴才。本宫不为难你，要为难也是为难那个命令你的人。走吧，皇上想跟我商议什么事？皇姐方才去了兵部，皇上消息灵通。去兵部干什么？不仅仅是兵部，说不定明天还会去户部，后天去礼部，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些官员们有没有认真做事，有没有结党营私，有没有私相授受，有没有贪污受贿。皇上不用担心，本宫是个女子，对你的皇位没兴趣。朕找皇姐过来是为了跟皇姐商议一些事情。何事？皇姐觉得摄政王妃怎么样？皇上千万别说你看上了自己的皇婶。
没有的事。摄政王妃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不关心。朕跟皇姐是亲姐弟，想动之以情。皇上大概忘了我的母妃是怎么死的。皇上的亲姐姐是嘉禾公主，可不是本宫，不必跟本宫套近乎。如果朕告诉皇姐凤阳将军还活着，不知皇姐会如何？你说什么？凤阳将军还活着，但是只有朕知道他在何处。只要皇姐答应我一件事，我可以让皇姐见到凤阳将军。什么事？杀了摄政王妃。皇上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没道理？此话怎么说？给我一个杀他的理由。朕想让一个人死，还需要理由？你想让死的那个人是摄政王的妻子。皇上虽是天子，可眼下尚未亲政，应该做不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点。另外，就算皇上以后亲政，杀死摄政王妃的后果，皇上可曾想过？皇姐觉得会有什么后果？你觉得摄政王会善罢甘休？不就一个女子吗？难不成他会为了一个女子弑君？谁知道呢？反正我不会为了你冒这个险。凤阳将军不想见。虽说本宫以前确实喜欢过他，但过了那阵劲儿，还是觉得左拥右抱最是快活。只是本宫还是忍不住想知道，皇上到底是如何让他活下来的，亦或者这些年你们一直合谋着想算计本宫。皇姐，若早2年让他出现，本宫或许当真会答应皇上提出的条件。如今本宫已经开始新生活，长公主府里面守门个个美貌又温顺，还有本宫新纳的秦家庶子也还不错。本宫打算弃了秦晏殊，跟这个秦雨墨成亲，让他来做驸马。既然皇姐如此不在乎，朕是不是可以不必再为凤阳将军那条命多费心思？皇上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本宫想见他一面，本宫心里还有很多问题无人可解答。若皇上愿意成全固然好，若不愿意成全，本宫也不勉强。最多不出半月，皇姐就能见到凤阳将军。到时你可以选择答应朕的条件，或者漠视他的生死。平遥长公主没说什么，径自起身离去，连片刻迟疑犹豫都没有，好似对姬景提出来的事情无动于衷。然而刚回到长公主府，她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寝殿，连这几天最得宠的秦雨墨都不许靠近。谁让你进来的？我担心殿下，殿下是有难解的心事吗？坐吧。殿下有什么事，不妨说出来，或许我可以。你觉得人死之后还能复生吗？死而复生？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已经死了3年的人，皇上却说他还在人世，真让人觉得荒谬。死而复生或许不太可能，若真有，那大概当初的死亡另有蹊跷。另有蹊跷，方才独自冥想的半个时辰，平遥长公主也得出了这个结论。如果摄政王不知道这件事，而皇上却知道，那么当初的蹊跷只怕是皇上一手促成的，或者说是先帝。皇上是知情者。殿下，半月后的大婚是否要取消？谁说要取消？婚期已定，大婚如期举行，没有取消的道理。本宫要去摄政王府走一趟，你不用跟着。皇叔，我有一事想问你。什么事？当年林凤阳死在战场上一事，皇叔有没有调查过真相？怎么突然问这个？今天我去兵部走了一趟，然后毫不意外的被太后叫过去说了几句话，离开之后又被皇上叫过去了。他让我杀了摄政王妃，并告诉我林凤阳还活着。他这番话说的倒是云淡风轻，浑然没有杀摄政王妃的严重性和出卖皇帝的羞愧和遮掩，反倒是听着他说话的几个人一个个脸色微变，面面相觑。皇上让你杀沈宁？为何？没问，反正我也不会答应他。可是皇上以凤阳将军做威胁，凤阳将军真的还活着？听说左相大人最是聪明，不如你给我分析分析，皇上所言是否可信？当年林凤阳之死，你不是亲眼所见？亲眼所见不一定就没有隐情，如果皇上没有说谎，那当年他的死可能就是个阴谋。如果林凤阳真的还活着，你是不是还要跟他成亲？不会。平遥长公主察觉到了他们的眼神，但她不想解释太多，很快起身告辞。皇上对王妃为何竟有这么大的敌意？姬玉仓神色冷漠，眼底似是凝聚着寒冽刺骨的色泽。这一刻，他对小皇帝的容忍宣布告罄。想到这些日子一直埋头研制解药的神，姬玉仓心头泛起异样的波澜，起身走了出去。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看看你，我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陪我走走吧。本王以前喜欢过一个人。沈宁？不是，本王喜欢的那个人，文武双全，恣意飞扬，尊贵又耀眼。沈宁眸心微细，心头无法克制的生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有些迟疑的问道：男的还是女的？自然是女的。她不是庸国人。不是庸国人？不是，她已经死了。这句话落地，沈宁心头那种古怪的念头更甚。别国人，女的，文武双全，尊贵又耀眼。你说的人是谁？她叫燕九离。
你认识她吗？你觉得我应该认识，还是不应该认识？原本是不应该认识的，毕竟沈家一个闺阁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可能认识别人的公主？但是你精通医术，文武双全，这些都不该是沈家嫡女该有的本事。所以若说你认识燕九离，本王也不会觉得意外。你怎么会喜欢上她？是惺惺相惜，还是相见恨晚？是一见倾心，是回忆梦牵，是知道他有了夫婿之后的失落黯然，是得知他死讯之后的痛苦悔恨，是恨不得手刃他仇人的满腔厌恶与仇恨，是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他活过来的执着。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确实意外，你这样的男子居然会对一个女子一见钟情。感情这种事情向来没有道理可言，或许是你弄错了什么。王爷可能只是出于对一个女子的佩服她在战场上跟男人一样骁勇，佩服她作为一个女子也能保家卫国，有着不输男人的本事。但是王爷对她的本性依然不太了解，若了解过了，大概就不会那么喜欢了。她的什么本性？她肤浅而愚蠢，轻信于人，害人害己。她太过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自作自受，落得凄惨下场。下场很惨吗？很惨。若是把害他的那些人千刀万剐，是不是能稍解他心头恨意？沈宁没说话，而是望着廊外的假山，心里已是排山倒海，无法平静。姬玉苍，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他对我说这些，是知道了我夺舍重生的真相。可他为什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突然与我说这些？我想让你全心信任我，有些事情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我可以不问你，你也不必否认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对我生出防备。我已经答应了南诏提出的联姻请求，并要求他们带2位正统皇族公主和10位朝中重臣过来，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听话，不会在这方面讨价还价。他们什么时候到？局势急迫，他们下个月应该会抵达雍国，也有可能更早一些。沈宁望着花园里清幽的景致，心头划过一些奇妙的想法，道：姬玉苍，你不想做皇帝吗？本王做不成皇帝。为何？因为本王此生无子。无子？命中注定的事情，强求不得。沈宁心头无法克制的翻起滔天巨浪，不知怎么回事，他竟下意识的把自己的重生和姬玉苍联系到了一起。这一次谈话中隐藏的真相是什么？两人皆心知肚明，却都有默契的没有戳破。接下来的时间里，姬玉苍越发忙碌。早朝上他威压浓厚，冷硬铁腕扶持他提拔上来的左右丞相，并重用左右丞相举荐的朝中新贵，一一予以朝中要职。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坐在龙椅上，眼睁睁看着摄政王大肆培植朝中新势力而无能为力。10月初7，负责查案的御林军统领陆延因办事不力被当场革职，满朝文武大臣跪求摄政王三思，以查案不是御林军职责为由，请摄政王网开一面。然而姬玉苍铁血无情的手腕之下，陆延被下令杖责30，剥去统领一职，并由平遥长公主暂任御林军统领。平遥长公主是个女子，雍国自古以来从未有女子干政的先例，还求摄政王收回成命。求摄政王收回成命。谢天来，本王让你查的郊外遇袭一案有结果了没有？回摄政王，臣已经得到几个山贼的口供，他们承认是受了秦家嫡子秦晏殊的指使，故意毁坏摄政王妃的名节，目的就是为了贬妻为妾，顺利求娶平遥长公主。不可能，右丞相这是信口雌黄，纯属污蔑。晏殊一直以来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且对沈家嫡女的一往情深，绝不可能做出如此肮脏下作之事。林尚书，你这些天协助审问，得出的结果是否跟右相一样？回禀摄政王，臣跟谢大人一起审问山贼，他们确实承认是秦家嫡子指使他们这么做的。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们都是一派胡言。还请皇上明察，晏殊行得正坐得端，绝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有人故意想栽赃陷害。来人，即刻去秦家走一趟，把秦晏殊带过来。是。大殿上陷入一片死寂，姬瑾端坐在龙椅上，神色苍白如纸，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了龙椅扶手，目光失神地落在秦国舅那张不安的脸上，一颗心如坠冰窖。他显然已经明白摄政王今日之意图，先礼后兵。皇叔，名节对女子来说很重要，有些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每提及一次都是对失节女子的又一次伤害，还望皇叔明鉴。女子名节有损，确实伤害很大。此事若发生在一些柔弱女子身上，以当初秦家退婚和郑国公府引以为耻的态度，女子只有死路一条。事情发生之后，所有人都在议论沈宁清白易尸，却至今未曾有人指责山贼的冷酷凶残。沈云林，你身为郑国公，可曾想过为自己的女儿讨一个公道？本王娶的这个王妃心性强大，不为世俗抨击，为旁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但并不代表这件事对她没有伤害。天下男尊女卑，对女子贞洁要求苛刻，本王暂时无意改变诸位观念，但今日能立在朝堂上之人，无不熟读过圣贤书。圣贤可曾教过你们欺凌弱小，将那些违法犯罪之人的过错全部加诸于女子身上？皇叔，女子本是附庸，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繁衍子嗣。
放屁！皇上贵为一国之君，原来一直把女子当成繁衍子嗣的工具，这就是你身为天子的荒诞无知。本宫真为皇族有你这样的子嗣感到悲哀。这里是朝会大殿，不是长公主府，谁允许皇姐擅自进来？本宫奉旨带秦晏殊过来问话。平遥长公主，这里没你说话的余地。男人尊贵，女子卑微，就是被你们这群卑劣无耻的男人一再打压的结果。女子只能繁衍子嗣。既然如此，皇上敢不敢下道旨意，让女子也能参加科考，让女子也能从军领兵，让女子也能光明正大的抛头露面？你们不敢，因为你们生怕女子抢了你们的风头，抢了你们的权利和地位。你们不惜一切的打压女子，却又高高在上的贬低着女子的地位。你们才是一群肤浅无知的蠢货。本宫真应该让你们也尝一尝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长公主大逆不道，是要推翻千百年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吗？就是推翻又如何？本宫不但要掌兵权，还要每天上朝，我倒要看看是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老匹夫待的时间长，还是本宫说话的分量重。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晏殊呢？大公子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老爷咆哮大殿，一欠10亿，被摄政王下令掌责20。大公子怎么样了？他人呢？为什么没有跟着回来？大公子好像被打入了大牢。秦家最近到底怎么了？父亲，我们是不是？芷兰，你去找秦雨墨，让他去求平遥长公主。如今能救秦家的只有平遥长公主了。芷兰，母亲，秦雨墨待在长公主府一直没回来，我就算去公主府求见，也不一定能见得到她。而且平遥长公主对秦家一向不友善，我们求她能行吗？不行也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大哥被处死吗？他被摄政王关进了刑部大牢，万一他们对他用刑，他受不住的，你大哥受不住的。母亲，你先别急，我们去见郑国公好不好？大哥若因为沈家嫡女一事被抓，只要沈家不追究这个罪名，大哥就还有一条生路，我可以去试试。秦国就被仗打，秦晏殊被下狱，秦家已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而身在摄政王府的沈宁，因这些日子一直未曾外出，暂时对朝堂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今天长公主在朝堂上发威了，听说震得满朝文武齐齐变色，一个个都在讨伐长公主，但长公主有我家王爷撑着，所以对抗所有人。长公主发威，为何？听说是摄政王命御林军统领调查王妃遇袭的真相，但那位陆统领失职没查到，所以摄政王撤了他的职，并让长公主暂代统领一职。大臣们以长公主是个女子为由拒绝，并说女子就该相夫教子。哦，对了，皇上还当众说了一句，女子都是男人的附庸，唯一的用处就是繁衍子嗣，被长公主殿下骂了个狗血淋头。晚间姬玉仓回来时，沈宁已洗漱妥当，命人备了桌膳食，等他一起用膳。还没吃？再等你，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我今天听是秦说，平遥长公主在朝殿上发了威，满朝文武都被气得不轻。你觉得平遥长公主这个人怎么样？无拘无束，活得比较自在。我觉得她挺有魄力，不惧世俗言论，无视规矩礼教，仅仅能顶得住大臣们的指责和外面的流言蜚语，就足以证明她的胆量是够的。只是暂时还不知她有没有一份为天下苍生请命的心。为天下苍生请命？你想干什么？姬瑾不是个合格的帝王人选，既然你命中注定无子，且无心地位，不如选一个更合适的。你是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不过我只是提一个建议，真正做决定的人是你。其实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把兵权放在你的手里，保你一世安然，不如让你坐上那个位子。我已经开始做了计划。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能太过自私，倘若我注定短命，你也该有自己精彩纷呈的人生。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对庸国也没有归属感，更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当真不愿意？不愿意。那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等你想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我想去周游天下，你陪我可好？如果我们都活着的话，我可以考虑。不过与其周游天下，不如做个皇商。皇商？毕竟人若想活得自在，少不了需要赚取大量银钱。到时我们可以把生意做到各国，这样一来，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无需为钱发愁。你说的对。你现在有摄政王的身份，想收揽几个会做生意的人为你所用，暗中替你赚钱，应该并不难。虽说这样听起来有些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但如果只为赚钱，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以后赚多了钱，救济天下百姓，遇到灾民就开仓赈灾，良心上应该也能过得去。连游玩都牵挂着百姓，我觉得你很适合做天下之主。你的认知是错的，心怀百姓只是还存着一丝怜悯之心，正常人都会有这种心态，但天下之主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来我没有野心，二来我不喜欢整日忙忙碌碌，三来厌恶尔虞我诈，更厌恶自找麻烦。南诏使臣什么时候可以到？平遥大婚之后，这个月底之前，南诏中永侯韩寻也会来。你觉得忠勇侯真的忠勇吗？我猜他可能只能徒有其名，既不忠也不勇。若他真的忠勇，此次就不必来庸国寻求帮助了。
他是你说的10名重臣之一。听说他是南诏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曾经那位长公主的夫婿。外面传闻他们夫妻情比金坚。长公主病逝之后，这位忠永侯伤心欲绝，闭门绝13日，还是皇帝下了圣旨才挽救了一桩悲剧。这位忠永侯为了给妻子守节，已经连续拒绝了3位高门贵女的求亲，你觉得可信吗？不管可不可信，至少大多人都相信了。本王很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忠勇，又有多重情义。我也想知道。接下来的几天里，皇上表现得尤为安静，上朝时始终不发一语，平静的让人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仿佛那天被人冒犯的愤怒已然消失，真正成了个高深莫测的帝王。直到10月14，距离平遥长公主大婚只剩下2天，距离摄政王毒发的日子也快。下朝之后，机警叫住姬玉仓，请皇叔到崇华宫一叙。你这是要造反，长公主这是要造反，求摄政王重重处置长公主，否则雍国只怕会毁在长公主的手里。皇叔觉得我是在造反吗？本王用人不分男女，唯能力论，只要你本事够硬，本王不介意你掌权。皇叔，这是朕的江山，皇叔代为监国摄政，处理的是国家大事，而不是颠覆皇权，不是推翻男尊女卑的制度。皇姐姬玉之言行已是大逆不道，皇叔就算不忍心处置他，也可以早点命他交出手里的兵权，回府闭门思过，从此不再踏入宫中一步。皇上既知本王监国摄政，就该安分地坐在一旁听着，而不是对本王的决定指手画脚。即日开始，由长公主暂代禁军统领一职，不得有误。多谢皇叔信任，我一定守护好宫廷安危，绝不让太后和皇上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秦晏说，今日带你来此是有一事相问，你最好如实回答。我承认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想当面跟摄政王妃赔罪。晏叔，你在说什么？你是这些日子养伤养糊涂了，还是魔怔了？父亲，儿子没有糊涂，方才所言一字一句皆是实话。摄政王既然已经找到了证据，我就算否认也无济于事。你胡说八道！我看你是中邪了。来人，把他拖出去！赶快给我把他拖出去！秦国舅咆哮大殿，御前师仪拖出去打20杖。皇上，摄政王和平遥长公主这是联手谋反，他们要铲除异己，彻底架空皇上的权力。皇上。姬景没说话，像是失神一般，呆呆地坐在龙椅上，听着外面一声声惨叫，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脊背，冷得让他想打寒战。皇叔这是想动真格的，他真的想夺我的皇位？为什么？往常他虽冷漠难以亲近，可早朝时却从不让自己难堪。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我让平遥长公主杀了沈宁，终于惹怒了他？秦晏殊为了求娶平遥长公主，唆使手下找到一批山贼，故意破坏沈家嫡女名节，以达到贬妻为妾的目的，并杀害沈家嫡女身边所有侍女和沈家护卫，手段凶残下作，行为恶劣至极。来人，把秦晏殊押入大牢，择日处置。南诏使臣已经在来的路上，右相和礼部做好招待使臣的准备。今日早朝到此为止，若有其他事情，待一把折子送到本王府里散朝。皇叔看一看吧。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皇叔这么着急揽权，不就是想当皇帝吗？这暂时还是一份空白圣旨，但皇叔应该明白朕会在上面写什么。只要皇叔答应我2个条件，皇位就是你的。你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杀了沈宁；第二，服下这颗解药。我可以写上位诏书，把皇位让给皇叔。条件是皇叔杀了沈宁，并当着朕的面把解药服下。姬玉仓明白了他的意思，目光落在放着解药的锦盒上，眼底色泽冰冷难测。解药一共有24颗，皇叔已经用掉15颗，朕这里还有9颗。只要皇叔服完9颗解药，朕即刻禅位于皇叔，绝不会让皇叔陷入继续揽权还是归还摄政大权的两难境地。皇上每次都自作聪明，本王要什么会自己去争取，你给或者不给，都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皇叔，朕禅位给皇叔，皇叔可以名正言顺登基为帝。可若皇叔篡位，就算你多圣明无双，开疆拓土，留下丰功伟绩，依然会在史书上立下千古骂名。皇上最近越来越放肆了，简直蠢得不可救药。来人！皇叔这是要造反吗？皇叔，你别忘了，你只是摄政王，你不是天子，如此行为跟谋反何异？你这个皇位会一直坐下去，直到驾崩为止，没人会夺你的龙椅，但皇上往后余生所拥有的只有这张龙椅。皇上，摄政王好像是动真格的，我们该怎么办？沈宁在他心里就那么重要吗？皇上，摄政王既然不顾世俗眼光，不顾众人非议，硬是娶了镇国公府嫡女，足以证明他心里应该是喜欢王妃的。皇上就算觉得摄政王妃失了名节，配不上摄政王，也该换种委婉的方式提醒，而不是跟皇上硬碰硬。硬碰硬？我从皇子时期就一直活在这个皇叔的阴影下，何曾硬气过？以前有父皇在，我跟皇叔好歹井水不犯河水，可父皇驾崩，我毫无准备被推上皇位，从此不得不每天面对摄政王。
这种感觉没有人能懂。惹怒了也好，我倒要看看这个皇叔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真是越传越离谱，明明是沈宁自己没用，失了清白还恬不知耻的嫁人，这话倒成了人人称颂的受害者了。他们为了谋害秦家，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谋害秦家？嘉禾，你在说什么？秦家怎么了？摄政王在对付秦家，儿臣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公主府，今天才听到一些风声，听说舅舅挨了打，秦晏殊被关进了大牢。太后娘娘千万别着急，奴婢也是担心太后急火攻心，所以才没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1510如实说来。秦大公子确实被关进了大牢，国舅爷因咆哮大殿被杖责20。太后娘娘，秦家怕事。去传惠妃过来，立即把惠妃叫过来。是。母后，摄政王他不会乱来吧？哀家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乱来？摄政王不是中毒了吗？解药都在皇上手里，他怎么还敢？他现在是摄政王，如果乱来就是乱臣贼子，皇族宗亲不会容他，天下百姓也不会容他。实在不行，我们求助太皇太后吧。母后，摄政王向来尊重太皇太后，我们去求他。闭嘴！眼下尚未分出胜负，你就如此惊慌失措。摄政王真的发了狠，你是不是要去他面前痛哭流涕，抱膝求饶？太后娘娘，惠妃娘娘来了，让她进来。臣妾参见太后娘娘。外面发生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吗？外面发生的事？外面发生了什么？你进宫这么多天，难道一点都没关注外面的大事？后宫不得干政，太后娘娘忘了。何况臣妾自打进宫，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身边伺候的宫女个个跟哑巴似的。臣妾想传大姐进宫叙叙旧，他们都一肚子的借口。放肆！你怎么跟哀家说话的？你明日派人把沈宁召进宫，就说身体不适，想念家人，需要跟大姐谈谈心。太后娘娘，大姐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视臣妾这个妹妹为仇人，连臣妾家里祖母的面子都不给，臣妾只怕不一定叫得动她。你自己想个理由，哀家只是让你做一点点小事，你就如此推三阻四。我有办法，沈宁不是跟左相的妹妹处得来吗？可以先召颜征进宫说话，然后再召沈宁，我就不信她会不来。嘉禾公主说的对，臣妾愿意试试，请太后明示，召大姐进宫之后，臣妾需要跟她说什么？因为你姐姐郊外遇袭一事，有人认为是晏殊背后指使，晏殊被摄政王抓到了大牢，带沈宁进宫，你好好与他说说，问他能不能看在往日跟晏殊的情分上，让摄政王手下留情，放晏殊一条生路。果然如此，若秦晏殊当真无辜，只要查清真相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姐说情？你按哀家说的办。秦晏殊被下入大牢，是不是证明秦家快完了？太后一定是无计可施，所以才想办法求到我跟前。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该为自己争取一些利益？是，本宫去见见皇上，去崇华宫。娘娘有所不知，皇上近日龙体欠安，不见人。皇上龙体欠安，那我更要去看看了。皇上有急，本宫这个妃子理所当然应该去市集，不是吗？摄政王有旨，皇上需要静养，任何人不得打扰。这里怎么回事？原来是刚进宫的惠妃娘娘，这是想见皇上。听说皇上龙体抱恙，本宫作为皇上的妃子，理该伺候在皇上身侧。惠妃娘娘真贤惠，不过嫔妃应该遵守嫔妃的规矩。重华宫是皇上的寝宫，未得传召，你擅自踏进此处，可是僭越。若得宠还好，若是不得宠，那是随时会吃板子的。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到，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得宠？你若得宠，不如叫皇上出来见你。送惠妃回去，下次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一并处置。继续守着，本宫先回公主府准备准备，后天要成亲，没空在此久留。我本该在长公主府享受美男3000，皇叔偏要让我当什么统领，从长公主府到皇宫来回跑，还要看这些蠢货作死的嘴脸，真是浪费时间又影响心情。很多等不及的宝子说，小说在哪看？我把链接挂在了左下角，点击左下角下载，进去后搜索扁妻为妾，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了。目前视频做到76章了，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我也会尽快更新的。啊，对对对。
沈岩会不会成为替死鬼，暂时还不得而知。不过次日一早，他派人去传话时，沈宁正在给姬玉仓施针。听到太监禀报，他良久没有说话。启禀摄政王妃，今日惠妃娘娘还传召了左相府的颜征姑娘。娘娘的意思是让您和颜征姑娘一起进宫去喝个茶，说说话，以解宫中孤寂冷清。我那个妹妹大概是过了几天舒坦日子，真以为自己是个高高在上的皇妃了。太后大概算准了今日是你毒发的日子，我猜想应该是为了秦晏殊一事。姬玉仓没说话，不知道是不是上个月被沈宁用银针逼过一次，此次发作的感觉并不算凶猛，疼痛也不是那么难，只是毒发到底是不太舒服，他浑身倦懒，不太想说话。这世间练武之人的身段是最好看的，而王爷这体魄比寻常武者更好，每一寸都瘦得恰到好处。本王这副躯壳还能让王妃满意吗？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虽说没什么不足之处，但再怎么完美的容貌和身体，看久了都难免会腻。此时此刻，我倒是有些羡慕起平遥长公主的好福气来。是吗？皇祖乃是天下表率，本王以前没怎么约束过他的荒唐行为，以后或许该管一管了，免得天下女子都跟他学。天下女子若都能跟他学，反而是女子们的幸事。可惜女子们被压得太久，自己立不起来，不但不会学，只怕还会跟着讨伐谩骂长公主这般荒唐行为。平遥的母亲本就是个不太遵守规矩的人，平遥从小由这个母亲教导，一来受其母亲性情影响，二来也是因为她在所有公主中最得宠，养成了离经叛道的性子，并不奇怪。看来这位盛贵妃也不是个不凡的女子。惠妃娘娘一定等得着急了，请王妃娘娘随奴才进宫吧。颜征进了宫，是沈嫣大概还没吃够苦头，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耐心。明明之前已经警告过他，为什么他就一点脑子都不长？宫里是不是都在你的控制之中？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此时颜征坐在沈嫣面前，茶水已经喝了2盏，两人尬聊聊得没了话题。颜征看着沈嫣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去，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太寻常。臣女不打扰娘娘休息了，暂且告退。谁让你走的？沈宁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你也不把本宫放在眼里。臣女没有这个意。跪下，张嘴，长他10个嘴巴。臣女不知自己犯了何错，惠妃娘娘竟如此大动肝火。本宫想打你就打你，还需要理由？何况你此时不就在跟本宫顶嘴吗？难道本宫冤枉了你？我兄长是丞相，就算你贵为惠妃，也不能如此是非不分，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放肆！颜征，你这是藐视皇权，罪无可恕。来人，把他按倒了打。我看谁敢！沈嫣，你是不是觉得这世间已经没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所以才一个劲的蹦的？沈宁，你放肆！你放肆！你敢打我？本宫是皇上亲封的妃子，你竟敢打我！来人，把他拿下！本宫今天要好好教教他规矩，你们听到没有？我看你就是贱骨头，不吃点教训，永远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沈嫣，你是不是非得死了才能安分？摄政王妃，求摄政王妃息怒。沈宁，你大胆，放开我，放开我！你们都是死人吗？快把这个疯子拉开，快把他拉开！谁要是敢动，我即刻扭断他的脖子。沈嫣，你真是一个蠢得无可救药的臭虫，以为进了宫就高人一等？到底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自信，让你有如此愚昧的认知？你放开我！大姐，我知道错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太后让大姐进宫，她想让你跟摄政王求情。太后说秦晏殊是无辜的，想让摄政王放了他。无辜？他秦家死绝了才算完，下次犯蠢之前，想想能不能承担后果。颜征第一次见到如此彪悍的摄政王妃，呆呆站在一旁，满眼都是敬佩和崇拜。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你就跟秦晏殊一起去见阎王。即日开始，惠妃娘娘也闭门静养吧，没特殊事情，不许她到处乱逛。10月16日，平遥长公主大婚，宾客临门，热闹非凡，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这是庸国开国之来第一起打破世俗传统的女娶男嫁。驸马，你觉得我们可以百年好合吗？只要长公主想就可以。你穿红衣挺好看的，以后可以经常穿。我会让人给你多做几套红衣。吉时到，新人拜天地，一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且慢，今日成婚大喜，外面不是已经布置好防守，除了前来的宾客，可疑之人一律不得靠近，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纰漏？皇叔难道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听声音有点耳熟，去跟外面说一声，让客人进来。平遥，你不能跟他拜堂，我才是你的未婚夫。拦住他！今天是本公主大婚之日，谁敢来破坏，本公主饶不了他。
偏瑶，我是林凤阳，你不认识我了吗？虽然本公主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林凤阳，也不知道你从何处突然冒出来，但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许破坏本公主的大婚。就算你是真的林凤阳，你有苦衷，你有隐情，你有很多话想跟本公主说，也等本公主大婚之后再说。把她拦住，不许她靠近这里一步。谁要是破坏本公主的吉时，别怪我砍下她的脑袋当球踢。继续。夫妻对拜，丽塔送入洞房。偏瑶，你不能跟他成亲，你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才是夫妻。偏瑶，把他带过来。你身上穿的是南诏国的将军服饰。我是沈宁，郑国公嫡长女，现在的摄政王妃。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有话跟长公主说。在跟长公主说话之前，你应该先跟摄政王解释一下，你身上为何穿着南诏将领的衣服。只有南诏二品将军才能穿得起这身衣服，而一品将军和二品将军只是花纹略有不同。你分明是南诏人，为何假冒凤阳将军？我是林凤阳，如果摄政王不信，可以即刻带我去见皇上，皇上会证明我的身份。你这话的意思是，皇上知道你穿着南诏的衣服，庸国人都知道你已战死3年。如果你真是凤阳将军，为何3年不回庸国？这3年来，你是否一直待在南诏？你背叛自己的国家，成了南诏的将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要见皇上，请你们立刻带我去见皇上。把他关进刑部大牢，留着明日长公主亲自去审问。我是林凤阳，我有苦衷，摄政王，你无权处置我，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你的皇上已经自身难保，还想见皇上？今晚本公主洞房花烛，没空理会不相干人等。待明日一早，本公主去刑部大牢跟你好好叙旧。等平遥长公主再回来新房里，才发现新房里多了个不该出现的人。二哥，你是秦家人，我们以前对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我知道错了，在此跟你赔礼道歉。你救救大哥好不好？你求求长公主，让他救救大哥。大哥是秦家唯一嫡子，他若被处死，母亲还怎么活？二哥，秦家的事情跟我无关，你赶紧走吧，稍后长公主来了。二哥，你真这么狠心？你也是秦家子嗣，大哥出了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以为大哥出事，你就是秦家唯一继承人？你想得美，不可能的。父亲在外面还有外室子，你争不过他们的。二哥，只要你跟长公主说情，我以后一定把你当成亲二哥，大哥也会把你当成亲弟弟。做你的亲二哥有什么好处啊？难不成能比本公主给他的好处多？林凤阳，本王想跟你谈谈。我想见皇上。皇上尚未亲政，做不了主，你可以跟本王说。我想见皇上。林凤阳，你3年前临阵脱逃，致使将士全军覆没，而你金蝉脱壳离开庸国，去南诏做了将军，这是通敌叛国大罪。即便你林家已无其他人在，按律也该受凌迟之刑。我没有临阵脱逃，也没有通敌叛国。你说了不算，来人，先打断他一条腿。是。摄政王，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庸国大将军，我是奉先皇之命前往南诏，目的是为了皇上，助皇上得到南诏。本王眼里揉不进沙子，你若敢在本王面前撒一句谎，本王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3年前被乱箭射杀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此次南诏来的10位使臣，你是其中之一。是。除了先皇对你的口头约定，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是遵照先帝旨意，而不是自己叛国？有一份先帝亲笔书写的诏书，这份诏书不在我身上，必须等见了皇上，我才会拿出来。跟你一起来的钟永侯，你与他关系如何？钟永侯。林凤阳惨白着脸，动作滞涩地抬起头，看向姬玉仓。摄政王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人有兴趣？本王问你答，不该你问的，不必多问。钟永侯，我跟他关系一般，但3年来听过他不少事。南诏有过战神长公主，听说曾是钟永侯的妻子，这位长公主现在是否还在领兵？不，她已不在人世。我跟平遥长公主才是未婚夫妻，她不能跟别人成亲。我要见她，我要见她。南诏长公主已不在人世？是，我要见平遥长公主。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对外宣布是病故，但是知情人说，那位公主成亲当晚喝的交杯酒有毒，自那晚之后，南诏就没了战神长公主。是吗？若按时间来算，是你去南诏之后，战神长公主才嫁给钟永侯，并从此断了消息。再次听到消息，却是她的死讯。林凤阳，这件事你敢说自己不知道？林凤阳一震，不明白姬玉仓的消息怎会如此灵通，更不明白他既然知道战神长公主已死，为何还要多余问他？南诏长公主的死对庸国来说是好事，是吗？林凤阳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咬着牙，吸着气，僵硬点头。长公主麾下精兵良将不少，他们作战能力强。长公主一死，群龙无首，那些精锐被钟永侯设计分拆诛杀。林凤阳，本王想听的不是这个，那位长公主的死亡，你是否出了一份力？
林凤阳下意识的想点头，然而后知后觉的感官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僵直的抬起头，用一双被冷汗迷蒙的眼睛看着姬玉苍，瞳眸缩了缩。摄政王，这是什么意思？你武将入了南诏，长公主成亲嫁人之后死于非命，这应该不是巧合。你认识那位长公主？林凤阳，你跟南诏皇帝签了什么协议？你助他除掉长公主，他护你在南诏安然？摄政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那位长公主？还是说南诏皇帝想除掉长公主，又担心边关安稳，所以让你替他领兵打仗？无缘无故，南诏皇帝何以如此信任于你？就因为先帝的一纸诏书？你到底是谁？跟南诏有什么关系？雍国摄政王怎么会对南诏的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你根本不是雍国摄政王，你是假冒的身份，对不对？你是南诏潜入雍国的奸细，是不是？姬玉苍，你无权审问我，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打断他的2条腿！告诉平遥长公主，本王方才刑讯了林凤阳，她若关心林凤阳说了什么，如实告诉她无妨。是，属下这就去。姬玉苍进了崇华宫，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踏进帝王寝宫。姬景依旧如往常一般坐在榻前看书，被幽禁才2天，他看起来神色如常，并没有多少颓废绝望，也没有自暴自弃，只是姬玉苍的到来显然出乎他的意料。皇叔服了解药。皇上如此关心解药，是解药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皇叔心里应该清楚。今天平遥大婚，长公主府来了个不速之客。不速之客，皇叔说的是谁？皇上可以自己猜猜看。长公主殿下，臣女，你什么？你能给秦雨墨什么好处？让他成为秦家嫡子，还是把秦家以后的掌家之权交给他？他只是庶子，滚出去！不经本公主同意，你们就敢放一个不相干的人进来新房，怎么做事的？长公主饶命，奴婢该死。今晚本公主大婚，不想手上沾喜，饶你们一次，把秦家女子丢出去。从此以来，长公主门前谢绝秦家人靠近。是。在想什么？方才那个人真的是凤阳将军？我还以为你会先解释解释，秦芷兰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她是自己来的，外面人见她是我的妹妹，没敢阻拦。应该是吧，身段、容貌、声音都很像。那长公主不打算跟她？跟她什么？旧情复燃，重续前缘。这3年里，本公主身边没有她，不照样过得很好？就算她是真的林凤阳又如何？她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本公主还得守着她不成？她想得美，我可不会蠢到为了她一人放弃整片后花园。别想那么多了，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喝交杯酒吧。长公主喜欢一整片后花园？废话，难道你不喜欢？一枝花再怎么美丽惊艳，也总有枯萎凋零的时候。拥有一整片花园就不会，这枝凋零了，还有另外无数枝绽放着，何况每年都会开出新的花朵来。本公主想宠幸哪枝就宠幸哪枝，永远不会有腻的那天。荷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牡丹雍容富贵不可践踏，梅花清冷高洁自有风骨。这些花待在园中各有风采，静静欣赏是不是更好一些？若每天采撷，会不会破坏了它们原有的美感？你想说什么？难不成你还想让我独宠你一人？臣不是这个意思。管你是什么意思，想让本公主独宠的人，得有获得独宠的本事，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的。虽然你的兄长即将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但这不会影响你在公主府的地位。以后别再理会那些不相干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要给他求情，这样就好。从此以后，你就只是本公主的驸马，所有荣辱都在这座府邸里。秦家是兴也好，是衰也罢，都跟你毫无关系。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林凤阳既没有断胳膊，也没有断腿，身体完好无损，却在南诏3年没归。只有一种解释：当年死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王爷觉得他是临阵脱逃，还是先皇安排他去了南诏？林凤阳在长公主府说的那些话，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他信誓旦旦要见皇上，大概可以推断，皇上确实知道他的存在，而且皇上还用林凤阳威胁过平遥长公主。姬玉苍闻言，眉心泛起淡漠色泽。先皇为了当今皇帝的地位稳固，确实做了许多缜密的筹划，可惜世事难料，他的儿子并不如他期望中的那么争气。先皇看似算无一策，却到底斗不过变数，给姬玉苍下以为能稳稳控制他，甚至算计着他的死，在小皇帝亲政之后，可以顺利归还朝政大权，彻底解除他对皇权的威胁。可惜姬玉苍偏偏不受他的威胁，他以为在南诏安排个妻子，日后可以携全国兵力做皇帝的后盾。偏偏南诏这3年来日渐衰弱，不但无法成为皇帝的后盾，反而需要求助于雍。先皇若在天有灵，看到如今这样的局势，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平遥大概也能想到。姬玉苍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眸色一冷。怎么了？
没什么，天色不早了，你早些洗漱休息。姬玉仓，林凤阳穿着南诏的将领服饰，应该是得知平遥长公主成亲的消息，才快马加鞭赶过来。他是不是跟着南诏的使臣队伍一起来的？应该是。应该？你没派人去查一查？我这就去问问林凤阳。你亲自去问？你不是说把林凤阳留着给平遥长公主审问？审问是审问，询问是。10月18，南诏使臣终于抵达雍国皇城。此时的摄政王府，姬玉仓亲自给沈宁穿上一袭深红长裙。沈宁沉默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一袭红衣的自己，恍惚看到了曾经纵横沙场的南诏长公主。宁儿穿上这身衣服真好看。今日宫宴，太后会参加吗？不会，她的存在只会影响在场之人的情绪，其他一点作用都不起。沈宁没说话，心里却清楚，太后其实比她更有资格出现，毕竟太后是正儿八经的皇帝之母。我们出发吧。宫宴设在奉天殿，左右丞相皆在，礼部尚书协官员热情地招待着外来的贵客。平遥长公主到。平遥长公主怎么来了？平遥长公主眼下也是领实权在手的官员，今日参加宫宴有什么奇怪？长公主领实权在手，雍国女子也可以跟男人一样做官。虽然先例不多，但平遥长公主是个例外。听说南诏处境艰难，千里迢迢前来雍国求助，这是打算如何求助？嫁公主？雍国就是如此待客之道。你叫什么名字？算个什么东西？雍国什么样的待客之道，是你有资格质问的？你雍国皇上如此无能，竟然一个女子在此叫嚣。钟永侯有所不知，这位是雍国平遥长公主，先皇最宠爱的长女，有兵权在手，如今又领了朝中职务，两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份比起钟永侯可尊贵多了。原来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长公主多多见谅。无妨，本公主最敬佩有本事的男人，阁下既然看不起女子，想来本事一定比女子强得多。稍后本公主跟你切磋切磋。说起来还真是缘分，钟永侯曾经有个妻子，就是我们南诏的战神长公主，她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不知平遥长公主是否听说过？姬大人，抱歉，昭华长公主一直是侯爷心里伤痛，下官不该贸然提及。原来钟永侯还是皇族驸马爷，阁下被封侯是因为娶了那位长公主的原因。内子已病故，还望长公主莫再提及。病故？这位大人方才说曾经，我还以为那位长公主妻子不要你了，没想到伊人已故。抱歉，本宫记得南诏使臣此番是来雍国求助，这会儿怎么看起来倒像是我们有求于人似的？谢听兰，你确定打败仗的人不是我们？还请长公主放心，臣绝对不敢拿家国安危欺骗摄政王和长公主。何况若我们有求于人，也该是我们的使臣前往南诏才是。哦，我还以为南诏80万重兵压境，打算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呢。没有的事。是，方才是在下说话鲁莽，还请长公主多多包涵。本公主没放在心上，既然是粗人，稍后就以粗人的方式来解决。地点任你选，兵器任你挑，大战300回合如何？在下恭敬不如从。摄政王到，摄政王妃到，都坐吧。姬玉仓目光微扫，视线从韩寻脸上一掠而过。这位就是南诏大名鼎鼎的钟永侯，那位战神长公主的驸马。皇叔，这位从南诏来的钟永侯确实是大名鼎鼎，但他说内子已故，不想提及。皇叔这句话问到他的痛处了。怎么提到妻子让你觉得丢脸吗？钟永侯难道不想承认自己的爵位就是靠着妻子得来的？摄政王妃误会了，在下并不是想否认内子的本事，只是他人已不在，在下想给他一份安宁。是吗？战神长公主威名远扬，天下各国将领都听过她的声名，即便钟永侯不愿意提及，也无法阻止别人对她的赞誉。王妃说的是在下狭隘了。本王妃与她同为女子，还想问问你的爵位到底是凭自己本事所得，还是靠着昭华长公主的功勋？沈宁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神锋利的像是看用刀子戳开他的心底防御，戳破他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自尊。若钟永侯真爱自己的妻子，还望你如实回答这个问题。韩寻心头怒极，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何一上来就追着昭华长公主的问题不放。那个贱人已经死了，他死了，一个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内子功勋卓著，7年征战为南诏立下汗马功劳，只是常年征战沙场，伤上加伤，所以真是可笑。原来南诏钟永侯竟是个听不懂人话的，连摄政王妃问的是什么都不明白。这样的人还派来跟我们联姻？各位使臣，还是收拾收拾，打道回城吧。这种人都能封忠勇，只怕那位战神长公主死之后，南诏只剩下一群老兵弱将了，完全没有联姻的必要。摄政王妃有所不知，昭华长公主军功赫赫，乃是南诏少有的奇女子。不过钟永侯自己也不是无能之辈，否则昭华长公主也看不上她不是。只能说比起昭华长公主，侯爷或许会逊色一些，但放眼整个南诏，能及得上昭华长公主本领的人寥寥无几。何况钟永侯和长公主是夫妻，倒也无需分个高下。
沈宁目光环顾，落在这些熟悉的面孔上，心头恨意排山倒海般袭来，让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人千刀万剐。本王听闻钟永侯年少有为，是南诏皇帝最信任的年轻臣子，不知本王是否有幸见识一下钟永侯的身手？我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不敢在摄政王面前卖弄。三脚猫，刚才那位将军不是说钟永侯只比战神长公主逊色一点点吗？摄政王，在下等人此番前来，是奉吾皇之命，跟庸国达成友好结盟的关系，也是为了求庸国兵力相助。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特意献上2位公主，还望庸国答应出兵。既然有求于人，就该摆出有求于人的态度。你们是求人的一方，别忘了自己的立场。摄政王说的对，我们有求于人，条件自然由贵国开，还请摄政王明示。王妃，你有什么条件？摄政王，邦交乃是2国大事，应该由摄政王和2位丞相代表庸国与南诏详谈。沈宁只是一个闺阁女子，纵然已嫁给摄政王为妻，也不该由他轻易干涉邦交之事，还望摄政王慎重。我没什么条件，在商议联姻之前，有2件事要解决。第一，请钟永侯与我比试一场，若你赢了，我们再谈出兵援助之事。第二，请诸位使臣好好解释一下你们那位林将军擅闹长公主府大婚一事，若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同样不会与你们谈什么友好结盟。沈宁，你这是做什么？你手无缚鸡之力，在这里逞什么能？郑国公，本王尚未说话，你着什么急？摄政王有所不知，宁儿虽然从小学了点三脚猫，但也只是比一般柔弱女子强些，遇上练家子根本毫无胜算。她自己托大事小，丢了庸国脸面事大，还望摄政王三思。郑国公多虑了，摄政王妃只是个柔弱女子，就算比输了也丢不到哪里去。只是今日第一次见面，庸国和南诏使臣彼此皆是不熟，切磋活跃一下气氛罢了，没那么严重。既然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只是在下身为男子，对上王妃着实有些胜之不武。王妃，你这是干什么？钟永侯是皇上信任的重臣，还请手下留情。不是你们自己说钟永侯比起战神长公主只逊色一点点吗？他自己方才也说担心胜之不武，这下好了，直接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输得一败涂地。如此比试，本相也是第一次见，怪不得你们南诏千里迢迢前来求助。就钟永侯这样的战斗力，只怕再过不久，西周铁骑就要踏破你们的皇城，攻占你们的家园，将你们的皇宫和女人全部占为己有，则真是可怜。摄政王妃如此深藏不露，真是叫人刮目相看。你到底是什么人？不必废话。皇叔，我竟从不知道一个深闺女子会有这么好的身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深不可测，所以才把人娶了回来？王妃，手下留情，在下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了。钟永侯技不如人，我们认输了。曾经若有得罪之处，下臣再次跟摄政王赔罪，跟摄政王妃赔罪，还望摄政王妃消消气儿，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消息，王妃跟韩寻之间有深仇大恨，这股气只怕消不了。摄政王此言何意？钟永侯这是第一次来庸国，贵国王妃可曾去过南诏？两人如何结下的仇恨？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放开我！昭华长公主当初看上你是她瞎了眼，韩寻离了昭华长公主，你什么也不是。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跟昭华什么关系？你是韩寻，昭华长公主曾经收过一个徒弟，你可知道？摄政王方才说什么？这位王妃是昭华长公主的徒弟，她这么好的身手，都是长公主所授。韩寻，你对付昭华长公主的时候，是不是很得意？沈宁没理会周遭人的反应，一双眼如地狱死神般森然，手不断收紧，无情的让韩寻体会着窒息濒死的滋味。你的骄傲和骨气呢？你不是把自尊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会儿自尊碎了一地的滋味怎么样？王妃，昭华长公主的死跟钟永侯无关，她是病死的。长公主的死让我们很痛心，若不是长公主病逝，南诏不会陷入如今这般困境。但是钟永侯他跟长公主是两情相悦，万万不会害死长公主。就他这般废物，也配跟昭华长公主两情相悦？他当初是眼瞎心也瞎，才会看上这种薄情寡义、自私自利、愚蠢虚伪的东西。想让庸国出兵相助南诏，我再加一个条件，就是韩寻任我处置，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怎么可以？绝对不行！
真是胡闹！沈宁，你今天威风也逞过了，该出的风头也出了，还不就此罢手？两国邦交是大事，连太后都无权过问，岂是你一个王妃可以干涉的？还不快放了钟永侯！郑国公，你今天话太多了，本王还站在这里，轮得到你训斥本王的王妃？摄政王，邦交不是儿戏，还望摄政王的位子让你来坐？臣不敢。王妃的条件便是本王的条件，你们答应把韩寻交给王妃处置，本王就答应出兵支援。不行，若钟永侯出事，我们回去没法交代。不然你们就先回去，跟你们的皇帝商议之后再来。只是南诏军队中那些老弱病残，不知能不能撑到你们一来一回。钟永侯交给你们处置，摄政王就答应一定借兵相助。如果摄政王答应即刻借兵，我们就答应。林毅，你这是公报私仇，就算你跟钟永侯不和，也不该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杨将军难道觉得韩寻一个人的命比得上南诏社稷存亡？钟永侯既被封为钟永，就该为国为民，死而后已，这样才不辜负皇上对他的期许。林大人说的在理，钟永侯既然没有领兵之能，又不能为皇上出谋划策，本就愧对忠勇二字。眼下既然能以一己之身换取南诏兵力相助，我们该感到高兴才是。想来钟永侯为报皇恩，愿以一己之身换取南诏社稷安稳。季大人被过去与众使臣低声商议一番之后，很快答应。我们答应王妃的条件，敢问摄政王何时借兵？你们庸国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就叫欺人太甚。韩寻，这才是开胃菜，真正的美味佳肴还在后面。从此刻开始，韩寻就是本王妃的阶下囚。林峰，你看着他，让他在这里跪上2个时辰，直到议事结束。经过摄政王妃闹了这么一出，南诏使臣气势全无。议事过程中，生怕哪句话让摄政王夫妇不快，再惹来跟韩寻一样的下场。就连跟平遥长公主说话也是战战兢兢，斟酌再斟酌，三思再三思。殿外，韩寻整个人歪歪斜斜，然而在浑身剧痛和晕眩之中，他却无法克制地想到，方才沈宁看他的眼神，遍体生寒。徒弟，不，沈宁怎么可能是昭华的徒弟？那眼神里刻骨的恨意，分明是昭华长公主本人。昭华是个烈脾气，哪怕重伤濒死，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也从未开口服软。看我的眼神就是这种刻骨的恨意。我亲手给他下毒，毁了他的武功，一寸寸打断他的骨头，长期遍体鳞伤，被折磨而死。他死了，死得透透的，不可能还活着。钟永侯这么没用，都说庸国是泱泱大国，没想到也如此恃强凌弱。今日栽在你们手里，是我识人不清，连我们的小王妃都打不过，就别再说大话了，老实跪着。姬景拧眉，心头忽然一跳，刹那间知道了他说的那个人是谁。他在哪儿？刑部大牢，本王刚刚下令打断了他2条腿。皇叔，皇上应该沉着镇定，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如此轻易就失控，如何让百官敬畏？皇叔都打算夺权了，这能不能让百官敬畏还重要吗？确实不重要，不过林凤阳口口声声说要见皇上，他还说他是奉先皇之命去了南诏，此事本王略有不解，想让皇上解惑。这没什么可以解惑的，皇叔可以把林凤阳带到朕的面前，朕自会好好问问他。皇上若是不配合，本王会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把他凌迟处死，在他咽气之前，皇上不会有见到他的机会。皇叔，你不能这么做。林凤阳是奉父皇之命前往南诏，并非通敌叛国。他去南诏干什么？进南诏做奸细，还是为了取得南诏皇帝的信任，进而可以顺理成章掌管南诏兵权？南诏皇帝不是傻子，若没有足够庞大的筹码，他会轻易信任一个外来之人，还让他掌管南诏兵权？皇上不如告诉本王，林凤阳许了南诏皇帝什么好处？朕不知道，这是父皇跟林凤阳之间的秘密。父皇临终前只告诉朕，林凤阳是他安插在南诏的棋子，可以择机重用。至于其他的，皇叔不妨让他亲自到朕面前禀明当年真相。你不会有见到他的机会。皇叔，别忘了林凤阳曾是长公主最爱的男子，你若轻易处置了他，就不担心平遥长公主恨你，继而跟你为敌。平遥若知道那些真相，应该会比本王更恨他，恨不得亲手将他千刀万剐。皇叔，别忘了你是庸国皇族血脉，为了一个沈宁，你真要与朕反目成仇？100年之后，你该如何跟皇室列祖列宗交代？一轮激烈的云雨之后，平遥长公主慵懒地躺在刚收拾好的床上，享受着新婚夫婿温柔体贴的按摩。看着弱不禁风的人，没想到体力还不错。殿下满意就好。挺满意的，服侍人的力道也恰到好处。看来本公主慧眼识珠，挑了个称心如意的驸马。殿下，若日后殿下厌弃了我，可否直言相告？臣好为自己余生做个打算。你想做什么打算？去考功名，还是弃文从武，远走边关？臣应该没有保家卫国的本事，只是真到了那个时候，难免要思索着该如何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与其这么早就担心这个问题，不如好好想着怎么讨本公主欢心。本公主虽说喜欢左拥右抱，但并不是负心薄情之人。只要你在长公主府乖乖的，不做不该做的事儿，我们俩的夫妻观就会持续到白头。若以后本公主生个一儿半女，你就是世子或者郡主的父亲，你的地位谁能撼动？秦雨墨心头一动，生个一儿半女，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甚至直到现在，他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他没办法把自己当成是平遥长公主的驸马，更不可能是夫君。那林凤阳怎么办？林凤阳，大喜的日子，提那个晦气东西干什么？本公主退了你兄长的婚事，免了你们兄弟共侍一妻的尴尬，难不成你觉得遗憾，想跟林凤阳共侍一妻不成？臣不是这个意思。长公主殿下，摄政王方才派人来传话，说林凤阳被关在刑部大牢。方才摄政王去大牢刑讯了他，还命人打断了他的腿。刑讯？摄政王可从林凤阳嘴里问出了有用的消息？奴婢不知，传话的人在长公主府前院，殿下可要当面问问他。算了，本宫洞防花烛夜，不想被一个晦气东西破坏兴致，暂时先不问了。你让人回去吧，待明日抽出空来，我亲自去跟皇叔面谈。林凤阳被关在刑部大牢3日，2条腿尽断，而南诏使臣即将抵达雍国盛京，林凤阳心里的焦灼可想而知。我要见摄政王，我要见皇上。来人，我要见摄政王，我有话跟他说。真是犯贱！摄政王在的时候该说不说，这会儿吵着闹着要见摄政王，你真以为摄政王随时有空见你？我要见摄政王，我要见皇上。乖乖待着，摄政王正忙着接待远道而来的贵客，根本没时间理你，等时辰走了再说。敢问摄政王妃，昭华长公主是何时收您做的徒弟？干亲抵视，不如本王妃送你下去，问问昭华长公主。不用，在下只是好奇。好奇心害死猫。西周铁骑强悍，我们南诏确实不是对手。不知摄政王能借兵多少？若能借兵20万，想来可解南诏之困。借兵20万，你们南诏人是不是都这么不知所谓？兵借给你们了，你们谁带兵，谁挂帅？外面那个重料加身的钟永侯，你是想让我们雍国的将士去送死吗？长公主，方才王妃的身手，你们也见识到了，她已得到贵国昭华长公主真传，想来战场上的兵法谋略也师承长公主，不如就由王妃挂帅，替你们征伐西周如何？这不妥吧？这么说来，你们只是想借兵，不想借将。既然如此，你们南诏能否找出一个领兵奇才，保证我们雍国借出去的兵马完好无损的归还回来？我们一定。一个损失都不能有，一匹马都不能死。毕竟我们雍国儿郎的命也是命，他们个个都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不能平白无故为了跟他们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去送死。军人只要上了战场，就一定会有伤亡，我们如何能保证一个损失都没有？那我们损失的兵马，你们该如何赔偿？总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死吧？我们会按照正常伤亡抚恤发放。杨将军，如果你战死沙场，南诏发放给你们家抚恤金1万两，那么你会选1万两白银，还是选择让自己活着？当然是活着。那不就得了？我们的将士本来不用死的，为何要替非亲非故的你们去送死？长公主的意思是不愿意借兵？确实不太愿意，尤其是一个毫无骨气的国家，君王懦弱又愚蠢，南诏气数已尽，该亡国就亡国吧，没什么可挣扎的。长公主慎言，摄政王妃明明承诺，只要我们答应将钟永侯交由他处置，就答应借兵。我的承诺有条件，由本王妃或者摄政王亲自领兵。当然，若你们愿意让平遥长公主领兵，也无不可。我不行，我怕死，可不想为了一个本该消失的国家费心劳力。南诏如今的局势很不妙，雍国若贸然借兵，对我们自己的儿郎不公平。就像方才长公主所说，虽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但他们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国家送死。可是你们明明答应，此时本王还需要召集军中将领细细商议，诸位不用太过着急，只要军中将领半数以上同意，本王就答应出兵相助。南诏一群蠢货，忌惮功勋赫赫的自家战神，把人整死了，现在又低声下气来别的国家求助，任人宰割，真是贱骨头，自己送上门找死。南诏这2位公主应该有17、18岁了吧？见皇上后宫不太合适，给摄政王做侧妃则没资格。依本公主看，不如给皇婶做个洗脚婢如何？你们2人是公主？是。皇帝的妹妹还是女儿？女儿。南诏皇帝不过而立之年，竟有你们这般大的女儿，拿2个假冒的公主糊弄我们，就是你们所谓的诚意。贵国竟敢如此糊弄于我们，还敢借兵，想都别想。虽然我们并不稀罕你们的公主啊，
请诸位息怒，吾皇年过而立，膝下最大皇子12岁，公主最大的才10岁，着实没有合适人选。皇上虽有几个妹妹，可惜都已经出阁，更不敢让他们联姻。这2位是从皇室宗亲里挑选出的郡主，被吾皇封为公主出嫁，跟皇上亲女儿无甚差别，且她们容貌过人，性子温顺，绝不会让贵国失望。本王对你们的公主不感兴趣，换个条件。摄政王请说。歌风同、韩云、北望古3座城池，从此南诏成为庸国附属国。如此一来，本王自然愿意出兵相助。摄政王这是趁人之危。比起国破家亡，皇叔提的这个条件已经很合理。你们南诏要兵不行，要将不行，个个都是怂货，能抱上庸国大腿，是你们知性。依我看，也别搁什么城池了，干脆皇叔派2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带兵20万攻打南诏，趁着他们无力反抗的机会，联手西周，把南诏瓜分了事。这样一来，连南诏皇都保不住，损失的又岂是区3座城池？庸国已经阴盛阳衰到只能有2个女子来决定军国大事了吗？摄政王，此番我们是来求助，不是来受羞辱的。杨将军，注意你的态度，既然知道是来求助，怎么敢对人家如此无礼？战败国本来就毫无尊严可言，被羞辱难道不是正常的？都要沦为亡国奴了，尊严就是个笑话。既然条件谈不拢，不如暂时先放。本公主有个问题想问问诸位，此次跟你们一起前来的那位将军叫林凤阳，怎么也没人关心一下他？本公主记得他带兵打仗的本事还算不错，怎么你们的皇帝不信任他？林将军年前吃了一次败仗，损失8万兵马，原本应该被治罪的，但是林将军说他可以戴罪立功。如何戴罪立功？亲自来南诏借兵？你们南诏真是气数尽了。季大人神色僵住，随即有些绝望的苦笑。可不是气数尽了吗？昭华长公主在战场上拼杀了7年，好不容易让国家安稳下来，正是休生养息恢复元气的时候，偏偏下臣一直怀疑西周在南昭皇城安插了奸细，昭华长公主成亲之后一直抱病，没露过面。第1年西周还有所忌惮，第2年直接小规模兵马试探，之后一次次似乎有意想确认昭华长公主到底还能不能打仗。后来南诏大臣至今不知昭华长公主得了什么病，又是死于何因。若摄政王妃真是昭华长公主的徒弟，这2年里可有跟昭华长公主书信来往过？我是庸国人，他是南诏人，若真有书信往来，只怕更会被人认为是通敌叛国，怎么可能会有？季大人一想也是，其实他心里猜测到昭华长公主死因蹊跷，可去年南诏频吃败仗时，有人提议让长公主继续挂帅出征，皇上却说长公主是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任何人不许去打扰她，所以她到底是因伤而亡，还是因病而亡，谁也不知道。该死的摄政王，他真是不知道江山的主子是谁了。设宴招待别国使臣，却连皇上都不能参加，反而带着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王妃，他到底想干什么？狼子野心藏不住了，是不是？该死！太后息怒，太后娘娘，奴才有一计策，不知可不可行？还不快说！摄政王府有个表姑娘叫顾嫣然，她是摄政王的亲表妹，一直仰慕摄政王而不得。若由她动手，一来摄政王不会防备，二来就算东窗事发，摄政王也不会对她怎么样。顾嫣然是嘉禾公主和嘉玉公主之前在左相府还与她有过照面。你去把嘉玉公主喊过来。嘉玉见过顾嫣然，以顾嫣然的身份，想来若公主邀约，定然迫不及待应约。到时只要让嘉玉把药给了顾嫣然，想来顾嫣然更愿意跟摄政王生米煮成熟饭。宫里手段多，各种药也多，就算摄政王戒心重，也做不到千日防贼吧。散宴之后，季玉仓带着左右丞相和礼部尚书去勤政殿，跟南诏使臣坐下来继续商议借兵之事。沈宁和平遥长公主对此不感兴趣，打算出宫回府。皇婶真的是昭华长公主的徒弟，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像，与其说你是她徒弟，不如说你是昭华长公主本人。沈宁沉默着，今日在殿上他本就不予掩藏，这种类似于借尸还魂的事情，没多少人可以接受，也不会有人轻易相信。但若有人怀疑，他也不会否认。南诏提出的联姻结盟，你是怎么想的？没什么想法，与其帮他们打仗，不如我们自己打，谁打下来的疆土就是谁的。霸气，英雄所见略同。我想去刑部大牢一趟，去见林凤阳。有些事情早晚要问个清楚。摄政王妃，我有话跟你说。想说什么？侍秦，此人现在是摄政王府囚奴，没有得到本王妃的允许就擅自开口，罚他100鞭子。是。100鞭。韩寻，你好生受着。你是昭华？不可能！你别给我装神弄鬼，你到底是谁？
你是昭华，你不是，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昭华从未收过什么徒弟，他身边最亲近的4个人不是嫁了人，就是被皇上收进了后宫，他不可能收一个他国之人为徒。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尊严、有傲骨的人，今日才知你其实跟蝼蚁没什么区别。带100鞭打韩寻身上衣衫破碎，整个人像是从血水中捞出来一样，连脸上都无可避免地留下几道血痕。把他拖到马厩里去。你想领兵吗？你已决定跟西周一起分这杯羹。既然南诏气数已尽，没道理让西周独吞这块肉。而且北望谷山清水秀，城池富庶，土地肥沃，地势易守难攻，适合我们养老。你才多大年纪就开始思索养老之事了？人都有易老，谁也不例外。何况韩寻只是其中之一。你不想见见那位猜忌心重的南诏皇帝？南诏皇帝，我弟皇兄，我怎么不想见？我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何时才能见面，见面之后该如何把他挫骨扬灰。这个月就可以给你解毒，解毒之后我需要在王府休养1个月，休养期间你可以让人备好粮草。以南诏目前的处境，最多4个月，我就可以把你想要的3座城池打下来。不是我想要，那是你的城池。我的？你打下来的城池都是你的，若你愿意带上我，那以后就是我们的封地，或者我们也可以在南诏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皇朝。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反正南诏的江山本就是我守护着的，我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在了战场上，最后却得到了那样的对待。既然如此，夺他江山又如何？我做江山不比龙椅上那个刚愎自用、光有猜忌心却毫无本事的废物强得多。兵马是你的，粮草也是你的，我用你的兵马和粮草打仗，打下来的城池理所当然应该是你的。我们不是夫妻吗？夫妻之间难道还要分得那么清楚？姬玉仓似乎总是在提醒他们之间是夫妻关系，而沈宁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认知，他一直觉得他们之间是交易的关系。打下南诏不难，只是眼下的南诏对我们来说，其实完全算得上是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说？之前7年征战，南诏国库早已空虚，如今的南诏岌岌可危，除非根本不在乎百姓的死活，否则谁接手都是一个烂摊子。人生在世，总得有点事情做做，否则岂不是无聊？你的意思是，你余生的目标是想治理南诏？我有时候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的，明明庸国才是你守护的江山，而且庸国兵强马壮，你若有意把庸国江山抢过来，自己做不是更好？何必去趟南诏的浑水？本王就喜欢挑战不可能。沈宁，你觉得本王有生之年能虏获你的芳心吗？怎么不说话？其实我的心理年龄可能比你还大。你想让我叫你一声姐姐？这人的脑回路是不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明天我会召集将领在书房制定2个月后的作战计划，出兵之前尽可能的把一切都准备，争取做到势如破竹，一路攻到皇城。你若有兴趣，明日可来书房听一听，心里若有想法也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商讨。王爷、王妃，这是嘉玉公主刚送来的帖子，给表姑娘的，说是请她明日去公主府赏花。既然是给表姑娘的，就送过去给她。是。嘉玉公主大概又生出了歪心思。太后今天召她进宫了。这么说来，是太后又要出幺蛾子了。太后出幺蛾子是太后作死，若顾嫣然也敢折腾幺蛾子，王爷打算怎么办？你是王妃，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林凤阳，你能不能告诉本公主当年事情的真相？你为什么不等我？我以为你会等我的。等一个死人吗？本公主为什么要等你？好女不是二夫。一来，本公主从不自诩为好女；二来，本公主身份尊贵，想娶多少娶多少，连太后和皇后都管不了，你还想来干涉本公主的后院？你以前以为我死了，所以才这么做的，可我现在回来了，你能不能什么？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你以为本公主还看得上你？我的双腿是摄政王下令打断的，你不为我讨回公道。林凤阳，你在讲哪门子笑话？我今天是来审问你的，你别跟我扯那些不相干的事情。我只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我。当年你诈死一事，是你自己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还是有什么阴谋？你不要跟那个秦家庶子成亲好不好？你不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我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你替南诏征战西周，损失8万兵马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想我想到分神，所以才被人钻了空子？南诏的使臣到了。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以我的作战能力，真的会损失8万兵马吗？别告诉我你是故意的，林凤阳，你诡计多端，撒谎成性，你以为本公主还会相信你？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最好如实招来，否则别怪本公主不念旧情。就算你打死我，我心里也只要你一人。3年来，我想你想的发疯，多少个午夜梦回，想着我们已经成了亲，有了孩子。平遥，林凤阳，当年盛家全军覆没，是不是一手主导？本公主不想知道你午夜梦回有多想我，我只想知道这3年来你做过多少次噩梦，夜间有没有鬼魂来找你索命？林凤阳，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平遥，你听我说，说。
我是奉先皇之命去的南诏，不是叛国，也没有暗算盛家人。先皇让你去南诏干什么？先皇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担心皇上年幼撑不起江山，被人架空权力，所以才让我去南诏，让别人都以为我死了。目的是为了在南诏养精蓄锐，以期日后成为皇上的助力。你这样的废物，不成为皇上的拖累就不错了，还养精蓄锐，成为皇上的助力。你一个人孤身远走他国，让南诏皇帝信任都不可能，还想成为皇上的助力，谈何容易？所以先皇是不是跟南诏皇帝也有约定？是啊。我再问你，南诏中永侯有个妻子，你知道吗？那位长公主已经死了。死了？怎么死的？她嫁给钟永侯韩寻之后，就没有再在人前出现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内情。其实我知道，他们新婚之夜，钟永侯给长公主的合卺酒里下了毒，那个毒南诏没有，是我带过去的。这是我送给南诏皇帝的第一份见面礼，祝他除掉昭华长公主。这是你获取南诏皇帝信任的手段之一。是啊。还真是蟑螂蛇鼠凑油，你们都是下作之人。昭华长公主若在，南诏的兵权就轮不到我来掌管。你掌管之后呢？打了几次胜仗？平遥，我只是去南诏养精蓄锐，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回来成为皇上助力，不是为了在南诏立功。何况若南诏真的强大起来，对庸国又有什么好处？不要为你的卑劣找借口。本公主记得你18岁时曾说过，一个武将最光荣的死法是在战场上。南诏长公主是战神，女子中的楷模。别说庸国跟南诏不是敌对，就算是敌人，你也应该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他，哪怕让他万箭穿心，我也会敬你是条汉子。可你却用如此卑劣无耻的行为给他下毒，让他窝窝囊囊的死在新婚夜，死在内宅，死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角落。他那晚没死，只是废了武功。他没死，他的死不是因为毒酒，而是被他自己喜欢的人生生折磨死的。你错了，新婚夜的那个晚上，他已经死了。跟你这种人待在一起，会让我觉得连空气都是脏的。想什么事想得这么出神？殿下回来了，有什么为难事可以跟我说说。听说嘉禾公主昨晚又打了沈驸马，你担心我跟嘉禾公主一样对你使用暴力？不是，我只是觉得沈驸马很可怜。说起来，他跟摄政王妃还是同宗。听说嘉禾公主昨天打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跟摄政王妃一个姓，无故迁怒。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怜悯之心。沈驸马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为了摆脱家里父兄的控制，这些年一直努力读书。原本是想考个功名进入仕途的，没想到会被嘉禾公主看中。你是不是也恨着本公主把你强纳进来？我跟沈驸马不一样，我就算考入仕途，也摆脱不了家人的控制，反而是长公主给了我特权，让我不必再受到嫡母的打压。我心里很感激殿下。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但不恨我，其实还感谢我？你是懂得如何讨本宫开心的。你若真心怜悯他，不妨为他做点事情。殿下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可以在长公主府举办一些诗词会，邀请你心里觉得优秀的公子哥前来参加。这样一来，你自己也可以打发时间，还能让沈驸马有充足的理由出来散散心，不比整日闷在那个宅子里舒服。可是这到底不是长久之计，人苦闷久了会生病的，事情要一步步解决，别指望一口吃成胖子。万一嘉禾公主不许他出门呢？本宫驸马递出去的帖子，谁敢不来？殿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暂时看你还顺眼。本公主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对他很好，但翻脸无情的时候，也绝不会心慈手软。牢里那个林凤阳就是最佳例子。秦雨墨，你可别步他后尘。我不会的，请殿下放心。表嫂，嘉玉公主昨日给我递了帖子，邀我今天去参加赏花宴，表嫂可要一起去？没空。表嫂，你整日待在屋子里不无聊吗？就算是冷酷无情的表兄，也不会整日待在屋子里。他政务繁忙，只是不喜欢与人说废话，但是该出去接触人还是会出去的。表嫂也应该出去走一走。虽然嘉禾公主没给你发请帖，但只要表嫂愿意放下身段，我相信嘉禾公主还是欢迎表嫂。你废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世奇，你跟着他，我想知道嘉玉公主又打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主意。是。世奇离开之后，沈宁又去了药房，解药配置已经成功，只等这个月姬玉仓毒发时就可以服下。时间过得真是快，不知不觉嫁给姬玉仓已经快2个月。王妃，马厩的小厮说，那个阶下求吵着喊着要见王妃，把他带过来。见我做什么？昨晚睡得还好吗？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何对我这么大敌意，我们之间应该是有误会。误会？我记得你以前是最擅长伪装的，此次一见，委实让人大失所望。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午夜梦回，每天都想着把你碎尸万段。你一定是被人蒙蔽了。如果你真的是昭华长公主的徒弟，就该知道我是昭华最爱之人。我们相知相伴10余年，昭华为了家国安稳，亲自领兵征战7年，我也因此等了昭华7年。我们成亲时年纪早已超过正常男女成亲的年纪，他承诺会爱我一生一世，我亦承诺他守护他一辈子。你要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是谁在你面前挑拨离间，我跟昭华的感情外人无从得知，谁也没有权利怀疑我对他的情谊。真是一腔义正言辞，只怕连你自己都骗了吧？你是不是不敢去相信我就是昭华本人？希望你别再装神弄鬼，我不信你是昭华，昭华已经死了，你是在借着他的身份故意报复我。我确实是在装神弄鬼，但是这并不妨碍你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韩寻，你该承认自己的无能，从头到尾你就是个吃软饭的孬种，怂货懦夫。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昭华长公主，偏偏你不敢承认这一点，自私的以为害死了她，旁人就不知道这个事实了。你胡说八道，昭华长公主不是我害死的，我爱她，她是我最爱的妻子，我怎么可能害她？如果你真的是昭华的徒弟，那么一定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故意想让你视我为仇人，你不要被他蒙骗了。蒙骗，真正蒙骗昭华长公主的人不是你吗？你骗了她10几年，伪装功夫那么深，演技那么精湛，为什么现在不会演了？是因为钟永侯的身份让你觉得可以高人一等了，所以不用演了。因为昭华长公主死了，你称王称霸了，你那位皇帝也高枕无忧了。胡说，你胡说，我没有，我深爱着昭华，我比这世上的任何人都爱她。韩寻，你真是让人觉得恶心。这是我刚煮好的茶，你要不要尝一尝？你要干什么？请你喝茶。韩寻，你恶心的让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愚蠢的蠢货。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不管是你还是南诏那位假仁假义的皇帝，下场都会更惨。你可以慢慢等着看，看你的君王成为亡国奴，成为阶下囚，跟你一样被镣铐加身，跪在本王妃面前求饶的一幕。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从武功到性情，你不觉得很熟悉？韩寻，新婚夜的那杯毒酒，我到现在还记得，往后每一个日子的折磨刻骨铭心，想忘都忘不了。你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天下之大，其事甚多，没什么不可能的。把他带去地牢关起来。王妃，嘉玉公主给顾姑娘一包药，说只要让摄政王服下，就会对她一往情深，此生不变。那药的作用是什么？是太后给嘉玉公主想借顾姑娘的手谋害摄政王的毒药。看来太后连1年都等不了了。王妃打算如何处置顾姑娘？那是姬玉仓的表妹，姬玉仓自己会处置。晚膳时，侍秦呈上来6道菜，并当场用银针表现了一个验毒大。屋子里安静无声，气氛诡异。姬玉仓和沈宁不发一语，看着发黑的银针，表情一言难尽。不过两人谁都没说话，大概也知道是谁这么蠢，下毒下的这般明目张胆。嫣然求见表兄有事，还望林侍卫去禀报一声。让他进来。表兄，你晚膳用了吗？那表兄什么时候休息？本王今晚的膳食是你从厨房里拿过来的。表兄，我没听懂表兄在说什么。膳食里的毒是你下的，毒是谁给你的？表兄，您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会给表兄下毒？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顾嫣然，你是不是想被冲入军中做军妓？表兄，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姑母最疼爱的侄女，我一直喜欢你。表兄，我一直喜欢你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的毒是谁给你的？表兄，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林峰，主子，顾嫣然下毒谋害本王和王妃，念在他与本王兄妹一场的份上，留他性命，冲入军中犒劳将士。表兄，我不去，是嘉玉公主给我的药，她骗我，她说着那不是毒，只要表兄服下，以后会死心塌地的喜欢我。我没有谋害表兄，我不会谋害表兄。嘉玉公主，药是她给你的？就是嘉玉公主。嘉玉公主说这个药没有毒，只要表兄中了药，发作之后跟第一眼看到的女子，从此就会死心塌地喜欢上她。我鬼迷心窍，表兄饶了我吧，我不敢了，求表兄饶了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表兄饶我一次。林峰，军中武将还有谁没娶妻？魏将军杨明，原配妻子难产而亡之后，这些年一直待在军中，没再娶妻，只是岁数有点大。去告知他一声，本王表妹顾嫣然许配给他，限他半月之内完婚。表兄，我不要。或者你更愿意去军中伺候将士？姑母临终前嘱咐表兄好好待我，表兄就是如此照顾我的马。本王许你住在摄政王府，也曾承诺给你挑选夫婿，是你自己不愿也就罢了，还处处跟王妃作对，今晚更是对本王起了叵测心思，这一点本王不能忍。林峰，把他带回燕人局，出嫁之前不许他再踏出燕人局一步。
即日开始，长公主府驸马秦雨墨、嘉禾公主驸马沈怀书和嘉裕驸马秦明宇跟在本王身侧，听从使唤。若沈驸马和齐驸马于朝中有所建树，往后可配私人护卫4名，与公主享有平等权利，至多可纳2名妾室。命令既出，嘉禾和嘉裕2位公主气得几乎当场失控，允许驸马纳妾。这个命令明显就是针对他们2人，把他们皇族公主的尊严踩了个稀巴烂。沈怀书，你是不是很想纳妾？是不是喜出望外，觉得从此可以跟本公主平起平坐了？我告诉你，你休想！谁在找死？请嘉禾公主恕罪。摄政王有令，2位驸马从今儿起就是朝廷命官，公主以后再不可对驸马动手，否则就是对朝廷命官动私刑，是要受到责罚的。沈驸马，摄政王让您现在就进宫，早朝之后他会在勤政殿考察3位驸马的才能。沈怀书是本公主的驸马，驸马不能入朝，摄政王凭什么打破惯例？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思？奴才是奉摄政王之命而来，不敢有任何心思。沈怀书，你要是敢去，今晚回来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嘉禾公主，今儿开始，沈驸马在公主府的地位跟您是一样的。入朝之后，驸马还会有官职在身，您无权对他做出任何惩罚，否则摄政王会。沈怀书，你敢去试试？摄政王有令，我不敢违抗。本公主不允许你去。摄政王有令，我不敢违抗。驸马爷，这就走吧。您要先去勤政殿等着摄政王，可不敢让摄政王等您，否则就是大不敬。公公请。我听说顾姑娘喜欢摄政王而不得，嘉裕公主给了顾姑娘一包药，说是下在摄政王的饮食里，可以让摄政王喜欢上她。昨日回去之后，她还真的在摄政王的饮食里下了这个药，可惜当场被察觉。后来摄政王知道是顾姑娘下的药，直接把她许配给了自己军中的一个将领，就是那个死了原配妻子、快40岁还孤身一人的魏将军。那跟我们有关系吗？我猜测摄政王对付2个公主会有点大材小用，他给你们权力是想让你们跟2位公主抗衡，还允许你们纳妾呢。我听说那个魏将军脾气不太好，以前不是有人传言这个魏将军的原本妻子就是被他打死的。反正军中将士上阵杀敌确实不错，但是回到家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个什么脾气。不过这件事跟我们无关，我眼下关心的是摄政王真的会给我们权力让我们入朝？不知道，可能会，也有可能只是借着这个机会给2位公主一点教训。这次摄政王是要给嘉禾和嘉裕2位公主惩罚不假，但机会你们要自己抓住，别做那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就行。3人脸色微变，瞬间停止讨论，恭敬地给平遥长公主行礼。好好表现，别让我失望。对了，沈驸马和齐驸马以后可能会有纳妾的机会，你就别想了。即日开始，你们3人每天跟大臣们早朝一样的时辰进宫，到此处候着。本王会命人给你们安排专门的书案和座椅，每天1篇策论，你们自己命题，战争、民生、治国、邦交，通上都可以写。本王会给你们配4名贴身侍卫，以1个月为期限，才能卓越者，本王会授予你们官职，做勤政殿参政。若愚钝不堪，就别怨怪命运不公。西域仓玉培养3位驸马，甚至给他们官职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太后耳朵里。他每天一个昏招，到底想干什么？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驸马不可做官，他这是处处跟祖宗规矩作对。母后，他就是故意想让我们都不好过。沈怀书本来就对我心存不满，每次看到我都不冷不热的。等有了摄政王撑腰，他还会把我放在眼里吗？哀家之前就不止一次耳提面命，让你对驸马哄着点，别总是打骂苛刻。你听了吗？你要是一天到晚被人非打即骂，你会不会讨厌他？想不想让他即刻去死？可我是公主啊，他就该听我的。我打他还不是因为他总是对我不理不睬，他要是哄得我开心，我还会打他吗？比起嘉禾公主的气急败坏，此时嘉裕公主才是最不安的。昨晚她把药给了顾嫣然，今天摄政王就针对2位驸马，若说这是巧合，打死他都不信。嘉裕，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臣猜测，可能是顾嫣然败露了。真是废物，一点小事都办不好，他到底还能干什么？太后，不好了！摄政王要杀秦公子。怎么回事？刑部呈上秦公子和山匪们的口供，他们说证据确凿，摄政王方才定了秦公子死罪，并且是在奉天门外杖杀。太后，平遥长公主来了。她说请太后和2位公主至奉天门观刑。摄政王竟心狠手辣至此，哀家。母后，我不去，摄政王一定是故意的，我不去。摄政王有令，请太后和2位公主前往奉天门观刑，由不得任何拒绝。平遥，你真是放肆得很。
不敢，本宫只是越来越喜欢这种有权力在身，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这不也是太后一直追求权力的原因？平遥，你敢如此跟母后说话？别忘了我才是嫡公主，你这个……本公主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没规矩。太后若不想被人压着出来，就配合一下，随本宫前往奉天门，否则稍后落一个仪态尽失，可别说本公主没给太后留面子。摄政王有令，秦家嫡子秦晏殊指使山匪诬陷国公府嫡女清白，杀害国公府侍女护卫等10余人，行径极为恶劣，人证口供俱在，罪不容赦。摄政王责令将秦晏殊杖杀，任何人不得求情。其余山匪行为凶残，于3日后午门外斩首示众。晏殊，晏殊，你们都给哀家滚开，还不放开晏殊！摄政王有旨，杖杀秦晏殊，即刻执行。我想见宁儿，宁儿，我知道错了。晏殊，你还有什么遗言？为父一定替你办到。父亲，我想见宁儿一面。孽障，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你落到如今这个境地，都是因为她，你还对她念念不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这几天为了救你，几乎跑断了腿？秦晏殊，你简直就是个狼心狗肺。儿子不孝，请父亲母亲余生保重自己，儿子来生再报爹娘养育之恩。摄政王，你好狠毒的手段！秦晏殊被杖杀一事很快传遍圣京，太后在惊痛交加、气怒攻心下病倒了，躺在床上时，嘴里迷迷糊糊的喊着放肆。晏殊这一病仿佛带来了不祥的征兆。当太医把诊断结果禀报到姬玉仓面前，杀伐果断的摄政王当即下令关闭寿安宫，让太后好好静养，任何人不得轻易探视，不得打扰太后亲近。怀叔，今天在朝上累不累？这个是我亲自在小厨房炖的鸡汤，你每天上朝辛苦了，给你补补。多谢公主厚爱。不用多礼，你趁热喝了吧。臣稍后再喝。摄政王给了我任务，臣暂时没办法跟公主多聊，请公主殿下暂避。嘉禾公主面色一僵，下意识的就要发怒，然而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她很快压下怒，挂上一抹微带讨好的笑容。好，那我不打扰你了，你今晚回房睡吧，我等你。公主不必等我，我可能要做到很晚。多晚我都等你，你做完了来找我便是。沈怀舒轻轻吁了一口气，神智上有些恍惚，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房门方向，眼下已清晰地认识到，公主也不是真的那么高高在上，无法撼动。驸马也并不是永远要屈服，原来冷酷无情、心狠手辣的嘉禾公主，也是会低下高傲的头颅，低声下气地与人说话。沈怀舒在书房里待了一夜，嘉禾公主在卧房等了一夜，但是没有等到人。待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时，他询问当值的侍女：驸马还没休息。公主殿下，驸马爷进宫去了。本宫其实挺佩服皇上的，小小年纪拥有非比常人的镇定，即便被幽禁，也丝毫不见颓废绝望。皇姐怒赞了，朕汗颜得很。以皇上的定力，若能沉得住气，假以时日，拿回摄政大权，坐稳自己的地位，不是难事。本宫想不通，皇上为何会败得这么快？皇上在急什么？朕是被秦家拖累了。是吗？我不相信，秦家固然犯蠢，太后也在拖你后腿，但这不是理由。朝中最近有大事发生，南诏使臣来了，他们急于借兵抵抗西周，但我觉得庸国将士的命也是命，没理由为了别国江山存亡而丧命。姬瑾沉默片刻，眼底有大势已去的悲凉划过。南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所以皇上想让南诏成为你的助力，这个愿意只怕要落空了。父皇当年不知怎么想到的这个计策，真是毁了他一世英名。盛家当年在战场全军覆没，或许也是父皇的计策。当年你年纪还小，本不该牵扯到你的身上，但这其中未尝没有你那位好母亲的算计。况且父皇所筹谋都是为了你这个暂不能亲政的儿子，你承担一些代价也是应该的。皇姐所言有理，所以本宫应该夺了你的皇位，做一个傀儡皇帝很痛苦。父皇若地下有知，看着皇上这般不成气候的样子，应该也会很痛苦。皇姐要做皇帝，是这个意思？怎么可能？就算真要篡位，也该是皇叔、皇姐一介女儿之身。女儿身怎么了？是男是女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吗？每个人在出生那一刻就被区别了性别，因为是的男子，所以理所当然的享受着家族里所有的一切。女儿身理所当然就是罪过，所有不能自己决定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不公平的。出身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皇姐会认为自己跟平民百姓是平等的吗？本宫不认为人人平等，因为出身同样是他们决定不了的。但倘若他们有本事篡位，本宫也愿赌服输。可惜平民百姓决定不了的东西太多，他们纵然想抗议，也没有那样的胆子和底气，而本宫却不缺的就是胆子和底气。长公主殿下，还求长公主在摄政王面前说说话，看能不能早些借兵支援南诏。小臣此番带着吾皇的旨意和期许而来，实属无奈，还求长公主。季大人，你看起来像个为国为民的忠臣，所以本公主想问你一个问题。长公主，请问，小臣定知无不言。当初林凤阳去南诏之后，你们皇帝信任他一个外人，而不再让长公主领兵，你们这些大臣支持者多还是反对者多？
长公主问这个做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南诏君臣蠢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朝中愚蠢的人数有多少。长公主，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南诏气数尽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们接受事实吧。皇婶，这是在审问阶下囚，你怎么有空过来？我这个长公主空闲时间多的是，随时随地可以闲逛。都问出了什么？问南诏边关兵力的布防，不过他还没说。兵力布防？皇叔和皇婶真的决定领兵攻打南诏？姬玉仓有这个想法，我也赞同。南诏既然注定要亡，那一国独吞不如两国瓜分。这样一来，雍国和西周以后也能旗鼓相当，而不是成为猎物眼中的食物。他说了吗？没有，他说自己不知道，我不太相信，所以决定好好拷问一下。事实上，钟永侯韩寻确实不知道边关布防，沈宁也不是真的要问他南诏边关是什么情况，他比韩寻清楚，哪怕兵力布置经常改变，沈宁也能大致判断得出来。审问韩寻是假，找个借口折磨他一顿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秦，继续打。韩寻被抽得抱头蜷缩在地上，连连惨叫。这一刻，沈宁对韩寻的恨意已经放下，没有爱，还哪来的恨？有的只是仇罢。既然有仇，自然要报仇。所以韩寻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死，只是死前他也该好好受一番折磨，这才是公平。皇婶，这汤药是为谁煎的？姬玉仓，他的毒这个月就能解了。皇叔的毒有办法解？虽然比较麻烦，但确实能解。皇叔有兴趣抢皇位吗？没有，他对皇位没兴趣。为什么？因为本王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讨论篡位之举，未免太过放肆。本公主做过的放肆之事又不止这一桩，闲聊几句话算什么？既然来了，本王正好有些事情跟你商议，把他带去地牢关着，吩咐侍卫鞭子一日3餐招待，别怠慢了贵客。是。今天去见了皇上，皇叔消息挺灵通。你跟皇上说你想夺位？准确来说，应该是想篡位。皇上说我是个女子，那语气震惊的好像女子都该匍匐在地上似的。本公主偏要以女儿身夺了她的皇位，让她改变对女子的偏见。不过如果皇叔也想要那个位置，我可能争不过皇叔。你可以放心筹谋，本王对那个位子没兴趣。要争位就要提前筹谋布局，在朝堂上安插自己的人手。秦雨墨你可以用一下，还有另外2位驸马，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兵力上本王可以助你。平遥长公主没想到姬玉仓会这么好说话，她想过皇叔中了可能不会去争那个位子，她这些日子只是被太后和皇上一再触目，不想再忍罢。但既然毒能解，那平遥这会儿就不确定姬玉仓为何对地位没有野心。他确实张扬跋扈，但他不是个没脑子的人。方才听皇婶说皇叔的毒可以解，既然毒能解，皇叔就不会随时毒发身亡，为何不自己做皇帝？本王喜欢征战，享受征战沙场、开疆拓土的过程，不喜欢繁杂的朝政。另外，本王自己做皇位叫篡位，就算坐上那个位子，也会被后世史书讨伐谩骂。扶你上位，则叫另立新帝，是因为皇帝昏庸无能，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意义不同，后人的评价就不同。怕后世史书谩骂，这也是个理由。既然如此，侄女在这里就谢过皇叔了。1日2次，连喝3日，最后1碗药加入药引，体内的毒便可顺利清除。皇婶的医术是跟谁学的？天生就会，我擅长的东西很多，只是并不能全部派上大用场。皇婶如此厉害，就不想跟皇叔一起征战天下，逐鹿江山？其实我并不喜欢打仗，每次打仗都意味着要有无数人死在战场上，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国家来说，国库的损耗也是巨大的。国库没钱，君王权贵就会想办法从百姓身上搜刮，搜刮的多了，他们就活不下去，卖妻卖女，一片生灵涂炭。所以连年征战，除了能让将军立功之外，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虽然皇婶说的有道理，但战争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将军可以决定的。我只说我厌恶战争，没说战争是谁的错。若外敌侵犯，将军上战场是保家卫国；若君王野心勃勃，将军就是为了开疆拓土。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战争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些事并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若君王圣明，重用贤臣，善待武将，和平时期也不忘训练兵马，使得兵强马壮，那么外敌就算有野心，也不敢轻易进犯。这么说来，本宫若是坐上那皇位，首先得为雍国社稷劳心劳力，还要想办法任用强将，训练出无坚不摧的兵马，让雍国成为外敌不敢来犯的强国。在其位谋其政，君王若不理国事，就会使得奸臣小人当道，百姓便会苦不堪言，国破家亡可能就在眼前。
算了，我还是当我的长公主吧，左拥右抱，好不快活。侄女方才大言不惭，在此跟皇叔赔罪。皇帝非我之庸才，可以胜任，但我可以拥护皇叔上位。说完这句话，不等姬玉仓回应，他转身离开，像是一刻都不愿多留。我是不是把他吓到了？不会，他胆子很大，不过是对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罢了。不过若是长公主真的生了退役，你打算怎么办？你不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掌权者？我没那么大本事。我觉得你可以。雍国如今大半兵权在我手里，只要你愿意。姬玉仓，你是皇族血脉，就算拥兵篡位也在情理之中。但我只是国公府的嫡女，不是皇后，也不是公主，你怎么会有这般想法？若你想要，就算做不成女皇，摄政皇后还是可以的。唯一的遗憾是我们这辈子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沈宁，你不会后悔吗？从理智上来说，这是交易，我解了你的毒，你才能活得久，我才有机会借用你的势力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你不必觉得我是为了你。你这个性子跟寻常女子真是不太一样，连说句好听话都不会。你喜欢听好听话，我可以说给你听，但你不是蠢人，应该能听得出我说的是真心还是假意。之前雍国一直传闻你冷酷无情，嗜血狠辣，我觉得传言跟事实不符。那些传闻是不是因为你的纵容？这重要吗？不重要。喝得这么慢，不苦吗？苦，但是本王沉稳威严的形象更重要。你大概是第一个把苦涩的汤药喝出品茶气度的人。你今天心情看起来好多了。沈宁笑意微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活泼好动的性，只是过去太久，久到他好像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单纯美好。岁月最能磨练一个人，而痛苦和背叛则能让人瞬间成长。姬玉仓，这些日子住在摄政王府，我其实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你的王妃，只觉得这是一桩交易。我给你解毒，你暂时给我提供一个避风处，以后早晚还是要分道扬镳的。现在呢？现在我觉得你挺好，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得到的教训很惨烈，所以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信任一个人，但我会尽可能的成为一个可以跟你并肩作战的人，试着接受你，然后若你觉得我真的可以为天下苍生做一些事，那么我愿意试着去做，不为千古留名，只为此生无憾。好一个此生无憾。沈宁，这是你承诺的，不许反悔。你这是攻其不备。好，我下次一定等你准备好了再攻。我只是说会试着跟你并肩作战，暂时还没答应跟你成为亲密的夫妻，以后不经我的同意，不许对我无礼。为夫遵命。林凤阳死之前，平遥长公主去见了他最后一面。这一次，她看起来很平静，无处不在的伤和痛苦已经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看起来蓬头垢面，比街边乞讨的流民还狼狈。盛家是因为我的算计才全军覆没的。当初先皇让我诈死去南诏，我犹豫过，因为那年你已经20岁，早过了寻常女子成亲的年纪，没有几年芳华可蹉跎。本公主的芳华永远都在，就算到了30岁、40岁、50岁，我依然可以活得像是10几岁的小姑娘。可你害了盛家的人，哪怕是3年前就回来，你以为本公主会放过你？林凤阳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似的，语调沉寂，没有波澜。因为知道你性情，20岁成亲不是问题，可一旦去南诏，谁也不知道要在那里待上几年。我的死讯传到雍国之后，我不确定你会不会为我守身，会不会伤心欲绝，会不会想着为我殉情。我把最糟糕的后果都想过了，可先皇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强制我必须诈死。守身殉情，真是可笑的猜测。平遥，我对不起你，今日一切都是我该得的。若有下辈子，我一定不会再辜负你，我会好好爱你。没有下辈子，本公主永远不会和谁约定下辈子，何况你根本不配。下辈子，本公主若投生成人，那你一定是牛马；本公主若是贵人，你一定是跪地伺候的奴才；本公主若是男子，那你就是进宫为奴的太监。总之，我们绝不可能还有重续前缘的机会。若侥幸还有今生记忆，我一定在你尚未认出我之前就杀了你。你自尽吧。所以我连赎罪的机会都没有。有，若你能让3年前死去的那些人活过来，我就给你赎罪的机会。我真怀念在边关那几年时光，那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这个时候知道表现一腔情深了。当年设计杀我舅舅一家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林凤阳，你这般姿态真让人恶心。对不起。你们好大的胆子，吃了几天软饭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敢对本公主无礼，信不信我抽死你们？怎么回事？参见长公主殿下。这是怎么了？欲求不满，跑到宫里来发泄了。平遥，你简直不知廉耻！你言语粗俗，自甘下贱！我自甘下贱？你脸红什么？本公主跟驸马是两情相悦，想见面就见面，不想见面就分开，哪来的自甘下贱？你在说自己吗？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快要失去了才巴巴地上赶着讨好。
你们3个是废物吗？本公主记得摄政王给你们配了私人护卫，3个驸马应该有12名护卫吧？连一个泼妇都对付不了。你说谁是泼妇？嘉禾，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还是个高高在上的公主？皇上和太后都没了话语权，你一个公主算个屁！你不也是公主吗？本公主跟你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调动禁军，让他们把你赶出宫去，你能做到吗？我还可以调一批人把你幽禁在公主府，你能做到吗？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你们3人的护卫每人杖打50，就在这里执行，打死了就换一个，不能护主的护卫没有留着的必要。来人，把嘉禾公主请出宫去，以后没有摄政王或者本公主的允许，不许她再踏进宫门一步。你嘉禾公主请。今日的事情是第1次，本公主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吃软饭也该吃得硬气一点，别整天畏畏缩缩，跟个可怜小受气包似的。连服3天汤药，最后一晚，姬玉仓体内剧毒开始发作时，沈宁让他服下了最后一碗解并施针，助他逼出体内毒素。从下午煎药到取血，再到施针，沈宁足足忙了2个多时辰。待到姬玉仓一口黑血喷出来，无力的躺在床上时，沈宁脸色已经苍白如纸，整个人看起来比姬玉仓还虚弱。沈宁轻轻闭眼，扶着床头柱子才勉强站稳，五脏六腑像是有几千只虫子撕咬，疼得眼前有些发黑。你干什么？听说蛊毒是血，唯有鲜血可以安抚他们，有没有好一点？我知道血的味道不好，你忍忍，我已经请了大夫来。王爷，进来。王妃中了蛊毒，她是替本王解毒所致。王妃真是大义。王妃身体比一般女子强健，不过此次还是大大亏损了元气，至少要静养2个月。需要怎么补？老夫开个方子。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感受一下。沈宁微怔，手掌贴近的地方能感受到心跳快的有些不正常，他眼神微妙而古怪。堂堂摄政王竟被这点阵仗吓到心跳加快。我担心你，沈宁，人总是忍不住矛盾，既想长命百岁，跟喜欢的人白头偕老，又担心自己会不会扣了对方的寿数。长不长寿对我来说不重要，只要确保活着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就行。你说的对。王爷，照这个方子每日1次温补，其他饮食跟往常一样就行，切不可乱吃补品。蛊毒什么时候可以引出来？要等身子恢复元气之后才行。王妃既然懂得4蛊，那拘蛊之法应该也清楚。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照方子去买药，王府里有的就从库房里拿出来，没有的出去买，不管花多少银子，多难弄到的也必须弄到。王爷，大夫开的药都是寻常补品，贵是贵了点，但很容易买到，不需要费太大功夫。姬玉仓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林峰神色一紧，拿着药方子告退离开。房门被关上那一刻，屋子里整个安静了下来。要不要回锦林院？沈宁没有立即说话，身体里的剧痛已经一点点缓解下去。让我先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就好。好。姬玉仓替他掖好了被巾，一双眼定定落在他苍白虚弱的脸上，眸光里溢满心疼和怜惜之色。姬玉仓握着他的手，就这么看着，一直看着，仿佛永远也看不够。李儿，沈宁这一觉睡了3个时辰，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以为自己醒了，却又仿佛被一双大手死死压在梦境里。只要他能活过来，折寿和无嗣都在所不惜。醒了，是不是做噩梦了？我看你脸色一直不太好，叫也叫不醒。先洗漱一下，补汤已经熬好了，待会儿少吃点，补血气。我怎么觉得自己像是刚生完孩子的妇人？可惜嫁给本王2个月，夫人至今仍是完璧之身，离生孩子还远得很。你不是此生无嗣吗？我怎么生？跟别的男人生一个，让你做现成的父亲？这倒不用，本王对孩子没有执念。你下午一直守着我。你自己的身子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不适之处？下午觉得有些累，趴这里睡了半个时辰，醒来之后就好很多了。明日一早要不要上朝？事情很多，都安排下去了。南诏使臣有谢听来应付，其他事情有言清晨和各部尚书安排。粮草正在筹集，军中我已让楚云霄加紧训练，兵器该换的换，战马该添的添，到时一应装备准备好，只等你身体养好，就可以出征南诏。姬玉仓，我这几天想了想，你的兵马只听你的，我领兵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我都听你，我麾下的将士自然也。我不是担心这个，之前我跟你说过，我并不喜欢打仗，也没有立军功的想法。我的抱负和眼界根本不如平遥长公主，何况主将跟麾下将士是需要磨合的，我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你是不忍心对南诏将士下手，他们之中可能有1多半人曾经也是你麾下的将士。沈宁要报仇的目标很明确，但他不能亲自斩杀曾经听他号令的儿郎，毕竟冤有头债有主，他的仇人只有韩寻和南诏皇帝，跟其他人无关。他曾征战沙场7年，最能理解军人的身不由己。人性真是复杂的东西，仇恨能让人失去理智，泯灭良知，什么都不管，一心想要复仇，可往往复仇之后才会发现，为了复仇制造太多杀戮，远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夫人的善良和仁德是刻在骨子里的，总是不由自主地怜悯着苍生的无辜，倒叫我自惭形秽。在想什么？
姬玉仓，你相信人可以死后复活吗？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历代皇帝皆自称受命于天，统治万民。他们相信上天会降下祥瑞或者灾难。那么上苍要让一个人死而复生，应该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倘若人真的可以重活一世，应该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多多积德行善，顺天而为，为苍生谋福祉，为万世开太平？顺天而为固然重要，但更要顺心而为，做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更多的枷锁。那么你从小到大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是顺心而为吗？显然不可能，幼时弱小，怎么可能事事顺心？所以长大之后，我们要足够强悍，于自己如此，于家国亦如此。你内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是你特别想要，却至今没能达成所愿的？本王胸无大志，唯有一愿。胸无大志这4个字说出来，他把姬玉仓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个彻底，横看竖看，只看到了4个字：人是天。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姬玉仓没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他，眸光深邃，眼底仿佛藏着万千情愫，急欲喷薄而出。内室陷入一阵微妙的安静，气氛暧昧而旖旎。沈宁从来未曾深入了解过的感觉，怪怪的，有种千言万语滚到嘴边，却突然成了哑巴的感觉。我现在是个病患，你应该不会趁人之危。为夫自然不会趁人之危，但是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为夫理该以身相许。夫人觉得呢？王爷，王妃，表姑娘她自尽了。王爷，顾嫣然闹自尽。回禀王爷，顾姑娘这几天一直在闹绝食，人已经消瘦了许多，但是绝食一事府中婢女没人敢往外传，王爷和王妃都不知情。没想到顾姑娘见绝食不起作用，今晚竟自缢了。人死了？没有，顾姑娘刚踢了凳子，外面婢女就听到动静闯了进去，这才没有酿成大祸。既然如此，你就传本王的话，嫣然居所有下人不必理会他，他若想死就随他去。杨明有个女儿，今年3月已经出阁，所以顾嫣然嫁过去之后，没机会欺负他的女儿，反而是杨明家里那个老母亲一直强势难热，会好好挫挫他的脾气。杨将军就一个女儿？当年杨明的原配妻子因为有了这个女儿之后伤了身体，这么多年再也不能有孕，没生出男孩，多年受婆母的刁难，才早早没了。撇开顾嫣然不谈，杨将军的母亲是不是太……清官难断家务事，杨明的母亲想要孙子，但杨明常年待在军中，未曾纳过妾室，无法满足他抱孙的愿望。老夫人在家就一个劲的刁难儿媳，最终导致儿媳长期抑郁，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让她嫁人可以，身边最好还是安排2个人盯着，别让她有狗急跳墙的机会。放心，别说她了，她是死是活看她自己的造化。出阁之后，从此跟摄政王府没有任何关系，你不必理她。沈宁沉默地望着帐幔，想问他抱的是不是太紧了，这样他还怎么睡？姬玉仓，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我记忆中好像跟你没什么交集，你怎么会突然喜欢上我？而且你相信一见倾心吗？你何时见过我？在5年前的一次战场上，你身披铠甲，一马当先，就像晴空下最耀眼的太阳，让我无法克制的动了心。就这样。后来我去过一次南诏，想跟南诏提出联姻，迎娶你做我的王妃，达成2国的友好结盟。姬玉仓闭上眼，想起当初一念之差的放弃，至今还心头钝痛。在大殿上见到你褪去戎装之后的样子，那么骄傲夺目，可你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未婚夫，且你们感情很好，打算战争结束就成亲。我不得不歇了心思，担心强迫联姻会让你跟心爱之人被迫分开，担心你恨我。可这错误的决定直接导致他对他的消息一无所知。他领兵从边关返回皇城，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1年多不曾出现在人前，这让他感到极度不安。且那时正逢先帝垂危，不祥的预感让他没办法考虑皇城中的情势危急，径自派出大量的人手去南诏查明事情真相。也是那次兴师动众，导致先帝对他调兵行为不满，担心驾崩之后他拥兵自重，皇帝年幼不是他的对手，才对他下了毒。只能说造化弄人，你说的都是对的。当初就算你提出联姻，我应该也不会答应，所以一切苦难都是我命中注定该受的。沈宁终于明白，为何姬玉仓这样的人也会被吓，他哪是毫无防备，根本是心知肚明而别无选择。先帝驾崩之前，皇城戒严，他会日日召见文臣武将，交代后事，而你却在这个时候频频调兵，难怪他对你生疑。你要是直接反了他，不是更好吗？姬玉仓没说话，沈宁似乎也不在意答案，靠在他肩膀处闭上了眼，不大一会儿就陷入沉沉美梦。为什么没有直接造反？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会使皇族陷入内乱，我还要费心安抚朝臣，就没办法奔波各处寻找逆天改命之法。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否极泰来，
曾经的那些风风雨雨都成了一场梦，往后余生，这天下都由我们说了算。我们想造反就造反，想篡位就篡位，不想篡位就一直做个摄政王，让小皇帝在傀儡皇位上待到死。你现在身体虚弱，沐浴不能时间太长，若真要沐浴，本王必须在场照顾着。世琴和世奇不是你亲自送过来的吗？他们俩你也不放心？他们平日里伺候你的生活起居没问题，现在情况特殊，不能跟以前相提并论。那一瞬间，沈宁几乎怀疑他是故意以不放心为借口，实则心怀鬼胎。可是眼瞅着姬玉仓再正经不过的表情，眼底还隐隐有着担忧和几分坚持，他只能妥协。行。沈宁其实并不习惯在一个男人面前宽衣，但想着两人是夫妻，早晚要裸成相对，或许可以趁着虚弱这段时间习惯一些事情，全当是提前适应夫妻这个身份。我只是身子较为虚弱，但是还没成为残废。我们是夫妻，不是吗？并不是每对夫妻都会这样。别人家的夫妻怎么样，为夫不想理会。本王的妻子自然要按照本王的标准伺候。你的标准就是光明正大占我便宜。夫人怎么能这么说？大不了等你身体好些了，为夫让你把便宜占回来。姬玉仓，你进过女色吗？本王若说没有，你信吗？信。这种事情没什么可撒谎的。按照宫里的规矩，早在你14、15岁时就该安排教引宫女教导床子之事了，你没有吗？本王不需要，旁人都需要，你为何不需要？民间百姓没有教引宫女，谁家孩子也没少生。夫人如此追问，莫不是怀疑为夫的能力？要不要亲自实验一下？我从不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没想过要跟你有夫妻之实。现在呢？我的身子已经让你看光光了，不是吗？所以你要负责。沈宁语气极为理所当然，带着点霸道意味。姬玉仓嘴角扬起，极自然的在他脸颊上亲了亲。好，为夫一定负责到底。离天黑还有2个时辰，睡觉之前头发应该能全干了。沈宁靠在床边，沉默片刻，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似的。姬玉仓，如果你克制不了，我允许你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不急，你急什么？我那是急吗？只是听说男人憋久了会憋出毛病来，而且你这么贴身照顾我，总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吊着胃口，不如水到渠成。为夫不会趁人之危，而且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只怕经不起折腾。你的母妃在世时，你有如此尽过孝吗？我跟她并不亲近。为什么？她是被皇帝强行选进宫的。虽然天下万民莫非王臣，皇帝想要谁就要谁，但在他看来，她是被强迫入宫的。而且那时候皇帝年纪很大了，母妃怀我的时候才20岁，而那时候父皇已经50有余。母妃心里有怨气，对我这个儿子也冷淡得很。王妃，进来吧。表姑娘自杀之后被救了回来，一直哭个不停，说知道以前做错了，想求王爷和王妃原谅她一次，她不想嫁给那个杨将军。表姑娘还说，若王妃气没消，能不能换一种惩罚方式，她愿意挨打受罚，只要别逼她嫁人就行。王爷不是责令他禁闭吗？嬷嬷这2天对他很上心。老奴不敢，老奴只是被表姑娘自尽的举动吓到了，才命人特别注意，不敢闹出人命来，求王妃明察。既然是王爷做的决定，我不会干涉。你去告诉他，就说杨将军是个保家卫国的军人，值得托付终身。只要他嫁过去之后，好好侍奉婆母和夫君，安心打理好内宅，杨将军不会亏待他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个寄人篱下的表姑娘，竟敢对王爷和王妃下毒。若不是看在那一点血缘关系上，她早死了800次，哪还有机会嫁人？表姑娘这是嫉妒王妃呢，觉得王妃抢了她的身份，心有不甘，才屡屡以下犯上。可王爷但凡对她有一点心思，又何至于等到今天？在想什么？呆着无聊？我在想，男子可以上马打仗，可以入仕为官，可以行商做贾，女子却一直被要求做一个贤内助，是不是有点不合理？这是男女分工的不同。你觉得这种分工合理？那宁儿觉得男人在家相妻教子，让女子出去抛头露面，倒也不必如此绝对，应该有折中的办法。女子虽柔弱，却也并非没有可打仗的巾帼。如宁儿这般不输男子的女子，确实应该得到重用。女子天生力气不如男子，自幼被束缚于闺阁，想练我很难。而且军营中多是男子，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允许女子上战场？但读书不同，富贵之家女子大多从小饱读诗书，亦不乏心怀天下、胸襟广阔的女子。她们应该和男子一样，拥有科考入仕的权利。
男为女刚，男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给男人和女子各自定下的规矩，轻易违背不得。所以宁儿倘若想给女子们争取权利，首先自己得站到权力巅峰，手握绝对的话语权，或许才能改变一二。沈宁脸眸微语，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姬玉仓心知沈宁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茬，起身走到门前问了句，得知管事嬷嬷来过，又听说顾嫣然闹着不愿意嫁，表情微冷，唤来林峰。燕人居那边派人守着，后日一早顾嫣然出阁，期间不许任何人过来打扰王妃静养。是。接下来2日，不管嫣然居再怎么闹，一点动静都传不到景宁院。顾嫣然出阁之后，沈宁养了数日的身体也一天天有了起色，行动自如，已没什么问题，只是脸色还有些虚弱的苍白。转眼到了年关，摄政王府天空的烟火比宫里还璀璨耀眼，侍女们红光满面，不停地放着烟花爆竹，热闹气传染了整座王府。管家看着漫天烟火，喃喃自语。王府真是从来没有过这般热闹，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气氛啊！明年这个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在这里？应该还在。粮草已经先一步出发，过完年正月大军出发，按南诏眼下的兵力，半年足够灭他的国。半年真是太看得起南诏了，有西周在，南诏在2国夹击之下，只怕不出3月就得亡国。漫天的烟火绽放了一夜，相比起摄政王府的热闹，从华宫的机警却倍感冷清。他站在窗前，望着夜晚漆黑冷清的皇宫，隐隐仿佛能感受到宫外的热闹。摄政王特意吩咐的，因为是除夕，皇上该有的待遇不能少。待遇？我还有什么待遇？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如果我安安心心的在皇位上待着，亲政之后不跟他作对，不顺着母后的意思算计他，对他言听计从，他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对我？不该如此的。倘若我能忍到亲政，甚至想办法解了他的毒，获取他的信任，而不是遵循父皇的意思，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控制他，是不是就不会触怒他？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说什么都晚了。子时将近，姬玉仓和沈宁回房洗漱，伴随着窗外明亮的烟火，姬玉仓把沈宁抵在床榻前，低眉凝视着他清丽沉静的眉眼，眸光幽深灼灼。今晚气氛好，宁儿，我们要不要？我正想看看你能坐怀不乱忍到什么时候呢？他的身子早在半个月前就恢复如初了。晚间就寝时，每注意到姬玉仓那暗沉的眼神，他都会猜测他会不会随时破功。没想到一天天忍下来，他竟然只是忍，像个坐怀不乱的和尚，让沈宁数次忍不住在心里猜测，他到底在顾忌着什么。你不会特意选了个除夕夜过洞房花烛吧？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此时是今天的最后半个时辰，另外半个时辰在明天，也是新年。若能从年末恩爱到年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每年、每天、每个时辰都可以夫妻恩爱，情深不变？冬夜里寒气逼人，屋子里烧着地笼，沈宁觉得自己有些热，刚沐浴过的身上穿着贴身寝衣，此时因被姬玉仓压着的缘故，前襟敞开，流出了一点白皙的锁骨，肌肤如玉，在灯光下泛着光一样的细腻，还有一丝丝馨香不断钻入鼻翼，挑战着姬玉仓已经濒临极点的自制力。从年末恩爱到年尾，姬玉仓，大话别说得太满，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体力才行。长夜漫漫，烟火还在绽放，景宁院卧室终于迎来2人成亲之后真正的洞房花烛。宁儿，今晚别睡了，烟火放到什么时候，为夫就爱你到什么时候，可好？外面烟火是什么时候停的？沈宁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太阳高照，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安静的他能清晰的听到旁边那人均匀的呼吸。醒了，夫人觉得为夫的能力如何？有没有让你失望？夫人昨晚是第一次，为夫不该急于证明自己而那么莽撞粗鲁，应该对夫人温柔一些的。只是夫人太过诱人，让为夫忍不住沉迷，没能克制，还望夫人海涵，是不是很酸很疼？沈宁闭上眼，懒得回答这种无聊而羞耻的问题。不过他是第一次知道，姬玉仓原来也是个恶劣的人，凭借体力上的优势欺负他，事后还得意自大，以后继续做个柳下惠好了。因为昨晚太过疯狂，今天早上的饺子都没能吃得着，只能等中午再吃了。虽然我觉得宁儿比饺子好吃。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没力气，所以只能任由你欺负？不敢，为夫只是终于得偿所愿，有些太过高兴。沈宁没再说话，心里微微悸动，虽不能感同身受，但他似乎已能明白他长久的暗恋和得知嫁人之后的失落，以及得知他死讯之后的痛苦和后悔。当一个人可以为了你的重生而付出断绝子嗣的代价，沈宁不觉得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他在乎的人更重，即便他觉得这样的感情太过执着，有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痴狂，但他可以试着去明白。正月初6，姬玉仓任命楚玉箫为征南大将军，率精兵10万，铁骑1万，直奔南诏而去。从这一天开始，意味着南诏在无力回天的命运。先帝传位于皇上，是以为皇上有能力治理江山，然而皇上登基之后的所作所为，却让人大失所望。皇上愚蠢无知，刚愎自用，没有主见。若眼下让他亲政，他只会受人唆使，致使皇权旁落。本王考虑再三，决定皇上暂不亲政。若诸位觉得本王摄政不妥，或许可以提出另立新帝，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另立新帝，摄政王是打算自立为帝吗？名不正言不顺，这是篡位。国舅大人不必如此激动，我倒是听说平遥长公主有意地位，长公主深得先帝宠爱，手里握有打龙鞭，御用宝扇，最重要的是有先帝亲赐的丝卫兵团，可见先帝对平遥长公主也是寄予厚望的。又想说什么平遥长公主有意地位？荒唐，简直是荒唐。她一个女子，平日里左拥右抱，不把纲常规矩放在眼里也就罢了，还想把如此离经叛道的想法带到皇权中来，以一介女子之身肖想帝位，简直匪夷所思。若平遥长公主真敢肖想帝位，老臣定一头撞死在柱子上，否则无颜去见先帝，无人见列祖列。诸位大人如此义愤填膺，是在讨伐本宫。本公主身为女子，怎么了？你们都不是从女子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回去问问你们的母亲，若无他们，哪来的你们？处处贬低女子，不觉得可笑？长公主既然知道女子的职责是生孩子，又为何要大言不惭，意图夺地位？上苍既生了男子是为了建功立业，女子是为了相夫教子，那就应该各司其职。若人人都像长公主这般男女不分，混淆其责，岂不是规矩混乱，纲常全无？我是女子就不能夺位？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夺给你看看。皇叔，这皇位本就该有能者居之，若皇叔没有为帝的想法，不如废了皇帝，立侄女儿为女帝，也让庸国史上有个前无先例的女皇，侄女儿在此先谢过皇叔。摄政王长公主如此野心勃勃，只怕会掀起社稷动荡，求摄政王一定要阻止啊！秦国就脸色青白交错，原本弹劾摄政王野心勃勃的折子被平遥长公主突然打断，这群没脑子的大臣果然瞬间乱了方寸，简直蠢不可及。平遥长公主一向言语轻狂，是否真有野心，暂时还不确定。不过本王最近倒是收到一些弹劾秦国舅贪赃枉法，与朝中一些大臣过从甚密的折子。这是栽赃诬陷。明日开始，秦国舅不必来上朝了，待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决断，退朝。秦国舅计划被打乱，只把平遥长公主恨得咬牙切齿。初八傍晚，下旨回家的秦允墨乘马车回公主府的路上，被10几个侍卫强行拦住马车，随后带回了秦家。作为秦家的一家之主，秦国舅对秦允墨这个以色侍人且背弃父母的逆子深恶痛，直接命人把他带去祠堂，以家法处置。秦允墨，笔墨纸砚已经替你准备好，依着你父亲的意思，你现在写一份折子，弹劾平遥长公主意图谋反，并把平遥长公主府的兵力布置画出来。长公主没有谋反的心思，公主府兵力布置如何，我并不知道。不知道？你觉得我会信吗？我去长公主府之后，从未在府里到处走过，也未曾去了解过兵力布置。既然如此，你先把弹劾长公主的话写出来。长公主没有谋反之心。你今天要是不写，我就把你活活打死在这里。我让你给晏殊陪葬。你写不写？贱种，屁股，以色侍人，就别怪家法无情，简直丢尽列祖列宗的脸面。今天我就算把你打死在这里，平遥长公主也不会为了你一个小小数字出头。夫人，夫人，不好了！长公主，她带着人闯了进来，命国舅大人必须立刻交出驸马，否则什么？难不成她想灭了国舅府不成？不是，长公主命人抓了大小姐。长公主说，如果夫人不赶紧放了驸马，她就把大小姐扒光，扔进青楼。你说什么？长公主命人去了大小姐的院子，把大小姐带了出来。我偏不信这个邪。兰儿，平遥长公主，你干什么？你放开芷兰！秦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敢对本公主的驸马动手，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人，秦夫人以下犯上，暴打驸马，把她和秦芷兰都带去长公主府，本公主要好好审问。本公主今晚带了200人，国舅府任何人敢动手，格杀勿论。我只是思儿心切，才命人把雨墨请回来叙叙父子之情。长公主至于如此大动干戈，本国舅难道连见自己儿子的权利都没有了？叙父子之情，秦国舅的叙旧就是把他压在祠堂洞私刑。本公主若晚来一炷香，是不是就等着给他收尸了？他给列祖列宗丢脸，受些家法也是应该的。你们不经我同意就擅自带走我的驸马，还对他动私刑，本公主愤怒之下做出有失风度的事情，也是应该的。今日秦夫人我要带走，秦芷兰我也要带走，谁敢阻拦本公主，本公主就踏着她的尸体走过去。你把秦雨墨带走，其他人留下。秦国舅说话好不讲理，你命人带走秦雨墨时，可曾派人通知本公主一声？战风、战雨，你们俩前方开道，拦路者杀无赦。老爷，父亲救我，父亲救我。
长公主，臣父是雨墨的长辈，今天让他去祠堂，只是为了拜见列祖列宗。家法是秦家的规矩，臣父并非故意虐待他。长公主，秦夫人太聒噪了，你摆出当家主母的架子时有多威风，此时就应该继续保持你的风度，而不是像个怂货一样叫嚣个不停。长公主，你放心，本公主不是个不讲理的人。秦雨墨挨了多少，你的女儿翻倍受下就行。打。长公主，是我下令对秦雨墨动手，你有什么冲着我来？芷兰只是个柔弱女子，她什么都没做。冲着你来，那怎么行？秦夫人可是驸马的嫡母，本宫若是把她的嫡母打了，不是更让人抓着驸马忤逆犯上的把柄？既然秦夫人说是为了秦雨墨好，那本公主也是为了秦芷兰好。长公主，芷兰是无辜的，她是无辜的。回禀长公主，驸马爷的伤势不算严重，都是皮外伤，用些活血化瘀的药膏推拿几天，慢慢消了肿就行。臣妇知错了，长公主饶了芷兰吧，她只是个柔弱女子，受不住这般责打。长公主殿下，秦夫人若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就该放下身段，主动赔罪。你动手打的人是秦雨墨，应该赔罪的人自然也是他。我是她的嫡母，难道长公主要我跟一个庶子低声下气？长公主殿下，外面刚刚传来消息，摄政王正带人查抄国舅府。你说什么？摄政王为什么查抄国舅府？朝中有人弹劾秦国舅贪赃枉法，弹劾的人很多，御史们慷慨激昂，请求以摄政王一定严查国舅府。摄政王迫于无奈，就亲自带人去国舅府搜查了。不，这不是真的，一定不是真的。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回府，我要回府！秦夫人稍安勿躁，你现在回去也帮不上忙，反而会阻挠摄政王办案，不如留在这里，等查抄结束，本宫亲自把你们母女送去刑部大牢，让你们一家人在牢里团聚，如何？既然国舅府都要被查抄了，本宫就大发慈悲，饶过秦芷兰。西域康在国舅府超出了黄金16万，白银100多万，另外还有密谋对抗摄政王的书信4封，涉及到的3品以上文臣武将2，4品官员3人，5品武职3人，以及他们各自的党羽若干。摄政王有什么权力查抄国舅府？你就是个把持朝政的佞臣！我要见太后，我要见皇上。带走，把秦夫人母女押去大牢，交给摄政王。寿安宫沉寂了许久，连年节都一片冷冷清清，像是冷宫一样。平遥长公主带着人抵达寿安时，太后正在喝茶。禁闭之后，太后的待遇显然大不如从前，连内廷送来的茶都不再是今年的新茶。我来给太后请个安。你来干什么？太后看起来很紧张，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平遥，你到底想干什么？本宫方才不是说了，特意过来给太后请安。太后静养这些日子，凤体无恙了吧？本宫以前一直觉得仇人必须自己来对付才痛快，可我今天突然发现，只要仇人落得凄惨下场，不管是经了谁的手，都让人觉得畅快无比。当年太后害死我母妃时，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赢家了？你说什么？太后当年害死我母妃时，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赢家？太后年纪还不算老吧？怎么就开始耳背了？不是这句，不是这句。只要仇人落得凄惨下场，是不是自己亲自报仇都无所谓，只要看到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本宫就觉得格外痛快。谁落得了凄惨下场？如今能让太后在乎的人还有谁？除了皇上，不就是秦国舅一家？你对秦家做了什么？晏殊死了还不够吗？姬明熙，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太后到现在还没看清自己的处境，太后和皇上如今都是身不由己的处境，区区一个秦家还能继续荣耀下去不成？如果是我，报仇定是要斩草除根的。太后看起来并不是个聪明人，母妃死在你的手里，本宫都替她觉得晦气。谁让那个贱人不识好歹，哀家跟他是好，他竟然理都不理。还有你父皇那个蠢货，竟敢生出让你继承大位的想法，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自古以来，男人为尊，从没有女子为帝的先例，他怎么敢生出如此荒唐的想法？哀家绝不允许，绝不会允许。你说什么？姬明熙，你也没想到吧？先帝宠爱你母妃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竟主意你为帝，简直荒谬！哀家怎么可能同意如此荒谬至极的事情？文武百官也不可能同意。真是可笑！如果他真主意我为帝，盛家军就不会全军覆没。他终于明白为何自己的母妃对太后没有一点威胁，太后却非要置他于死地步。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亲爱的父皇做的孽。立我为帝，庸国开国以来，女子一直不得干政，不管是皇后还是公主，从未有过女子立储的先例。我的好父皇怎么可能会生出如此想法？他是皇帝，一个深不可测的皇帝，明面上宠爱我母妃，信任器重盛家军，背地里却一步步算计。他故意在太后面前流露出立我为储的想法，为的就是让太后生出戒备和敌意，借太后的手杀我母妃。好一个借刀杀人，好一个帝王情深，怪不得皇家果然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算计。本宫当真是三生有幸，才生在帝王之家。
既然你已知罪魁祸首是你父皇，你应该去找他报仇。哀家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儿子，江山本就应该属于哀家的儿子。父皇一场算计中成空，你以为你的愿望就能达成？今日查抄秦家的人不是本宫，而是摄政王。秦国就贪赃枉法，谋逆犯上，满门抄斩这样的结局，太后是不是很满意？不可能，这不可能。本宫原本只是过来告诉太后一声，想着让太后撑住了，别这么快就倒下去。毕竟秦家满门抄斩那天，可能还需要太后去捧个场。可本宫突然觉得，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就像当初太后留着我这个公主，今日不就来报仇了吗？你想干什么？平遥，你不能乱来！来人呐！长公主要谋逆犯上，谋杀哀家！来人！伴随着秦国舅一家被查抄，太后又突发疾病，不治而亡的消息传遍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震动哀痛。摄政王下令停朝1月。今天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南诏有消息传来，聪明，南诏边关已经被攻破，大军长驱直入，按照南诏军队溃败的速度，不出2月就可以兵临皇城。南诏真的是毫无转圜余地了。我想这个月底就跟你一起去南诏，带上韩寻，让他亲眼看到南诏国破家亡，看到江山覆灭，看到他曾经作孽造成的后果，以及看到一个破败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皇朝。新皇朝？你不是想让南诏并入庸国？疆土太大，治理起来太累，我想把南诏的江山打下来送给你。金玉仓，你真是个善变的男人，比很多女人都善变。王妃这就误会王爷了，王爷一直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只在王妃面前善变，但这都是因为太过在乎王妃。闭嘴，你出去，不必跟着。我总觉得你的想法一阵一阵的，跟阴晴不定的天气一样。怎么了？我说的不对？我的想法确实一直在变，做任何决定都担心以后后悔。为什么会担心？人心难测，我担心自己独掌大权之后会渐渐没了初心，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政务上，对你的感情会一点点被磨灭。更担心把南诏并入庸国疆土之后，南诏子民战败国的身份会让他们低人一等，让你觉得委屈，或者渐渐滋生出不满，还有很多的担心，让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好。你如此患得患失的模样，一点都不像杀伐果断的摄政王。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只要手里有兵，作战能力强，打胜仗不是多难的事情。可是得了国家之后，想把一个混乱、衰弱、穷困的国家治理好，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可以南北通商，建立友好结盟国的关系。两国结盟之后，西周跟南诏的战争从此也宣布停止。等等，西周现在还在跟南诏打仗，就算庸国军队2个月之后可以兵临皇城，被西周掠夺去的疆土该怎么办？失去一半疆土的南诏还能称之为国吗？年前我已经派人去西周谈判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在养伤，而且我想给你一个惊喜，他们答应让出攻下的5座城池，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南诏新帝以后若有孩子，必须跟西周联姻。这算什么要求？西周国力很强，并不需要通过联姻来结盟。这个问题我也奇怪，所以已经派人去西周查清楚了，可能事出有因。你答应了？答应了。反正我们俩不会有孩子，前10年唯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南诏元气，等局势稳定下来，可以选一个资质、能力、品行都不错的孩子，培养成帝王。我完全不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西周跟南诏是几10年的死敌，战争几乎没断过。以前南诏有胜有败，但好歹能守住边关。今年西周好不容易攻破了边关，打下南诏5座城池，却仅仅提了个联姻的要求，就愿意全盘放弃。姬玉仓，我觉得此事太不合理。确实不太合理，但是我派出去的使臣代表着庸国，不是南诏，西周不得不掂量轻重。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什么？我不但可以重生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借着别人的身份重新活一次，更关键的是，姬玉仓居然知道我以前的身份。如今更离奇的来了，西周居然有人知道我还活着。晚间回到摄政王府，沈宁亲自去了地牢。时隔2个月，再次见到了让他恨之入骨的韩寻。韩寻，你来了摄政王府还没几天吧，这就受不住了？昭华长公主被你折磨了整整2年，她当初也像你这么胆小怯懦吗？不用太过激动，也无需如此大礼拜见。我今日过来，只是为了告诉你，庸国派出去的兵马已经破了南诏边关，南诏离亡国只剩下铁骑抵达皇城这点路程，时间上应该不会超过2个月。韩寻一震，被发丝覆盖的脸色褪去了所有血色，嘴唇颤抖，2只手死死扣在地上。南诏亡国了，那他费尽心力得到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他的权势，他的爵位，他的家人，他才刚刚享受了不到3年的荣华富贵，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吗？接下来你会有5天养伤时间，这5天里不用受刑，饭食会有所改善。等养好了精神，我们会带你汇回南诏，让你亲眼见一见国破之后的南诏是什么样子。
对了，还有你那位志同道合的主子，可能会像丧家之犬一般匍匐在脚下求饶，那定是一番让人愉悦的盛景。你到底是谁？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韩寻，你真是迟钝，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该说你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现实，还是真的迟钝到至今没有察觉到我的身份。2月初2，龙抬头，预示着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姬玉仓把朝事交给左右丞相暂代，并令平遥长公主监国，而姬玉仓则点了支精兵，带着沈宁一起押送着韩寻前往南诏。南诏使臣们看着坐在囚车里的韩寻，心情极为复杂，跟以前在南诏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此时的韩寻糟糕的让他们差点没问题。姬玉仓和沈宁走了1个月，时下正好进入阳春3月，他们也赶上了前方军队，几乎跟他们同时抵达皇城外。也就是说，庸国军队只用了2个多月，就一路势如破竹，直接兵临皇城门外。战争总能成就一些人的千古霸业，让帝王完成他的野心抱负，让将军靠着战功封王封侯，让疆土不断的改姓，让江山不停的易主。可赢也好，输也罢，手无寸铁的百姓在战争中从来都是最苦的人。轻则增加赋税，供养军队；重则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战争持续的时日越长，百姓的日子越苦。昏君统治天下，是百姓所有不幸的源头。他们出征之前，我下过严令，不管攻破多少城池，不许强抢民女，不许抢夺百姓粮食财物，不许践踏百姓家园。待他们这阵子艰难过去，以后的日子会渐渐好转的。南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这些年国库早就空虚，使臣们年前送去庸国的那些钱，应该都是从商人和百姓身上搜刮出来的。等你报了仇，南诏宫廷易了主，那些钱我让人还回来，顺便再从庸国国库挪出一些当聘礼，让南诏暂时渡过难关。新帝登基，大赦天下，除了商人之外，平民百姓免税3年，应该能缓解他们的处境。百姓种田，往年都是留下一些吃的，其他全部上缴。留下的粮食若足够养活一家，对很多人来说已是天大的幸运。若官府加重税收，很多百姓收出来的粮食甚至根本不够缴税，一年农作下来，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没看出来，你这个天生的皇族贵胄，竟然也清楚百姓平民的处境。身在战场，不是只靠武力打仗，治国的君王更应该清楚百姓的处境。国泰民安4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需要知道的东西很多，一时半会儿根本说不完。沈宁没说话，转头环顾着城外驻扎的精兵，乌压压的军队手持盾牌和弓弩，等着最后一攻。他又缓缓转头看向高高的城楼，城楼上驻扎着重重铁甲精锐，泛着寒光的箭矢密密麻麻，是这座曾经繁华的皇城最后一道防线。然而面对大军压境，他们又能支撑多久？李儿，是你吗？沈宁脚步一僵，席地而坐的使臣们齐齐一惊，不敢置信的转头盯着沈宁的背影。李儿，钟永侯喊的是谁？我错了，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可那些不是我心甘情愿的行为。皇上忌惮你的军功，说你活着一天，他晚上都睡不着觉。钟永侯府有他的眼线，我为了让你活着，所以才不得已。李儿，你是李儿，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是被逼无奈。李儿，李儿。钟永侯喊的是昭华长公主吗？庸国摄政王妃闺名沈宁，南诏昭华长公主燕九丽。钟永侯这是怀疑沈宁就是燕九丽，怎么可能？明明他们身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钟永侯这是魔怔了吗？前面就是南诏皇城了，敌军兵临城下，不知皇上和朝中大臣是打算迎战以身殉国，还是已经开始收拾细软准备跑路了。季大人慎言，皇上英明神武，是南诏最后的希望，绝不会弃城而逃。不会弃城而逃？诸位真以为皇上多有骨气？钟永侯，休得胡言，皇上绝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敢打赌，皇上这会儿已经收拾好金营，乔装打扮，躲进了皇宫密道里，只待敌军入城，他就会寻找合适的时机离开这里。只是能不能顺利离开，就要看用国将领对南诏皇宫的搜查和防备彻不彻底了。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沈宁真的就是昭华长公主，那皇上逃离的希望几乎为零。因为那处地宫燕九离从小就知道，他们3从小还进去过密道，在地宫玩过捉迷藏。想到小时候的事，韩寻眼底划过一抹怔然之色，心头忽然泛起尖锐的疼痛。若说方才在沈宁面前表现出的悔恨和沉痛是伪装，此时心脏处没来由的尖锐刺痛才真正是刻骨铭心的。原来曾经我们也有过两小无猜的美好，不掺杂利益，没有防备和期待，只是那些单纯和美好早已随着年纪增长而一点点淡化，直至消失，只剩下满心的算计和怨恨。又是我跟皇兄、韩寻3人是一起长大的，算是青梅竹马，幼时也曾两小无猜过。
皇兄比我只大了2岁，幼时一起长大的情谊总是显得格外珍贵，所以长大之后，我心甘情愿披上战甲，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守护他的江山。对皇兄，我从未想过他会忌惮我、算计我；对韩寻，我也从未疑心过他会背叛我，甚至亲手残害我。人是会变的，年幼无知的时候，青梅竹马的感情确实纯真可贵，不掺杂利益，也没有算计。只是长大之后，很多人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人心确实易变，只是我至今也想不通。南诏从不是女子可以掌权的国家，我能上战场已经是个例外。就算7年间正下战功无数，对皇兄的江山社稷也不会有任何威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忌惮我？权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让人忌惮的，无关男女。你觉得自己是个女子，威胁不到他的皇位，可是在他看来，你一个公主能打破先例，领兵征战沙场，还能凭一介女儿之身立下战功赫赫，归来之后手握重兵，权力已然凌驾于皇权之上，他如何能睡得着？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和武将之间一直都是走着同样的路，太平乃是将军定，不许将军想太平。本王少年时也曾有个小孩，整天屁颠的跟在身后叫着小皇叔。小孩生在皇家，容貌长得好，贵气十足，哪怕本王不喜欢与人亲近，对他也讨厌不起来。若是生在寻常之家，本王与他应该会是感情不错的叔侄。姬玉苍，我觉得姬瑾看你的眼神有些不太一样。你说什么？我们成婚那天晚上，2位公主大闹新房，引来了太后和皇上。那晚第一次见着皇帝，我就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太一样。他一直以来就想超越我，当了皇帝之后，自然不甘屈居于我之下，想早日掌权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太过心急冲动。话没说完，对上沈宁越来越深邃的眼神，姬玉苍声音一卡，表情也变得古怪起来。怎么？没什么，只是觉得姬瑾看姬玉苍的眼神，远远不是一个君王看权臣的眼神，那不是想超越，也不纯是忌惮，更多的应该是急于征服的野心。一种不太正常的征服欲，只是这种野心和征服欲跟他的能力并不匹配，所以最终才一败涂地。原本制定的攻城时间是在寅时，然而沈宁在大帐内待到子时未明，摇曳的烛火燃烧半夜，他一个人坐在案前，沉默如一尊石雕，明明灭灭的烛火照在他过分平静的脸上，让人看不清真实的情绪。姬玉苍，我需要一把最精良的弓。一炷香之后，良弓递到沈宁手里，士兵照着他的吩咐，将箭矢前端浇油点火。沈宁接过火焰燃烧的箭矢，搭箭上去，直弓举向高空，一点点将弓拉满，燃着火的箭矢朝高空急射而去，像是半夜流火，凌厉而迅疾，仿佛带着雷霆万钧之力。接连3支火箭飞上高空，展现出的臂力让人震惊，且毫不意外地惊动了远处城楼上的士兵，全部紧张起，所有人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庸国大军攻城的准备。都回去睡觉吧，天亮了再攻城。方才那3支箭矢飞得很高，仿佛能穿云而过，照得天空很亮，一瞬间照得皇城如白昼。若皇城中有暗线，他们应该也能看到摄政王妃发出的信号。信号？你的意思是摄政王妃是在用独一无二的箭术发射信号？有可能，这只是我的判断。若你们想知道真正的原因，不如上前去问问。方才你是在发射信号？我以前有8名贴身部下，他们武功很高，对我忠心耿耿。只是战场上4人丧生，其他4人一直跟随到我卸甲嫁人之后，他们之中有2人被赐了婚，另外2人则被皇帝选入宫做了妃子。所以你今晚是给他们发了信号？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孩子，不确定他们是否变了心，但试一试总归是没错的。若他们还一如当初，此次攻城就可以少折损一些人。3箭穿云之法曾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暗号，也是他战场上最拿得出手的本领。昔日部下若看见这3支穿云箭，应该能猜到兵临城下的庸国军队中，他们曾经的长公主也在南诏皇宫里。夜半3更本该是入眠之时，然而灯火明亮的大殿之内，却聚集了南诏皇帝和朝中所有元老重臣。皇上，敌军已经兵临城下，皇上还是赶紧逃吧。皇上，放肆！这是朕的皇宫，朕的江山，朕要逃到哪儿去？庸国大军所向无敌，皇上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啊！皇上，求皇上三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上，夜空有信号，庸国大军在发射信号。什么信号？他们这是要攻城了吗？来人，把所有禁军全部派出去，务必守住皇城，传朕旨意。若能射杀对方主将者，朕不但封他为侯，还赏赐黄金万两，每人10名。是。皇上，英妃娘娘求见。他来干什么？奴才不知。让他进来。
皇上，臣请求出战。你怎么？臣之前上过战场，杀过敌人。长公主在世时曾说保家卫国是军人天职，臣曾经是军人，国家危难之际还是军人。若臣能守住皇城，长公主在天之灵定会欣慰万分；若守不住皇城，臣宁愿战死沙场，九泉之下也能跟长公主交代。皇上，英妃娘娘曾立下战功无数，可以一战。是啊，英妃入宫前跟随长公主出生入死，对敌经验丰富，有英妃娘娘在，皇城至少可以再支撑数日。你入宫已有2年之多，武功早已退化，何况皇城外拥军人数太多，战斗力太强，你会是他们的对手吗？臣尽力而为，就算败了，也虽死犹荣。皇上，臣请求出战。好，多谢皇上。朕相信你可以守住城门。城门在，则臣在；城门失，则臣死。说完这句话，他头也不回地起身离开，手里的虎符被紧紧握着，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燕云硕盯着他高挑纤瘦的背影，心头忽然浮上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自己再次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殿内压抑的可怕，风吹树梢的风，仿佛都带着漫天扑来的阴森死气。英妃出战，你们觉得她能支撑多久？3天应该没问题吧？臣觉得以英妃娘娘的本领，可以支撑半个月。皇上，皇城内兵力不足，英妃娘娘纵有奇才，也只能尽力拖延一段时间。当务之急，皇上应该早日离开是非之地。庸国军队彪悍，一旦破城，定会烧杀掳掠，宫中嫔妃公主会沦为他们的奴婢。皇上，您带着娘娘和皇子公主们先离开吧，臣等断后。到底是想让朕离开，还是你们迫不及待的想逃？江山是朕的江山，朕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就算要死，也是由朕先死，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皇上，能跟朕死在一起是你们的荣幸，你们平乐里不都说自己忠心耿耿吗？朕这次就要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忠心耿耿。将士们，随我出战起，为了保卫皇城而战，为了吾皇而战，冲啊！全军听令，敌军夜袭，立即迎战。英妃娘娘，此人乃是叛徒，他的堂兄出师不利，已成为庸国的阶下囚。倘若庸国拿他堂兄的性命来威胁他，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投降。因此，皇上命本非清除此人，诸位不必惊慌。有人替我们开了城门，攻城。方才射出穿云箭的那个人是谁？我要见他。英妃才是叛徒，他是叛徒。穿云箭是我射出去的，请这位女将军借一步说话。眼前这张娇嫩容颜过于年轻，也过于陌生，所以当英妃听到他那句话，策马穿过人群，见到沈宁的第一眼时，下意识的一怔，随即一双带着探究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沈宁，掩去了期待和奢望，淡淡开口：“你是谁？能射出3支穿云箭的人，你觉得会是谁？你既已开了城门，就证明相信我的不是吗？阿英，是我回来了。”怎么会？你怎么会？可能是因为我死得太冤了，阎王爷让我回来报仇，所以我就来了。将近3年的时间，苦了你了。其他3人怎么样？都死了。为什么？若水和他的夫君被皇帝杀了，罪名是谋反；阿鱼死于难产，一尸2命。若水和阿鱼是被赐婚的2个女子。沈宁嘴角抿紧，固然是有了心理准备，这会儿仍然无法克制想把燕云硕碎尸万段的冲动。云月呢？他爱上了皇帝，生下皇子之后，于年前腊月死于皇后之手。我是4人之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进了后宫就不得不争宠，可一旦获宠并怀上孩子，就会成为皇后的眼中钉。所以我偷偷喝了药，此生不可能再有子嗣。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攻城在即，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等活捉了燕云硕，我们再详谈。好，燕云硕所有的罪孽都将在今晚被清算。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皇城被攻破了。城门怎么这么快失守？英妃娘娘不是守城门去了吗？皇上，英妃娘娘命人开了城门，直接出城跟敌军交战，但我们不是对手，城破了。什么？英妃怎么能开城门？敌军那么多，我们怎么会是对手？英妃到底要干什么？燕云硕坐在龙椅上，像是没听到这句话似的，只是一瞬不瞬地盯着御案上堆成一摞的奏折和大太监刚刚跑过来的玉玺，面容平静到极致，让人无法猜透他此时在想些什么。皇上，快走吧！皇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皇上，求皇上尽快离开。走，往哪儿走？离开这里，从此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日子。皇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朕是皇帝，南诏若亡，朕还活着干什么？你们若怕死，现在可以回去收拾东西，带着妻儿老小一起逃命去。逃得掉是你们本事，逃不掉你们就得认命。朕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大臣们将跪在地上，有心逃命。然而听到外面一阵阵厮杀惨叫，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逃跑时机。这时候逃出去，最大的可能是被人乱刀砍死。留在这里陪着皇上，说不定还能落一个忠诚有骨气的美人。皇上，朕今日就与他们决一死战，不怕死的跟朕冲出去。皇上这是要去哪儿？皇帝陛下，久仰。
燕云硕薄唇抿紧，一双眼死死盯着沈。明明眼前这个女子眼生的厉害，他却总有一种莫名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你是谁？雍国摄政王妃沈宁，皇上还想知道什么？摄政王妃亲自抛头露面，领兵征战，有何不可？本王的王妃不但可以抛头露面，领兵征战，还可以在他打下来的疆土上登基为帝，做南诏第一个女皇帝。陛下可有指教？摄政王，南诏派了使臣到雍国求助，雍国却趁人之危灭我们的国，你们这般行为根本不讲道义。雍国是个强国，更应该维护天下各国的和平，你们反而兴兵作战，无理由攻打他国，这与强盗何异？南诏已亡国，你这个阶下囚不思求饶，还敢站在这里跟本王讲理，不觉得可笑？你们掀起战场，你们就是南诏的罪人。南诏皇帝昏庸无能，连自己的国家都守不住，站在朝堂上的亦是一群废物，只会耍嘴皮子叫嚣。难不成这位老人家以为保家卫国靠的就是一张嘴皮子？朕确实无能，守不住自己的江山和子民，朕罪孽深重，自该跟列祖列宗请罪。本王听闻南诏曾经出过一个战神长公主，本王对她仰慕多年，曾想到南诏提亲，达成两国联姻和勇士交好，却不幸听到她已经离世的消息。皇上能否告诉本王，她好好的一个长公主，在战场7年尚且可以完好无损，为什么回到京城短短2年就没了？她死在了谁的手里？燕云硕面色泛白，薄唇抿得死紧，眼前仿佛出现那个一身战甲端坐在马背上的女子，那样明媚耀眼，那样桀骜飞扬，就像明珠一样。如果她还在，南诏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灭亡，就算豁出性命，他也会护得南诏疆土完好，江山稳固。燕云硕心头骤然掠过一抹尖锐刺，有种名为悔恨的情绪在胸腔里翻滚发酵。这一刻，他真切地意识到，他做错了一件事。朕不明白摄政王的意思。不明白，本王今日会让你知道。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一言决人生死，原来也这么不堪一击。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把这些大臣全部带下去，清点人数，家里该抄的都抄了。即日开始，南诏改朝换代。燕云硕，你欠我一条命。朕什么时候欠你？你欠我的。燕云硕，你跟韩寻计划着杀死昭华长公主那一刻，已经注定你们会有今日悲惨结局。昭华他。你杀了昭华，所以南诏气数已尽。燕云硕，是你一手导致了南诏的灭亡，你就是南诏的千古罪人。死之后，你将无颜去见你的父亲，你燕家的列祖列宗，他们不会原谅你，谁都不会原谅你。什么九五至尊，无能无德之人，就算侥幸坐上这个位子，你也坐不稳，护不住，活不长。说完，他狠狠一脚踹出，再次把他踹飞出去，重重撞在玉案上。又一次剧烈的撞击，直接让燕云硕惨叫一声，随即晕了过去。解气吗？别脏了你的手。这里收拾好之后，先登记为帝，确定国号帝号，然后颁布旨意，安抚民心。官员人手不够，先从将领中挑选一些出来，把大局定下。我复了仇，来南诏的任务就已完成。如今的身份已不是昭华长公主，于情于理都没有做南诏女皇的理由。姬玉仓再三思索之后，没有再强求他，命人颁下诏令，南诏覆灭，疆土并入雍国。从此，雍国子民和南诏子民一视同仁。离开南诏之前，沈宁去看望奄奄一息的燕云硕。很痛苦吗？你到底是谁？你猜不出来？朕从未见过你，从何猜起？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你的大臣们没有提醒你要逃吗？勤政殿下面有一条密道，是当初太祖皇帝命人挖出，留给子孙后代的逃生之路。城破之前，你只需要命心腹多放一些干粮进去，7天时间足够他们带你离开皇城。这是皇族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这不可能，绝不可能！世事总是那么玄妙，没什么不可能的。就像南诏危急时，有人力挽狂澜，然而多年军功却成了你诛杀他的借口。就像兵临城下，所有人都以为你会弃城而逃，你却偏偏要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可能旁人都以为你是个铁骨铮铮的天子，守着社稷而亡，可你我心里都清楚，你是舍不得那张龙椅，那是你的命，你过不了逃亡之后颠沛流离的日子，受不了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通缉的狼狈。燕云硕，明明你是那么高傲，低不下头颅，却偏偏蠢得自毁根基。你是昭华是不是？昭华，南诏是你的国家，我是你的皇兄啊！就算我们之间有误会，你也不该毁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为什么呀？因为我就是要毁了你的江山，让你为自己愚蠢无知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你体会到自作孽的后果，让你余生活着痛苦，死了也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南诏国破之后，就是收拾善后。南诏官员没有全部诛杀。沈宁以前做长公主时，上过战场，入过朝堂，多多少少也知道哪些忠臣可疑，虽不多，但暂时稳住局面没问题。自从韩寻娶了昭华长公主，被封为忠永侯之后，晋国公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国公府3个儿子被打压的连入室都不得，国公大人就一点都不怨恨。国公大人以前最是忧心国事，曾怒斥兵部对边关粮草的运送不及时，致使边关将士挨饿，一天只吃1顿饭。
了，也曾愤怒于丞相乱政，祸乱朝纲，更不屑于韩寻通过长公主获得尊位，最终却忘恩负义，亲手置昭华长公主于死地。国公大人无力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常常痛心无力。如今南诏国破，昏君被擒，奸臣被诛，你就一点也不想做些什么？